10几年过去，岁月改变了她身上的稚嫩气质，让曾经的美人胚子彻底成长为了成熟的美人，并且她的修为已经距离圣者天至尊只差最后一步。若是迈过这一步，那便是宗门真正的精英，会成为手握重权的内门弟子，放在一方下位面，那便是无敌的存在。10几年过去，不知道斗气大陆如今是什么样子了，也不知道萧炎如今是什么修为了。若是我再遇到他，能够击败他吗？纳兰嫣然听着炎帝的名字，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萧炎。他如今的修为，配合上峰灵月影宗这等超级宗门的培养，若是放在大千世界，那都是可以与天至尊短暂厮杀的顶尖强者。按照他的理解，自己如今若是回到了斗气大陆，应该也是堪比斗帝，甚至更强些许的存在了。可他心中更是知道，那萧炎可是20来岁就已经成帝的存在，这种天赋放在风灵月影宗都是最顶尖的天才。不知道这10几年过去，萧炎如今究竟如何了？看那小贱人的模样，一听到有大人物到来，竟然如此的花痴。在纳兰嫣然的远处，还有另外一群女子，有些面色不善地盯着纳兰嫣然。为首的一名女子容貌同样极为美丽，只是那张脸庞总令人感到有些刻薄。是啊，林月师姐说的是，这贱人最近这些年因为得到了秦长老的喜爱，已经是越发的骄纵，竟然不把世界放在眼里。女子身边一群弟子也是奉承着。纳兰嫣然在刚入风灵月影宗之时，并不受人待见，原因无他，便是因为她没有任何背景，而且当时的修为并不出众，甚至一些强大的杂役弟子都比她强。所以，当时她虽然得到了风灵月影宗的外门弟子身份，却是在外门弟子当中极为的不受待见。而这群弟子，便是当年对她颇为不屑的一群外门弟子。在这种层次的宗门当中，美貌根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任何一个外门弟子，甚至是杂役弟子，只要想变美，便是可以轻松给自己换上一副极为美貌的皮囊。那些男弟子也根本不在乎其他同门女弟子的容貌，毕竟他们随便一个丢到下位面都是称王称霸的存在，什么样的美女得不到？只可惜，仅仅10年时间，纳兰嫣然在风灵月影宗的资源培养之下突飞猛进，进步速度甚至得到了一些执事长老的赏识，最终被一位执事长老收为了弟子。在那之后，那些原本对纳兰嫣然不屑的女弟子便是老实了很多，而一些男弟子则是对她表现出了过去未曾有过的殷勤。到了他们这种层次，美人易得，道侣难求。一个修为与自己相近的道侣，对自己的修行路往往有着巨大的帮助。不过，在场的众多外门弟子当中，也不是人人都怕了纳兰嫣然。那名为林月的女弟子，依旧是对纳兰嫣然颇为的不爽。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小地方来的泥腿子竟然比自己修炼得更快，且更受一些执事长老喜爱，这让身为另一位执事长老亲生女儿的她无法接受。只不过，随着纳兰嫣然的一步步崛起，这位林月师姐的种种刁难似乎越来越没有了办法，有些时候反倒是要被这纳兰嫣然反将一军。这令林月对于纳兰嫣然更是从不爽转变为了恨意。只不过，在场的众人，无论是纳兰嫣然也好，还是那林月师姐的一方小团体也罢，虽然心思各异，可当一名世界神长老喊出恭迎炎帝那句话的时候，所有人都瞬间变得老实了起来。这一点是这位世界神长老很快就布置下去的。面对这位大人物的降临，没有任何一人敢有所失误。如此盛大的场合，那是风灵创世神和那位炎帝的面子，谁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了问题，那便是大罪。能够成为外门弟子乃至内门弟子、真传弟子的，或许品性不一，但共同的却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蠢人。而且以众人的神魂之强大、实力之强横，对于那位世界神长老的布置，也只是一遍，便是轻松记住了接下来的事情。一瞬间，随着那位创世神长老的声音，10万外门弟子、过万内门弟子和近1000位真传弟子纷纷高呼恭迎炎帝。而后，众人望着那从虚空当中漫步走来的黑衣男子，纷纷微微鞠躬，以表示对这位大人物的尊重。只是当看到那大人物的刹那当中，纳兰嫣然却是如遭雷击，站在原地呆若木鸡，一时之间竟然是忘记了行礼。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虚空当中行走而来的黑衣男子，那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面孔与记忆当中的那张面孔完美的重合，除了气质有些许变化之外，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他！纳兰嫣然身躯僵硬，却是被一只胳膊肘再度捅了一捅。嫣然，你疯了！同门师姐的提醒令纳兰嫣然大脑终于恢复了一丝清醒，这才仓促地低下头。只是这一幕却是已经被许多人看在眼里，包括天空之上的那位世界神。愚蠢的东西，竟然在这种场合犯错！那世界神的内心此刻都是十分的愤怒。若是因为一个小小外门弟子的失误，就让2位大人物有所不悦，那简直是奇耻大辱。就算是这位炎帝大人不在意，可风灵创世神可不会这么想，他恐怕只会怪罪手底下的人无能，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比起这位世界神的愤怒，
那林月等人此刻却是无比的幸灾乐祸。这个愚蠢的女人，这种重要的场合竟然都犯了这种低级的错误。几个与纳兰嫣然关系不好的弟子内心十分的畅快，犯下这种错误，这纳兰嫣然今后怕是直接没法在风灵月影宗待了。不光是他，若是风灵创世神不悦，即便是没有任何惩罚，那些世界神长老恐怕都会连同其师尊都给惩罚一番。他那个便宜师尊还以为收到这么一个徒弟是好事，却是没有想到这徒弟会让自己大祸临头吧。而这时候，一道爽朗的笑声也是终于响彻了天地。哈哈，萧炎兄弟，没想到你来的竟然这么快，还好我早有准备。来，这边请。说话之人正是从宗门大殿当中走出来的风灵创世神。萧炎兄弟。当这4个字落在纳兰嫣然耳中的那一刻，他的身躯更是如遭雷击，一双美眸瞪得滚圆。如果不是还有一丝理智残留，他此刻便是想要再度抬起头看看天空当中的那名黑衣男子。炎帝，萧炎，真的是他？可是这怎么可能？纳兰嫣然此刻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简直是如同梦幻。他知道记忆当中的那个家伙是绝世妖孽，是天资纵横之辈，是远远震撼世人的绝世天才。可他依旧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能够令风灵创世神平辈论交，甚至还隐约有着几分讨好味道的黑衣男子，竟然是记忆中的那个萧炎。要知道，这可是风灵创世神啊，那是站在一方大世界都最为顶尖的存在。来到风灵月影宗这么多年，纳兰嫣然虽然实力连天至尊都未曾踏出，也未曾参与到过神灵层面的交集当中，可他的眼界终究是开阔了许多，比大千世界的很多天至尊都要开阔。正是因此，他才知道成为创世神是何等的艰难。如果是千年、万年之后的萧炎走到今天这一步，他或许会感慨对方的逆天，可也不会如此的茫然。可是，这才过去了不到20年吧？不到20年的时间里，自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萧炎的变化似乎比他依旧可怕了千倍万倍，这实在是太过不可思议。这一切都是如此的梦幻。嫣然，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你今天莫不是疯了不成？你可知道，你今天已经闯下大祸了？身边师姐的提醒声音再度传来，纳兰嫣然呆呆地抬起头，仿佛被抽干了魂魄。此刻，萧炎已经是随着风灵创世神来到了这风灵月影宗的宗门大殿最上方，二人并列而坐，脚下则是风灵月影宗的所有高层。世界神、出生神距离两人最近，分成2列坐好，而执事长老、真传弟子们则是刻意各开一层台阶之后再度入座。能够成为真传弟子、执事长老的，虽然不是神灵，可也算是宗门真正的精锐了。毕竟这放在大千世界就是堪比圣品天至尊的存在，除非是神灵们愿意付出巨大代价，否则单凭资源是很难堆积出一尊这样的高手的。所以他们的培养都是颇为的不易，也算是宗门的核心。至于那些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若是放在一方下位面，那便是无敌的存在。可如今在风灵月影宗的宗门大殿之上，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坐着，只能恭敬站在一旁充当排场。纳兰嫣然此刻就呆呆地站在外门弟子的队列当中，在他身旁，那名师姐此刻已经是无比的紧张。嫣然啊嫣然，你竟然在这种地方犯了错，完了，这下子连师尊都保不住你了。嫣然，你说话，你怎么不说话了？女子站在一旁，不停地给纳兰嫣然神魂传音。他们这些外门弟子作为排场，是不能有丝毫小动作的。台上的那些都是真正的神灵，他们的小动作一分一毫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只能通过神魂传音，不停地唤醒纳兰嫣然。可纳兰嫣然今日就仿佛丢了魂儿一样，任由他如何叮嘱，都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甚至还偶尔用目光看向那高台之上的炎帝。他这副斜着眼睛的样子，令这位师姐内心更加的惊恐。天啊，嫣然莫不是被这次的失误吓傻了不成？他疯了吗？他竟然敢斜着眼睛看一位与宗主平起平坐的存在，这位师姐的内心都在震颤。他不明白，往日与他关系极好、很是聪慧的师妹，今日到底是怎么了？而在另一边，那林月师姐一行人看向纳兰嫣然的目光，则是更加的幸灾乐祸。哈哈，这土包子，他一定是被吓傻了。他今天死定了！一旦宗主发怒，此女就算别说是留在宗门，就是小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此刻，高台之上，萧炎正与风灵创世神言笑晏晏，不过他的目光也是始终落在了那站在外门弟子当中的纳兰嫣然身上。真没想到，10几年过去，他竟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萧炎端着酒杯摇头一叹，前世的时候，纳兰嫣然走到天至尊这一境界，可是用了足足数百年的时间，这还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照顾。这一世，因为自己的一些刺激，加上风灵月影宗的环境资源，他竟然这么快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只不过
这一幕落在了风灵创世神的眼里，却是令他微微皱起眉头。在他看来，这萧炎似乎是对方才的迎接仪式颇为的不满意。毕竟方才的迎接仪式当中，纳兰嫣然的动作虽然微小，可对于在场的诸多高手而言，却是可以明察秋毫，自然察觉到了这一点。对此，风灵创世神虽然心中有些不悦，但也觉得萧炎一个创世神巅峰，或许并不会在意，等到事后自己略微惩戒一番那个女弟子便是了。可如今看来，这萧炎似乎是将这件事放在了心上。还有那个女弟子，你斜着个眼睛干什么？竟然敢用这种眼神去看一位令自己都要礼遇的强者。风灵创世神看着萧炎，又看了一眼纳兰嫣然，心中对这个女弟子越发的不满。萧炎兄弟，你可是对于这个女弟子有什么意见？意见倒是谈不上。萧炎微微一愣，旋即笑着摇了摇头道：“不过，还请风灵兄让他上前说话吧。”闻言，风灵创世神也是微微一怔，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个萧炎竟然是个小心眼的主，对付一个风灵月影宗的外门弟子，竟然会当着这么多小辈的面亲自针对。要知道，自己承接着外门弟子和萧炎承接着外门弟子，可是完全两码事。或者，这萧炎难道对于这名女弟子有着别的想法？不过，他也不愿意因为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而得罪了萧炎，只是微微点头。而后一道神力流光瞬间穿过遥远距离，落在了纳兰嫣然身上。你过来！风灵创世神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但这一幕落在风灵月影宗其他强者的眼中，已经是足够惊世骇俗了。宗主何时亲自在意过一个小小外门弟子的事情？而且，如今还是两位创世神巅峰亲自过问。完了，嫣然这下真的完了。一旁的女师姐内心咯噔一声，啧，没想到这位炎帝前辈竟然是个小心眼之辈。这纳兰嫣然这次可死定了。一个外门弟子被两名创世神召见，瞬间令无数人内心升起了各种心思。不过大部分人对于这纳兰嫣然的下场都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神光降临自己身上，纳兰嫣然也是微微一怔，旋即便是没有丝毫的抗拒，乖乖地飞向那大殿最上方。直到落地，他的眼睛依旧盯着萧炎的脸庞。见到这一幕，风灵创世神也终于是微微皱起眉头，心道这女弟子怎地如此的没有礼貌，这令他的内心真正的对这女子升起了一丝不满。若是因此而得罪了炎帝，风灵创世神双眼微微眯起，不善地盯着纳兰嫣然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可知自己已经犯下大错？”这时，一道流光却是从执事长老的人群当中飞出，很快便是落在了一旁的纳兰嫣然身边，正是一名中年美妇模样的执事长老。宗主，炎帝大人，我这弟子太过不懂事，竟然在这种场合犯下错误。那执事长老站在纳兰嫣然身边，如此大错，定要重重严惩。只不过，还请宗主和炎帝大人能够放这丫头一条生路。中年美妇秦长老银牙紧咬，对着风灵创世神和萧炎便是一拜，那副姿态已然是放到了极低。可他的内心却是依旧紧张，因为他知道，在这两位存在的面前，别说是纳兰嫣然，就算是自己，也并没有任何的面子可言。别说是一个外门弟子和一个执事长老，就算是那些神灵，在这两位的面前也没有任何的排场。此刻他站出来，若是成了，还能救下纳兰嫣然；可若是这二位有一位不满意，恐怕便是自己都要跟着遭殃。可是他的性格却是决定了自己不会丢下自己的弟子。混账！本座与炎帝是否惩戒一个人，哪里是你一个执事有资格求情的？你算是什么东西？风灵创世神终于开口了，他这一开口，声音虽然不大，可其中的怒意却是已经令所有人的内心都感到了惊恐。风灵创世神，那是这方世界真正的主宰者，他的一句话足以决定风灵大世界任何人的生死。这位风灵月影宗的最高掌权者已经很久没有发怒过了，但见过的人都知道，一旦风灵创世神发怒，那往往就意味着即将出现很严重的后果了。这一点，其他人知道，那中年美妇秦长老的内心更是如坠冰窟。哈哈，这小贱人不但自己要被处罚，现在马上就要连他的老师都给连累了。广场之下，林月师姐等一行人见到这一幕，心中那叫一个高兴。而纳兰嫣然的师姐此刻则是脸色惨白。其他长老弟子望着这一幕没有开口，可内心都是在摇头。一个愚蠢的女弟子，不但自己要完蛋了，竟然连她的老师也要拖进去了。还有这秦长老也是一个脑子不灵光的弟子罢了，竟然在这种场合替他出头，简直就是找死。一群人的心中都有着各种想法，风灵创世神更是不悦地看着面前的师徒二人。而此刻，那一直坐在他身边的萧炎却是终于开口了。他的目光并没有一直落在纳兰嫣然的身上，反倒是有些唏嘘地看着那中年美妇秦长老。“你是他的老师？”萧炎盯着秦长老，脸上看不出喜怒。“炎帝大人，
小的的确是纳兰嫣然的老师。被萧炎的目光盯着，秦长老内心的压力再度增加。风灵创世神的话已经让他内心冰凉。如今这位炎帝若是再表示自己的不满，那就基本宣判了他们师徒二人的死刑了。这一刻，他内心的压力已经近乎达到了一个极限。只不过下一刻，这位看不出喜怒的炎帝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笑容。你很不错。萧炎望着秦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令秦长老忍不住微微一怔。另一旁的风灵创世神也是微微一愣，而他的表情更是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茫然。萧炎却是并没有在乎太多。方才这秦长老替纳兰嫣然出头，虽然时机和手段看上去有些蠢，可却也是真心在替自己的弟子挡灾。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他和风灵创世神当中任何一个真的发怒，他这个老师可就要跟着纳兰嫣然遭殃了，轻则丢到一切权势，乃至被逐出风灵月影宗；重的话，怕是会直接丢掉性命。在这种情况下，他依旧能够站出来，足以看出此人是个重情之辈，也是个好老师。这让他不由得想起了药老，当年的药老对待自己也是这般的重视。当然，他也想起了云韵，当年的云韵对待纳兰嫣然这个弟子也是宝贝的很，爱护的很，所以他的目光也是终于转向了纳兰嫣然。好久不见，你的运气真是不错，在斗气大陆的时候有着韵儿这样的老师，来到这风灵大世界，竟然也遇到了这么关心弟子的老师。萧炎笑眯眯地望着纳兰嫣然，说出的话却是令所有人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纳兰嫣然怔怔地望着面前这个从容笑看自己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娇美的脸庞上也是终于露出了一抹复杂的笑容。好久不见。话音落下，所有人的心中都是宛如有着一块巨石砸落。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这位炎帝的到来为何会令纳兰嫣然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而这位炎帝大人又为何会召见一个外门弟子。原来这个不起眼的外门弟子或许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这位炎帝大人了，而且看两人的话语便是可以看得出，两人虽然没有那般的亲密，但关系绝对不差，或许还是不错的朋友。萧炎兄弟，你们之前认识？这一刻，坐在萧炎一旁的风灵创世神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这一刻，别说是风灵创世神，就算是周围其他的长老弟子们都是已经轻易地看出了这萧炎与纳兰嫣然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一瞬间，无数人心中对于纳兰嫣然的想法已经从方才的惋惜，比一瞬间转化为了惊愕、羡慕。闻言，那一直坐在一旁的萧炎也是终于笑着点了点头。不错，风灵兄，我与贵宗这位外门弟子可是年少之时就认识的。当年他意外离开了我所在的位面，我也是才发现他竟然到了你的风灵大世界。不知道我若是带着他回家乡一趟，风灵兄是否愿意？萧炎笑着看向一旁的风灵创世神。闻言，风灵创世神倒是非常迅速地反应了过来，当下也是连忙点了点头。若是萧炎兄弟与这纳兰姑娘没有意见，我自然是愿意成人之美。风灵创世神对于纳兰嫣然的称呼，眨眼之间便是已经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外门弟子变成了纳兰姑娘，其反应之快，不可谓是不迅速。见到他这副识趣的模样，萧炎的脸上也是露出笑容，而后他的目光才看向了面前的纳兰嫣然。怎么样，要不要跟我回去一趟？萧炎望着纳兰嫣然，不等对方开口，说出的下一句话已经令纳兰嫣然身体颤抖。月儿这些年可是一直很想念你呢，还有你爹、你爷爷，你们家族的人，他们现在过得都还不错，只是没有了你，他们一直很挂念。萧炎仅仅一句话，便是已经令纳兰嫣然眼泪从眼角滑落。来到风灵月影宗这些年，他看似修为提升了许多，成为了外门弟子当中的佼佼者，也已经修炼到了距离内门弟子都只差一步的程度。可这其中的辛酸，却是只有他的内心更为清楚。从一个修为低下的下位面突兀出现的小小弟子，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其中付出的艰辛，唯有纳兰嫣然自己的心中可以体会。所以，当萧炎说到自己的老师和家人一直挂念着自己的那一刻，纳兰嫣然这些年的委屈和辛酸，终于在这一刻直接爆发了。你真的可以带我回家吗？纳兰嫣然穷鼻都在微微抽搐，她的目光看着萧炎，复杂而带着无尽的期许。修炼到今天这一步，她也是终于明白了自己如今所在的这方世界，距离家乡是何等的遥远。莫说她如今还只是个外门弟子，就算是成为了内门弟子，距离那一天依旧是遥遥无期。唯有成为真传弟子，恐怕才有着一丝丝希望。至于成为神灵，在外门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纳兰嫣然，已经真正意识到想要成为这种层数的强者是何等的困难了。呵呵，望着那张充满了辛酸泪的美丽脸颊，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一笑。放心吧，只要你想回去，自然是可以回去的。风灵兄，若是可以，不介意给我这位故人安排2张桌子吧？萧炎转头看向风灵世界神，
后者闻言很快便是反应了过来，目光落在那负责仪式的世界神身上，后者也是很快便是反应了过来，连忙站起身，亲自取来2道长桌和蒲团，而后更是亲自从储物戒指当中取出各种珍贵的食材，并且连酒水都给倒上了。而后在得到风灵创世神满意的眼神之后，他才微微点头，将纳兰嫣然和秦长老都安排坐下之后，才缓缓回归自己的位置。纳兰嫣然依旧有些恍惚地坐在餐桌一旁，她的位置距离风灵创世神和萧炎已经只差了1个位次，而在她的下方隔着秦长老的1个席位以及对面的席位，都是宗门当中位置最高的太上长老，是世界神的存在。今日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如同梦幻，而在他身边同样坐着的他在风灵大世界的老师秦长老，则是更加茫然地坐在原地。秦长老不必紧张，宗主与炎帝大人共饮，我们也一起喝一杯。旁边那位世界神太上长老笑着端起酒杯，令秦长老不由得有些惶恐。不过他还是乖巧地端起酒杯与那位太上长老碰了一下。以他过往的阅历，此刻竟然都是忘了说话。什么时候他一个准神都未曾达到的执事长老，竟然可以与太上长老平起平坐了？对方竟然还主动跟自己喝酒。一口饮下那足以令外门弟子倾家荡产的酒水之后，他的大脑终于从这一切的变化当中反应了过来，目光看向一旁的纳兰嫣然。秦长老内心依旧有些茫然的同时，也是终于明白了，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自己这个看似闯下大祸的弟子所导致的，而这一切的源头只是因为自己的宝贝弟子与这位炎帝大人乃是就相识，而且应当还是关系比较深的那种。这一切都令他感到有些梦幻。当然，感到梦幻的不仅仅是秦长老，在场的所有风灵月影宗的长老弟子都是感到有些梦幻。不过他们毕竟不是局中之人，很快便是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原来这位名为纳兰嫣然的女弟子之所以犯下这种低级错误，全都是因为她与那位炎帝乃是故人，而炎帝之所以召唤对方，并不是看着不顺眼或是要惩戒，相反倒是见到故人之后颇为的开心，甚至扬言要带她回家。从这位炎帝对她的态度来看，这2人的关系显然还是很不错，至少对方是在帮助着纳兰嫣然。这让很多人反应过来的同时，看向那纳兰嫣然的目光瞬间多出了无数的羡慕嫉妒。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竟然突然得到了一位创世神的垂青，傻子都能看得出，这纳兰嫣然今后怕是要飞黄腾达了。哪怕这位炎帝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关爱，可仅仅这份关系都足以令宗主都重视起这纳兰嫣然，这是何等巨大的机缘。如今竟然连世界神的太上长老们都要对他客气相待了，只能说这一切当真是如同梦幻。哈哈，接着奏乐，接着舞。经过这一段小插曲之后，风灵创世神再度下令，很快便是有擅长歌舞剑术的女弟子男弟子来到大殿中央表演，气氛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只不过在风灵创世神与萧炎谈笑的时候，场间所有人的心思却是已经出现了变化。这秦长老这次怕是要跟着他这个弟子都要飞黄腾达了。大部分人的心中都只是有些叹惋。这秦长老过去在宗门当中因为过于刚直护短，在众多执事长老当中地位都只能算是普通，可如今沾了他这宝贝弟子的光，今后怕是连那些神灵长老都要礼让3分了。没看到那炎帝大人都是十分的赏识对方吗？仅仅一句你很不错，便是足以令秦长老今后一路顺风。不过想到此人在这种场合都敢为弟子出头，他们虽然羡慕，却也无话可说。毕竟这秦长老方才可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站出来的。比起大部分人的想法，那外门弟子当中，纳兰嫣然的师姐此刻却是嘴角都快压抑不住的勾了起来。天哪，嫣然竟然与这位创世神炎帝大人是旧识，他和师尊今后怕是都要飞黄腾达了。我这一下子就多出来了2条大腿。这位师姐心中美滋滋的想着。而那林月等一群弟子此刻已经是脸色煞白，尤其是那林月，此刻只感觉自己的天都已经塌了。众多外门女弟子当中，唯独她得罪纳兰嫣然最狠，仗着自己是执事长老的亲子，多次挑衅过纳兰嫣然。可以说对方若是寻起仇来跟那位炎帝大人提上这么一嘴，别说是他，就算是他的父亲都要跟着遭殃了。方才内心的幸灾乐祸在此刻都已经化作了无尽的恐惧。他已经发现过去那些曾经围绕着自己的其他外门弟子，此刻已经刻意的与他疏远了距离。一场盛大的宴席足足持续了3天3夜，这还是萧炎刻意说明自己要先回去一趟的缘故。毕竟作为神灵，他们有着近乎无尽的寿元，一次闭关数百年上千年都是寻常。若是遇到性情相投的道友，一次论道，一次饮酒，有个10年8年也是正常。所以对于迎接萧炎这种层次的道友，风灵创世神要做这些事情的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不过萧炎却是不愿再浪费太多时间了。
如今他手中有着大把的元晶和世界本源，正急着赶紧回到元神界将其炼化。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早日成为和道境才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萧炎很快便是带着纳兰嫣然准备离去。师尊，纳兰嫣然站在风灵月影宗的山门之外，望着那中年美妇秦长老，也是眼眶微微泛红。来到风灵月影宗这些年，中年美妇对他的照顾的确很多，比起当年的云韵都是丝毫不差。嫣然，秦长老同样不舍，这10年的时间，他都快把这个弟子当成半个女儿了，否则也不至于看到纳兰嫣然有危险，便是立刻站了出来。好了好了，只是带你回去一趟而已，今后你若是愿意，等我将传送阵搭建完毕之后，你再回来便是。望着这师徒二人难舍难分的样子，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秦长老，今后若是也欢迎来到我延神界做客，我想你跟嫣然的另一位老师，也就是我的妻子，一定能够性情相投。萧炎冲着秦长老温和一笑，而后便是带着纳兰嫣然离去，只留下秦长老呆呆地留在原地。当然还有一旁的风灵创世神和其他众多神灵长老。萧炎的妻子是那纳兰嫣然在过去老家的老师。风灵创世神与几位太上长老相互对视一眼，便是已经心领神会。直到目送萧炎离去之后，风灵创世神这才再度看向了一旁的秦长老。哼，秦长老，倒是没想到你竟然有着这般的魄力，愿意在那等关键的时刻为自己的弟子出头。风灵创世神笑呵呵地看着面前的秦长老。当时的风灵创世神的确是只顾着发怒了，如今等到一切回忆起来，他才发现这位秦长老的确是勇气可嘉，能够为了自己的弟子如此出头的女人，的确是无比的罕见。宗主过誉了。被风灵创世神当众夸赞，秦长老的脸上都是有些惴惴不安。此刻的他内心深处的确是感到了有些惶恐，毕竟风灵创世神在风灵月影宗的地位实在是太高，往日宗门内的大小事务都是6位世界神的太上长老处理，宗主几乎很少参与这些事情。如他们这些亲传弟子只是长老，很多人一辈子都未必能够跟宗主说上2、3句话。如今被风灵创世神赞赏，秦长老的内心的确是有些惶恐。哼，依我看，你的实力在众多执事长老当中也算不错，在人品方面更是无可挑剔，让你如今去镇守万法阁的人格倒是有些屈才了。风灵创世神望着秦长老笑道：这样吧，从明日起，你便是跟着东风长老去镇守封神谷，按照宗门的规矩，你还可以携带5名弟子一同前往。风灵创世神仅仅一句话，便是已经令秦长老呼吸都是略微急促了几分。至于周围其他的执事长老，看向他的眼神已经是不能用羡慕来形容了。封神谷，那是宗主当年的悟道之地，那一片绵延千万里的峡谷当中，处处都是风之大道的痕迹。在这其中，无论是风属性能量，还是对于风之大道的感悟，都将远远超过常人。在过去，只有最有希望成为神灵的执事长老和亲传弟子才有资格长期驻守封神谷，这已经是执事长老当中最好的待遇，不但能够整天观摩这处风水宝地，就连每个月的供奉都要比其他执事长老多上5成。多谢宗主。秦长老当即就单膝跪地以表示感谢，风灵创世神却是满不在意的摆了摆手。封神谷的机缘对于这些执事长老和亲传弟子们而言是巨大的好处，可对他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些小恩小惠罢了。他在乎的不是什么纳兰嫣然，也不是什么秦长老，只是想要给萧炎留下一些更好的印象罢了。对付这种人物，交好要徐徐图之，可得罪却是一定不能有的。东风长老，等下你就带着秦长老去交接一下手续，然后在封神谷给他挑一处最好的洞府。风灵创世神吩咐一名世界神道，而此刻萧炎却是已经带着纳兰嫣然，每一步都是跨越了100亿里的遥远距离，短短不到3天的时间，便是已经跨越了无尽遥远的星河，回归到了炎神界的外界。而此刻的纳兰嫣然，在看到面前这巨大无比的小型大世界之后，一双美眸则是再度充满了震惊。这是斗气大陆？纳兰嫣然有些不可置信地望着脚下的这方大世界。在外界磨砺了这么10多年的时间，他的眼界的确是开阔了太多，许多大千世界天至尊都见识不到的东西，他却是能够跟随风灵月影宗见识到。因此他更加的清楚下位面的4级之分，也更清楚大世界的区别。而面前这个庞大无比的小型大世界，虽然仅仅只是最开始的大世界模样，可它的直径的确是超过了10亿里，甚至在这些年的扩张当中，已经接近了20亿里。这怎么可能是一个下位面的面积？当年的斗气大陆若是有着这样的体量，又怎么可能连个斗帝都诞生不出来？纳兰嫣然一路走来，那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情再度激荡了起来。哼，你没有看错，这的确是当年的斗气大陆，只不过如今这里已经改名为炎神界了。见到他这副呆滞的模样，萧炎也是微微一笑，这才说道：跟我来吧。话音落下，
面前那庞大的炎神界便是自动裂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而萧炎则是带着纳兰嫣然很快进入其中。时隔10几年，当纳兰嫣然再度走进斗气大陆的那一刻，面前的景象则是令他更加的惊愕。只见如今的斗气大陆，或者说是炎神界，面积比起当年大了千倍万倍，一处处新的山川河流、沙漠湖海在世界的各方孕育着。不过，当年纳兰嫣然离开斗气大陆之前，本就仅仅只是刚刚成为斗圣，更是常年待在山门未曾离开，所以对于当年的斗气大陆全貌也并不是太过了解。况且如今斗气大陆虽大，但与风灵大世界比起来还是小了太多。真正令他感到震撼的，还是天地间那浓郁无比的能量。虽然炎神界的面积还无法与风灵大世界相比，可同为大世界，其能量的浓郁程度却是十分接近。或许如今的炎神界还比不上风灵大世界一些能量浓郁之地，但总体而言已经是十分接近了。甚至于在天地之间，已经隐隐有着丝丝元气流转，这都是一个大世界欣欣向荣的标识。就连那大地之上，都是时不时有着强者化作流光疾驰。过去在斗气大陆一些小地方称得上一方高手的斗王、斗皇，在如今的炎神界几乎是遍地可见。以斗气大陆如今的能量浓郁程度，只要有着一些修行天赋，然后刻苦修行，走到这一步基本上都是轻轻松松。甚至就连斗宗、斗尊也是偶尔可以见到。这些曾经足以称为顶尖的强者，在如今的斗气大陆也只能算是寻常高手。唯有到了斗圣这一层次，虽然数量也远远超过了过去，但依旧是一道巨大的门槛。当然，随着能量的越发浓郁，各种资源宝物的不断诞生，更是有着菩提祖树和4大混沌灵根，突破斗圣也并非是什么难事了。当然，这是对于一些天才或是大势力而言。斗圣在如今的炎神界依旧是区分普通生灵和超凡存在的一道巨大门槛。只有成为了斗圣，算是真正站在了如今炎神界的强者门槛当中。这种难度大致相当于当年突破成为斗宗的难度。至于斗圣之上，天至尊的气息也是不在少数。以萧炎如此庞大的资源堆积之下，当年那些修为在5星斗圣之上的强者们，如今已经有了大半成为了天至尊，剩下的一小部分也是成了斗帝，距离天至尊也只差最后一步。如此变化，实在是令纳兰嫣然很难相信，这是当年那个小小的斗气大陆。两人穿梭虚空，一个闪烁，便是来到了那位于世界最中央的炎神殿当中。似是察觉到了空间的变化，炎神殿附近的很多强者都是脸色微微变化，一个个都是神色不善的来到这里。可是在看到萧炎的面容之后，他们脸上的表情瞬间转化为了恭敬。炎帝，炎帝大人！一名名强者连忙行礼，令纳兰嫣然更加的心惊，因为他发现这些强者的修为最低的竟然都是斗圣，甚至其中连天至尊都有这几位了。你们都下去吧。萧炎微微点头，他的这道身体外出的这3年多里，本尊虽然还能分出一些神力化身，但却是很少离开炎神殿，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留在炎神殿当中陪着家人。毕竟如今的炎神界大部分琐事都是交给元老会去管理的，只有在遇到一些元老会都觉得棘手的问题之时，众多元老才会通过萧玄将事情通知给萧炎。这之后，萧炎便是带着纳兰嫣然一路前行，直到了另一处宫殿之后，才缓缓地停下脚步。两人走进宫殿之后，还未进入主殿，一道少女的声音便是已经从其中传来：“老爹，你终于来看我和娘了。”话音落下，一身穿白裙的少女便是已经从主殿当中跑出，看到萧炎出现之后，脸上都是露出一抹甜甜笑容。此女乃是萧炎与云云所生的女儿萧云。哼，云儿，爹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最近倒是疏忽了你们了。萧炎看到少女之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笑，嘴角带着宠溺，而后随手掏出一枚储物戒指放在少女的手中。这些是爹在外界这几年弄到的一些小玩意，你拿去跟你几个姐姐哥哥一起分享吧。听到这句话，萧云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顿时一亮，一口一个爹爹，高兴的喊个不停。只不过当他看到萧炎身后的纳兰嫣然之后，他的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古怪和警惕之意。爹，这个阿姨是谁？萧云有些警惕地望着纳兰嫣然。论起容貌，萧云也是一等一的美人，毕竟是融合了萧炎与云云的基因，加上修行和大量宝物的积累，自然是十分漂亮。只不过纳兰嫣然同样也是个大美人，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岁月根本不可能在她这种修为的强者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仅仅只是看容貌，她甚至看着只比萧云大上一点，可她身上那种历经风霜沉淀出的成熟气质，却是萧云根本无法比较的。毕竟萧炎本来就比较宠女儿，而萧云的实际年龄也的确是个不过16、17岁的少女，那种成熟的韵味，可不是她一个黄毛丫头能够比拟的。阿姨，望着面前这个16、17岁的少女，纳兰嫣然只感觉一阵恍惚。这是你和老师的女儿？
纳兰嫣然忽然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目光落在少女的身上，依稀看到20年前云岚宗当中那个依偎在老师身边的少女，同样的意气风发、天真烂漫，同样的傲娇调皮，甚至就连少女耳朵上那一对宛如翡翠的耳坠，也是与老师当年赠予自己的那一对几乎一样。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呢？少女依旧有些警惕地看着纳兰嫣然，目光在萧炎的身上都扫来扫去，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爹，你可是说过只娶6个的，你可不要再给我弄得妈回来了。萧云有些委屈地盯着萧炎，说出的话却是令萧炎有些哭笑不得。你这个丫头！萧炎作势要打，却是被萧云轻松躲开。他自然知道爹爹是舍不得打他的。云儿，你都在这说些什么呢？你爹回来了也不赶紧告诉我。就在这时，一道柔和声音从主殿当中传来，而后便是一身穿白衣、雍容华贵的绝美少妇从其中走了出来。她出来的时候还是笑意盈盈，甚至一双美眸都是带着几分欣喜。毕竟她也有着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萧炎了。萧炎留在炎神界的毕竟只是一具神力化身，有些事情可是没法直接做的。不过当这白衣绝美少妇目光扫过纳兰嫣然的那一刻，她的身躯却是骤然僵住了。四目相对，纳兰嫣然也是浑身如同触电一般僵硬，一双眸子盯着面前的绝美少妇，眼泪已经无声的滴落。老师，对于云韵，纳兰嫣然的感情自然是难以言喻的。虽然后来的秦长老对她同样有着大恩，也同样的宠爱，但她当年毕竟是幼小之时就拜入到云岚宗，成为了云韵的亲传。在那个懵懂的年纪，云韵对她的重要性实在是太大，几乎是如同姐姐，又如同半个母亲。嫣然，真的是你吗？云韵这一刻也是美眸泛红，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10几年来，她经常会思念着纳兰嫣然，甚至看着自己渐渐长大的女儿，都会不自觉地想起曾经的弟子。如今自己这个失踪了近20年的弟子终于回来了，师徒2人顿时抱在一起，抱头痛哭。爹，这就是娘口中常说的那个纳兰嫣然吗？一旁萧云有些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无奈地点了点头。去找你几个姐姐玩吧，让他们2个自己待一会儿。哦，好的。萧云轻轻点了点头，虽然内心好奇，但还是比较听从老父亲的吩咐，很快便是找一群姐姐了。而萧炎也没有刻意的停留，很快消失在原地，留给2女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多年不见，他们的心中或许有着很多话要说。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纳兰嫣然在云韵那里足足待了1天1夜，才暂时告别云韵离开。她在斗气大陆可并非是只有云韵一个亲人，经过云韵的渠道，她很快就找到了纳兰家族如今所在的位置，依旧是当年的加玛帝国，可家族的变化依旧是很大。毕竟作为炎帝的家乡，这片地域虽然不是大陆上最为繁华之地，却也是有着极为特殊的机遇。当他再度见到自己的爷爷纳兰杰的时候，纳兰杰已经是斗尊巅峰的修为，就连父亲纳兰战都是跨入到了斗尊层次。纳兰家族因为在萧炎上一世的不好表现，在这一世也是未曾被萧炎特别关照太多。可这个家族毕竟是与萧炎有着一些关系，也是炎盟的早期分子之一。这些年来，凭借着天地能量的越发浓郁，加上在炎盟持有一点点原始股，纳兰家族的强者进步还都是颇为不错的。当然，这一点比起隔壁的米特尔家族就根本没法比了。海波东、亚飞等人这些年完全就是拿天才地宝当饭吃。海波东天赋本来就还算不错，如今已经是距离地至尊只差最后一步，突破之后便是可以成帝，然后再进一步成为天至尊。至于亚飞，有着萧炎亲自灌溉，早就已经成了斗帝，只是他的先天修炼天赋的确不好，至今还没有成为天至尊。感受着周围所有人的变化，纳兰嫣然对于现在的斗气大陆已经是越发的陌生。要知道，他在风林月影宗这等修行宝地苦修了10几年，多次游走于生死边缘，这才距离天至尊只差最后一步。可他一回来，便是发现周围那些熟悉的人很多都不比自己差了。他的老师云韵也已经先他一步成为了天至尊。不过他的归来终究是让纳兰家的人无比的喜悦，尤其是在察觉到纳兰嫣然的修为之后，众人的心中则是更加的狂喜。要知道，纳兰家族这些年进步虽然不小，可比起同期那些炎盟的原始股们可是差得太远了。在如今的炎神界，没有斗圣强者坐镇，那就是一个小家族而已。可纳兰嫣然离开10几年，归来竟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纳兰家族或许也能够出一位天至尊了。纳兰杰等人欣喜若狂，即便是放在如今的斗气大陆，拥有天至尊的家族也算得上是顶尖家族了。顿时，纳兰家族举行了盛大的家族聚会，欢喜纳兰嫣然的归来。至于此刻的萧炎，则是早就在自己的几个妻子之间游走。几日的时间，他让众女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创世神的伟力。
一座清静优雅的宫殿当中，萧炎正横躺在一张大床之上，在其一旁，青眼镜脸色红润，气色十分的舒畅。晨儿这几年怎么样了？久旱甘露之后，萧炎这才想起来小儿子沐晨，算算年纪，这小家伙也已经快15岁了。放心吧，晨儿这些年的表现非常不错。前不久，我刚刚安排了他跟洛神族的那个小女娃碰了面，这两个小家伙的确像你说的那样，非常有缘分。青眼镜想起自己的儿子，一张美丽脸庞上也是有着柔和笑意。不过，他的眉头微微皱起，似是隐隐有些无奈。不过什么？萧炎微微一愣，看向青眼镜道：“不过，他现在身边可不只是那个洛神族的小家伙，还有灵犀和九幽这两个丫头呢。”说到这里，青眼镜看向萧炎的眼神才越发的幽怨了几分。你这儿子，不光修炼天赋随你，在这方面也是跟你真像呢。胡闹！什么叫那方面像我？我是何等钟情之人！听到青眼镜话里有话，萧炎忍不住脸庞微微板了起来，似是有些不悦。青眼镜却是毫不在意，只是笑着摇头道：“其实倒也没事，我看晨儿身边的几个女孩都是不错，就算都娶回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她们自己不内斗就没问题。对了，之前他还遇到吴祖家的那个小丫头，我看那女孩也是相当不错呢，还有温家的、武家的。”青眼镜说着说着，竟然掰起了手指。望着这一幕，萧炎忽然有些无奈地拍了拍额头，竟然还说我有问题，明明是你这当妈的不好好教育。如此温存了10日之后，萧炎也是再度从温柔乡当中走了出来。当然，再度出现之时，已经是来到了炎神界的世界之胎当中。望着脚下那近乎一望无际的大地，萧炎心中却是并不满足，他的目光反倒是看向了远处的大千世界。如今的炎神界虽然成为了大世界，可却是最小的一种大世界，许多创世神想要将其毁灭都是轻而易举。而萧炎的本尊实际上已经与炎神界融为了一体，想要再进一步突破，成为河道境，首先便是要让炎神界再度进化。所以开始吧。萧炎站在世界之胎当中，混沌熔炉再度从身后浮现，而后混沌熔炉缓缓旋转，当初从日食大世界掠夺而来的大量世界本源开始被他迅速炼化，而后以一个疯狂的速度融入到了炎神界的世界本源当中。轰隆隆，浩荡无尽的世界本源疯狂融入，令炎神界的位面本源开始迅速庞大起来，天地间的能量再度浓郁，增长的速度却是没有过去那般迅猛。大世界与大世界之间的面积或许有所不同，但能量的浓郁程度却是相差不大，除非是如同天元界、菩提界、玄渊界等扩张到极致的大世界，因为世界本源已经达到饱和，所以多余的元气会自动流入大世界当中，使得这大世界的能量和元气更加的浓郁。而炎神界现在的世界之胎力量越发的壮大，所造成的还是这一方大世界的面积开始迅速的扩张起来。而随着世界之胎的越发壮大，与其一同伴生的位面之灵菩提古树在这一刻同样越发的壮大，只是他在这一刻却是仿佛陷入到了平静，体内的神力都是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任由涌入多少元气都无法再被炼化吸收。望着这一幕，萧炎屈指一弹，当日从菩提道祖那里得到的一团菩提真元便是直直的落入到了菩提祖树的体内。嗡！当这一道菩提真元落入其中之后，菩提祖树瞬间爆发出无尽的璀璨光华，就仿佛被打了鸡血一般，碧绿的光华再度笼罩了整个炎神界。他的体内仿佛有着什么东西忽然破碎了一般，顿时突破了出生神巅峰的瓶颈，朝着世界境迅猛的进发。望着这一幕，萧炎没有丝毫的惊讶，仿佛早有预料一般，只是将那被源源不断炼化的天地元气化作一条巨大的瀑布，顺着菩提祖树垂落。元气瀑布垂落，菩提祖树贪婪地吸收着其中源源不断的世界本源，神力迅速转化，并且朝着世界神巅峰的方向一路前行。在这菩提祖树的下方，早已得到通知的炎神界强者们则是早已等候在了此地。薰儿、彩铃、小医仙、云韵、亚飞，乃至纳兰嫣然、萧玄药老，还有诸多强者，在菩提神树进化的那一刻，便是已经纷纷闭关进入到修行状态。菩提神树每一次突破释放的无尽神华，对于低阶的生灵都是一次恩赐，堪称是一次顿悟的机会。而此刻那源源不断垂落的元气瀑布，即便是被菩提祖树吞噬了大半，可残留的一小部分依旧是海量的元气。顿悟的状态加上源源不断的元气供应，这是何等宝贵的一次机会。众人心中震撼于萧炎的手段，却也更明白这次机会的珍贵。于是乎，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菩提祖树之下便是宛如鞭炮一般的有着接连不断的突破之声不断的响起。毕竟在这等机缘面前，若是不能有所收获，那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3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天都有着斗尊突破成为斗圣的事情发生，甚至每个月都会有着一位新的斗帝乃至天至尊诞生。若是有人在其中计算
便是能够察觉出这短短3年的时间里，菩提祖树之下诞生的这些强者的数量，所消耗的元气，怕是能够瞬间抽空一座超级位面。可如此数量的元气，对于萧炎而言，却是依旧犹如九牛一毛，因为他从十日大世界所掠夺来的天地元气，是整个十日大世界的30%。十日大世界虽然连大千世界的面积都不如，可终究是直径超过200亿里的巨大世界。这等大世界近乎30%的世界本源，足以媲美近100座大世界的本源，换算成元晶，足以超过上亿，足以另一位创世神修炼到巅峰了。所以，用这般庞大的元气来补充一群连神灵都不是的强者，即便是任由他们吞吸，也吞吸不了多少，未成地境，甚至都无法炼化元气，只能趁着少部分元气化为巨量的天地能量的时候来吸收炼化。饶是如此，在第3个月的时候，纳兰嫣然便是率先突破，成为了一位新的天至尊。他的天赋本就还算不错，虽然算不上最顶尖的天骄，可也经过了风灵月影宗的外门弟子考验，又在风灵月影宗历练多年，积累颇为的深厚，故而在得到2种机缘之后，便是顺利突破，达到了天至尊的层次。突破之后，纳兰嫣然都是没有任何的骄傲，反倒是死死地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朝着更深处修行。第6个月，亚飞在经过了萧炎多年的灌溉和指导，积累足够深厚之后，也是在这般的机缘之下顺利突破，踏入到了天至尊的层次。之后，就连纳兰杰都踏入到了斗圣层次。至于药老、虚儿等人，则是趁此机会也同样踏入到了圣品。3年的时间一晃而逝，菩提祖树却是依旧贪婪地吞噬着那近乎无穷的元气，直到3年之后，那无尽的神华才缓缓收敛。这一次，他真正进化到了极致，世界神巅峰，这是菩提道祖之外任何一株菩提祖树的极限。想要再进一步，除非是打破菩提祖树的生命本质，进化成另外一种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生命，否则他便是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可能。不过即便是如此，那菩提祖树的心情此刻都是颇为的不错，因为来自生命本能的源头告诉他，他已经达到了同类的极限。啊！又是一道惊天动地的龙吟之声响起，无数金色的雷霆忽然在菩提祖树那直径超过100万里的巨大树冠之上游走，最后汇聚成了一条长达10万里的金色雷霆神龙。神雷滚滚，仿佛煌煌天威，正是当年的九玄惊雷。它本就是先天雷灵，经过萧炎点化之后，又经过无尽的元气滋养，这一刻，九玄惊雷终于进化为了真正的先天神灵。一方大世界浩瀚无尽，本源之力远超超级位面100倍1000倍，诞生一些先天神灵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像萧炎之前遇到的那些出生境神灵，几乎大部分都是先天境神灵，因为后天修炼而成的神灵，在经过数万年沉淀修炼之后，很多都是有希望踏入到世界境的。而九玄惊雷便是炎神界诞生之后的第2位先天神灵，排名第1的则是已经进化到极致的菩提祖树。惊雷滚滚，震撼了世间无数生灵，那金色雷龙在旋转片刻之后却是骤然收缩，最后化作一金一俊美青年，然后落在了萧炎的脚下。九玄惊雷，多谢主人当年的点化之恩。金色俊美男子直接单膝跪在了萧炎的面前。起来吧，你我当年有缘，你如今能有今天，本身也是有着大气运加身。萧炎看着面前的九玄惊雷笑道，你乃是先天雷灵所化，天生便是天赋异禀，想要获得力量比很多弱小生灵要容易得多。可正是因此，你经历的魔力和悟性实在是太少，所以需要好好沉淀，好好修行，切莫不可因为自己成为了神灵而骄傲自满，否则将来怕是在无望成为世界神。萧炎望着九玄惊雷，这些先天神灵一旦化为人形，似乎都喜欢化作一俊美男子或者是美丽女子的样子，其毛发乃至衣着的颜色则是与他们自身的能量属性颜色接近。如那金乌大世界的一群金乌们，大多也都是以金色俊美人形示人。身为先天神灵，他们天生就更容易获得强大的力量，可正是因此，他们从来未曾领略过弱小，加上思维方式不同，反倒是更难领悟大道。要知道，先天神灵的悟性也是有着高低之分的，他们虽然天赋异禀，但论起最根本的悟性，却是绝大多数都难以与那些从弱小一路走来的后天神灵媲美。毕竟能够从弱小的后天生灵一步一步修炼到神灵，哪一个不是悟性、心性、天赋都恐怖的匪夷所思。是，主人。九玄谨遵主人教诲。九玄惊雷点头称是，他看向萧炎和菩提祖树的目光也是十分的火热。进化成为神灵，方才能知晓主人的强大，才能有着更高的目标去仰望。你继续待在菩提神树上，我的元气扩充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100年时间都是我炎神界的扩张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好好吸收元气，领悟天地造化，成为出生境巅峰应当不难。至于成为世界境，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萧炎点了点头，微微一挥手，九玄惊雷便是领命称是，再度化作10万里的金色雷龙，
盘踞在菩提祖树的一颗巨大枝干之上。此刻，萧炎却是神魂之力扩张，弥漫了整个炎神界，嘴角也是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3年的时间里，他将从10日大世界得来的近3成元气，已经彻底的炼化，融入到了炎神界的世界本源当中。而有了这些世界本源的融入，炎神界的面积正在急速扩张，不但世界本源变得无比的厚重，就连面积也是扩大了10倍不止。如今的炎神界直径已经达到了惊人的80亿里，更多的天材地宝和洞天福地，在这3年当中都是不断的出现。而斗气大陆的强者们，在这3年的时间里，修为几乎是每人都再度跨越了一个大境界。如萧玄、虚儿、小医仙等人都是已经修炼到了圣品巅峰。炎神界的天至尊数量在这3年当中正式突破100人，很多前几年刚刚成为天至尊的强者，在这3年当中修为再度突飞猛进，一个个都修炼到了灵品巅峰，有些更是迈入到了仙品，就连药老如今都是修炼到了仙品巅峰。只可惜修炼到了如今的境界，大部分强者的潜力已经被挖掘到了极限，若是没有更大的机缘，他们很多人怕是一辈子都要卡在仙品巅峰了。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在整个宇宙的修炼体系当中，斗尊迈入斗圣，神魄境迈入至尊，在每一个世界位面都是第一道巨大的门槛，而迈入天至尊则是第2个巨大的门槛。如果说迈入前2者在足够的资源堆积之下还是比较容易的话，那从仙品巅峰到圣品便是第3个巨大的门槛。当年斗气大陆的那一批顶尖强者，比如没有萧炎帮助就能修炼到斗圣的那一批强者，只要有着足够的资源，修炼到仙品巅峰都没有什么问题。可若是想要迈入圣品，那便是无比艰难的一件事。所以无论在大千世界、天元界还是风灵大世界，到了圣品天至尊这一相似层次的强者，才有资格位列真正的高层。当然凭借外物也有着种种取巧的方法助人成为圣品天至尊，可那付出的代价却是足以培养10个100个圣品。就算是很多出生神的全部财产，也只能勉强催化出一个圣品，这种代价实在是太大，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动用。以萧炎如今的财富，自然是可以将亲朋好友也提升到这一步，可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很多人这辈子的极限注定就要停留在仙品巅峰了。不过这比起他们当年已经好了不知道多少，毕竟他们现在一个个都有资格成为一座下位面的主人了，想要再培养出更多的强者，也只能靠着后面诞生的无数天才了。萧炎轻轻摇头，而后便是再度将心神放到了世界之胎当中。10日大世界的世界本源只是一道开胃小菜罢了，古藏大世界那一般的世界本源才是真正的盛宴。随后一枚储物戒指缓缓地漂浮到了混沌熔炉的上空，而后在所有强者目瞪口呆的目光当中，一枚枚蕴含着精纯元气的元晶从中仿佛不要钱一般的跌落。一时间，一道比先前那道元气瀑布还要磅礴了10倍的元晶天河从天而降，朝着混沌熔炉的方向倾洒而下。顿时一股更加庞大壮阔的元气洪流融入到了世界之胎当中，令世界本源开始更加的庞大。炎神界的面积开始再度疯狂的扩张起来，只是菩提祖树却是不再爆发那般可怕的光芒，而是仅仅停留在世界神巅峰。它已经达到了生命本质的极限，若是没有天大的机缘，已经是不可能再进化。反倒是九玄惊雷在那元气扩张的同时，身体再度贪婪地吞吸着其中的元气。他才刚刚踏入到出生神境界，距离巅峰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倒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积累神力。至于斗气大陆的众多强者们，也是纷纷抓住这个机会再度修炼起来。只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潜力已经被挖掘到了极限，即便是能够得到这个机会，他们的极限大概也就卡在仙品巅峰了。不过换个角度去想，仙品巅峰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若是没有萧炎的帮助，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未必能够成为斗帝甚至是斗圣。从这一天开始，炎神界原斗气大陆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进化时期。这一进化时期要比过往的任何一次都要漫长，一方大世界想要进化，不但要有着庞大的世界本源滋养，更要有足够稳定的架构。过去炎神界的面积不大，有着萧炎和菩提祖树这一世界之灵的控制，只要世界本源之力供应充足，便是能够迅速扩张。可当它的直径超过100亿里之后，那便又是另一回事了。到了这般面积，扩张的速度注定会慢上许多。可即便是如此，在那源源不断的世界本源供应之下，炎神界的面积依旧在不停的扩张。不但是炎神界的面积在不停的扩张，就连环绕在炎神界之外的10大附属超级位面都在受到这世界本源越发庞大的影响，在缓缓的扩张着。甚至于炎神界在这些年当中都是在不断的演变着一处处的小天地，进而进化脱离出炎神界，成为环绕在其周围的一个个下位面。当年仅仅只是一个下位面的斗气大陆，
如今的面积正在不停地接近着大千世界，一眨眼便是100年时光匆匆而过。100年后，大千世界大千宫疆域范围的一处山峰之巅，4道身影正盘坐在一玉案一旁，各自的脸上都是带着一抹笑容。萧晨，恭喜！呵呵，贤婿，恭喜啊！吾儿果然有河道之姿。青山剑圣、五祖灵动、炎帝萧炎都是笑着看着面前那从容笑着的青年。青年的面容与萧炎隐隐有着丝丝相似，可气质却又有些不同。比起萧炎的洒脱，青年则是多了一种从容。这青年便是大千世界100年来诞生的第4位主宰境大能，也是炎帝萧炎的小儿子，五祖灵动的女婿萧晨。望着面前的小儿子，萧炎的心中也是百感交集，心道自己这个小儿子真不愧是大气运加身之人，是大千帝君口中的第3位大气运者。至于另外2位大气运者，自然是萧炎和灵动。至于青山剑圣，虽然同样有着气运加身，却是比3者要略差一些。他修炼在萧炎出现之前苦修数百年，却也只是圣品巅峰，直到有了萧炎的多次帮助，才领悟剑之大道，顺利突破到了出生境。而后100年的时光里，他也仅仅只是修炼到了出生境巅峰，距离世界神都还差着最后一步。这般天资虽然已经媲美了当年的不朽大帝，却是与萧炎3人依旧有着巨大的差距。若是发展正常，1000年之内成为世界神倒也不难，至于成为创世神，那就要看他自己的机缘造化了。与之相比，萧炎3人就太过逆天了一些。有了萧炎的帮助，灵动在萧炎归来后的第10年便是已经领悟大道，顺利达到出生神境界，得到了世界意志的承认，成为了大千世界的第2位主宰。而后有着萧炎带回来的大量法门参悟，加上世界意志加持之下，对于大道的感悟更加的清晰。他仅仅用了60年，便是再度迈入从出生神达到了世界神的层次。而萧晨在萧炎归来之时上，还只是一个14、15岁的小家伙。可随着他正式的走进大千世界，一个新的天才传说便是开始光照万古，镇压了当代的无数豪杰。他的天赋实力简直是势如破竹一般的横穿整个世界，震惊了大千世界的所有人。整个大千世界的历史上，都只有炎帝萧炎能够在同龄之时压他一头，就连五祖灵动在同龄之时都是远不如这萧晨。当然，这并不是说灵动的天赋不好，而是父子2人一个比一个开的挂更大。萧炎就不用说了，带着和道境的记忆再度走完一遍世界，他的种种行为已经难以用逻辑去推断。而萧晨则是从小就受到了最好的培养，而且是与灵动同一时期得到的那些神灵们创造的秘术，进步速度自然是飞快。故而他不到30岁便是已经达到了圣品巅峰，而后以40岁的年纪就领悟了部分的时间大道，顺利跨入出生神境界，然后得到世界意志加持，成为大千世界的第4位主宰。当时一门双主宰直接震惊了整个大千世界，令无数人沸腾。而后萧晨在萧炎的指点之下，跟随灵动和青山剑圣暂时离开大千世界，去真正的宇宙当中磨砺，与魔神们厮杀战斗，历时60年的时间，便是再度突破，成为了第3位世界神。他的天赋的确是震惊万古。青山大伯、岳父、父亲，都是你们教导的好，否则也难以有我的今天。萧晨坐在一旁，手中端着酒杯，对着3人敬酒。闻言，3人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随着萧晨迈入到世界神境界，大千世界的实力的确是越发的强大。即便是不算萧炎，放在浩瀚宇宙也算得上是一方颇为强大的大世界了。事实上，大千世界不光是有着这4位主宰境界的强者，这100年来，在萧炎的帮助之下，在大千帝君赠予的大量神灵秘术帮助之下，大千世界已经陆续诞生多位半步主宰，如不死之主、真龙帝等强者，也是隐约触摸到一丝大道，加上外力辅助，也是成为了半步主宰层次的强者。不过，他们的天赋其实比起青山剑圣还要差上不少，故而哪怕是已经诞生了足足5位半步主宰，可也没有人觉得他们一定能够成为真正的主宰。倒是炎神界，这100年来倒是又多出了2位半步主宰。这2位，一个是玄帝萧玄，另一个却是小医仙。小医仙，这个曾经饱受恶难毒体折磨的女孩，却是在那大量神灵秘术当中参悟毒之大道有所收获，领悟了一丝毒之大道。虽然仅仅只是一丝，可实力却也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圣品巅峰，一跃跨入到了半步主宰的境界。按照萧炎的估计，这2人的天赋倒是与青山剑圣相差无几，再给他们100年的时间，必然能够成为真正的出生神，得到炎神界的世界意志加持，成为主宰层次的强者。可若是想要成为世界神，那便是与青山剑圣一般，只要需要1000年岁月了。至于彩铃、薰儿等人，如今虽然一直隐约触碰到那一层无形的瓶颈，却始终未曾真正的跨出。青眼镜倒是同样步入了半步主宰，领悟了一丝天机大道。
可他暂时倒是属于大千世界阵营的强者。至于云韵、亚飞、肖战乃至萧鼎、萧丽等人，即便是萧炎耗费大量资源帮助，他们的修为终究是停留在了仙品巅峰。修行路越到高度，越看一个人的天赋。同样是大道，在不同层次的天才眼中，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当努力被拼到极致之后，剩下的便只能看天赋和气运了。四人一边喝酒一边闲聊，突然，五祖灵动的双目微微一亮，眼中露出一抹惊喜之色。岳父，怎么了？萧晨有些好奇地看着灵动，灵动却是咧嘴一笑，遥遥地指向了天空。四人目光顺着看去，便是透过世界魔壁，看到一座直径超过9亿9千万里的巨大位面，仿佛到了极限，瞬间突破了10亿里的直径，开始朝着更大的面积急速扩张了过去。我的家乡也终于进化为一方大世界了。灵动眼中带着一抹喜色。天元大陆在五祖这些年用海量的资源培养之下，也终于达到了下位面的极限，并且顺利突破，成为了又一方大世界。虽然如今的直径不过10亿里多一点，但在若干年之后，或许便是下一个天元界，而且这一界如今的名称也要改名为五界了。除了灵动的五界，青山剑圣的麾下也早已多出了剑界。倒是萧晨，虽然这些年修为越发的强大，可并没有搞一个大世界的想法。他出生在大千世界，父亲又是炎神界之主，族人亲人也都在这两界当中，根本没必要再搞一方大世界。这大千世界将来就完全可以成为他的大本营。呵呵，恭喜灵兄了。萧炎咧嘴一笑，众人望着萧炎，却是将目光看向了天幕之外，那另一处庞大无比的世界。与这一方大世界相比，如今刚刚诞生的五界、剑界都是如此的渺小。那里是一方直径已经快要达到600亿里的超级大世界，也就是如今的炎神界。100年的时间，炎神界的面积甚至已经超越了大千世界，成为了新的超级大世界。两座大世界的面积也是随着其扩张变得越发的遥远。好在萧炎早已经在两座大世界当中布下了传送阵，如今炎神界与大千世界的往来倒是十分密切，双方强者轮流走动，互通有无，令两座世界的强者数量都在不断的增强。疆域一旦放开，人口的数量将会呈现几何式的增长。100年下来，当年那个下位面的人口数量已经遍布了600亿直径的炎神界，人口的数量都快接近大千世界，最多再有100年，炎神界的人口和强者数量就将真正的与大千世界无二。而如今，这海量的人口数量便是已经诞生了许多天才，这些天才被炎神殿吸收、培养，在完整的修炼体系和充足的元气培养之下，炎神界这100年的时间便是已经再度诞生了数百位天至尊，甚至随着世界的不断演变，先天神灵都再度诞生了近10位之多。只可惜，除了萧晨之外，并没有再出现一个萧炎这般的人物。不但是如今，就算是今后，也很难再诞生出一位了。绝世人物都是气运造化之功，并非可以随意孕育而生。当年大千帝君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改变了整个宇宙的气运格局，才令大千世界诞生了这么3位绝世人物。今后的大千世界也好，炎神界乃至未来的5界、剑界，或许依旧可以诞生出源源不断的强者，甚至世界神的数量都会随着时间慢慢增加。可有希望能够成为河道境的，却是未必能够如此。父亲，你什么时候准备突破河道境？忽然，萧晨的目光忍不住看向一旁的萧炎。虽然他如今已经站在了大千世界之巅，可他的实力与父亲萧炎比起来，依旧是远远不如。这100年来，萧炎的修为越发的深邃，令他如今依旧感到敬畏。我吗？萧炎闻言微微一笑，轻声道：“也就是这2年的事情了吧？”他修炼的乃是无尽世界体，身体已经与大世界融为一体。想要突破河道，首先便是需要世界无比强大、本源无比的雄魂。如此，以整个世界的力量为根基，才能爆发出同等级和道境都难以爆发的绝对力量。而这样做的最低标准，便是让自己融合的大世界直径要超过600亿里。毕竟，一位河道境若是愿意，一些100-200亿里的大世界都可以随手毁灭。唯有直径在500亿里以上的大世界，面对河道境的攻击才不会这么容易破碎，因为他们的本源已经比河道境的神力更加雄浑许多，只是因为其力量太过分散，世界意志更是凭借本能运转，所以很容易在河道境手中毁灭。又是3年后，炎神界的直径彻底超过600亿里，而萧炎的所有分身化身在这一刻都是同时消散，出现在了炎神界的世界本源当中。是时候该突破了。萧炎嘴角带着一抹笑容。早在当初他归来的第80年，萧炎便是已经将当初从古藏大世界带回的那海量的世界本源给全部炼化，而那时炎神界的面积也不过刚刚达到500亿里，倒是与现在的大千世界有些相似。之后的20年里，萧炎一直在外界的无数星空当中搜寻散落的大世界，偶尔偷袭一座魔道阵营的弱小大世界或是弱小位面，
加上他本尊竭力吞吸宇宙当中游离的本源力量，终于令这炎神界的直径达到了600亿里。600亿里的大世界，方才有资格在宇宙当中被称之为真正的顶尖大世界。许多创世神巅峰在成为创世神之后的漫长岁月当中，除了继续感悟大道、提升神力、秘烛以及炼制几件强大的宝物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将自己所属的大世界努力扩张，让世界本源越发的雄浑。因为唯有到了这种层次的大世界，其雄浑的本源之力才能让一位创世神在其中处于近乎无敌的状态，就算是河道境降临，也能撑上个3招5招。如当年的古藏帝君，一位河道境在古藏大世界当中都很难快速击杀他，是2位河道境联手才将其快速击杀。而如同菩提道祖，那更是真正无敌的存在，身处菩提大世界当中，便是真正的河道境都无法奈何他。而这种层次的大世界，其雄浑的本源若是全部供应在一位神灵的身上，自然是更加的可怕。而萧炎之所以耗费精力去修炼无尽世界体，所图的便是今天600亿里的大世界。虽然与那些直径1000亿里的最顶尖大世界还无法媲美，但作为一位河道境的能量源泉，也是真正够用了。而这100年来，他体内的神力自然是积累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所以，随着萧炎的心念一动，下一刻，整座炎神界的所有生灵都陷入到了一种诡异的静止状态，就连诞生在其中的近10位先天神灵，在这过程当中都是无法动弹。不过，好在他们的实力太过强大，最起码意识还能活动。可正是因此，这些神灵们才惊恐地瞪着眼睛，脸上露出一抹惊恐之色，难以想象究竟是怎样可怕的力量，竟然能够令他们这种层次都无声无息地中招。心中如此想着，他们便是发现天地已然变色了。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突兀的，整个天地之间的元气、能量都直接消失了整整1成。而后，一尊巍峨庞大、看不到尽头的可怕虚影，缓缓地浮现在了炎神界的上方。它有着足足1000亿里之高的巨大躯体。虽然仅仅只是一道虚幻到极致的虚影，可对于神灵级别的强者们而言，却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瞬间，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如果说炎神界的普通生灵因为空间的原因而暂时失去了意识，那在大千世界、五界、剑界等其他世界的高阶强者，在这一刻却是看得清清楚楚。正是因此，他们的浑身都隐隐有些颤抖，实在是面前的一幕太过于震撼人心。在那巍峨无尽的庞大虚影面前，即便是大千世界都显得仿佛一个小小的磨盘一般，至于五界、剑界，在这巍峨身影的面前，则更是不足一个巴掌大小。至于那无数的下位面、星辰陨石，则是真正的如同沙粒。此刻，整个炎神界都仿佛被囊括在了那巍峨虚影的体内。而后，星空当中开始出现了丝丝缕缕的火苗。火苗刚刚出现，尚还不怎么起眼，可是眨眼之间，便是席卷了整座星空。无穷无尽的火焰自星空当中诞生、舞动，仿佛在庆贺他们的主宰降临。这一刻，整个宇宙当中一切修炼火焰力量的生命都情不自禁地朝着这一方向跪伏了下来，他们的目光惶恐崇敬地望着星空的极远处。在那里，有着一道至高无上的威压降临，只要掌握了火焰力量的生命，在那至高存在的面前都要乖乖臣服。金乌大世界，金乌族从第一神君到下面刚刚诞生了灵智的金乌生命，这一刻都是纷纷跪伏在地，目光遥遥地看着远处的星空彼岸。大道共鸣！金乌族众多神君双目惊骇地望着那遥远的方向，是炎帝萧炎，他突破了，他成为河道境了，是火之大道，大道共鸣，这是火之大道的大道共鸣，有人突破河道境了，是炎帝，哈，炎帝终于突破为河道境了，我正道阵营终于诞生第11位河道境了。这一刻，整个宇宙的火之大道都在震颤，无数的火焰能量都在汹涌，即便是凡间的烛火，都仿佛跳舞一般在原地转动。这便是河道境的可怕之处，悟透了一种大道，并且与大道完美融合，深化大道，大道便是己身。他在自己的大道领域范围内便是无敌的存在，所有与他修炼同一种大道的强者都要被其轻松压制，因为他就是这一种大道的绝对帝王。故而，能够对付河道境的，只有同为河道境，融合彻底掌握另一种大道的河道境巨擘。轰轰轰！星空当中，无尽的火焰在星空当中沸腾，仿佛一片无尽的火海。那火海凝聚、压缩，原本惊骇世人的1000亿里虚影，终于缓缓地消失。而在1000亿里的巨大虚影消失之后，在那原地却是依旧有着一尊高达上亿里的火焰巨人在原地。这是一尊通体燃烧着绚丽火焰，通体铭刻着火焰铠甲，铠甲之上隐约有着大道符文显化的火焰巨人。这正是萧炎突破之后所凝练出的大道之体。大道之体乃是一种比神灵法相还要更加可怕的法相，也是这座宇宙法相的极限。这种大道之体
真正做到驾驭一方大道的浩瀚伟力于一身，威能无可匹敌。一掌下去，便是可以将一座直径100亿里的浩瀚大世界直接拍碎，将一位创世神拍成烟粉。这便是大道之体的威能，也是一位和道境的真正手段。而在其周围，方圆100亿里都是熊熊厚岩，正是和道境所拥有的另一手段——大道领域。大道领域之内，任何和道境之下的强者都要被压制。若是相同大道或是相克大道的强者，更是被绝对压制，即便是创世神巅峰都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和道境终于突破了，火焰巨人脸上带着笑容，那副容貌赫然便是萧炎的模样。而就在这一刻，足足10道身影降临了。当着10道身影降临的那一刻，整片星空都仿佛被无尽的大道气息所笼罩。10道身影降临，虽然每一道都仅仅只是投影，可每一道都仿佛是大道化身，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威能。这10道身影，赫然便是这一方宇宙如今正道的10位合道境巨擘。萧炎的突破引起了整个宇宙的火之大道共鸣，寻常强者或许难以察觉出多少，可和道境大能们个个都是已经与一方大道融合，能够轻松察觉出火之大道的隐晦波动。故而，在萧炎突破成为合道境的那一刻，整个宇宙当中，除了火之大道的神灵们之外，当代的17位合道境也是纷纷明白了，这方宇宙已经再度诞生了一位合道境强者。而这位火之大道的合道境强者，毫无疑问，便是前些年风头最盛的那个炎帝萧炎。从当年的古藏大世界一战之后，短短100余年的时间，这个家伙竟然就已经再度突破，成为了真正的合道境大能。炎帝，恭喜！道友，恭喜了！10道身影朝着萧炎都是面带笑容，萧炎也是同样微微一笑，拱手与众人相视一笑。这10人当中，有着萧炎所熟悉的大千帝君、元尊乃至玄渊帝君，也有其他7位前世也见过几次，这一世却是第一次见到合道境。比如创造了无尽世界体，号称寰宇神体最为庞大的渊庭界主，又比如一直冥冥当中一直窥探天机的天机老人，还有修炼星辰之道的万星神帝，修炼剑道的剑神，修炼刀道的刀圣，以光明大道成就光明之体，对魔道阵营最为克制的光明真神，最擅长心灵意志，可以用创造无尽幻境的星元行者，融合了生命大道，号称多位合道境同时出手都不可能杀死的青蓝神尊。足足10位合道境汇聚一堂，在庆贺萧炎这第11位合道境的诞生。对此，萧炎自然是不能表现得太过狂妄，当下便是邀请10位合道境来到炎神界做客，众人相谈甚欢，都是对于己方阵营又多出一位合道境而感到喜悦。与之相比，魔道阵营此刻却是一片惨然。一座漆黑荒芜的星球之上，7道身影降临在这星辰之上，他们虽然仅仅只是一道投影，可浑身那可怕的气息却是令虚空都在扭曲。混乱、毁灭、杀戮，其中破坏力极强的大道在他们的身后显现，彰显着他们的强大。这7位便是魔道阵营的7位合道境大魔神，也是整个魔道阵营真正的统治者。此刻，这7位大魔神的脸上都是露出了颇为难看之色。混蛋，竟然真的让那个炎帝突破了！这一次，我们的劣势更加的明显了。7位大魔神彼此相互对视，眼中都隐隐有着一丝焦虑。事实上，他们早就感觉到萧炎或许能够成为合道境了，甚至已经商议让修罗大魔神提前出手，将其灭杀在萌芽当中。可是，正道阵营的准备却是更加的充分。从古藏大世界那一战之后，他们7位大魔神便是被正道的其他合道境给盯得死死的。那萧炎身边更是有着元尊和大千帝君2位暗中保护，想要击杀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萧炎成长起来，成为正道阵营的第11位合道境。原本正道阵营就比他们多出来足足3位合道境，现在则是又多了1位，他们的竞争已经落入到了绝对的下风。接下来该怎么办？混乱大魔神开口看向众人，一旦这萧炎突破，他必然要跟其他合道境一样占领大片的疆域，而这些疆域当然不可能从他们那些合道境的手中拿出。按照过往的习惯，每诞生1位合道境，双方阵营便是会爆发一场真正可怕的大战，因为每一位合道境麾下都要有着足足上百座大世界，亿万下为面敌疆域作为领地，这是规矩，是一位合道境巨擘的身份象征。而且，占领的疆域越多，诞生强者的可能也就越大。只有自己亲自培养出来的创世神、世界神，才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很多事情和道境不方便出手，都是让那些创世神、世界神去解决。更何况，若是从中再度诞生出一位合道境，那才是真的影响巨大。怎么办？沉闷的声音响起，令其他6位大魔神都看向了那一道巍峨身影。他有着猩红的双目，岩石一般的铠甲，正冷漠地扫视着其他6位大魔神。此人
便是众多大魔神当中最为古老，也是最为强大的一位大魔神——毁灭大魔神。这位毁灭大魔神本就是在毁灭大道当中孕育，生来便是最为强大的天生神灵，而后修行无尽岁月，自然而然便是融合了毁灭大道。毁灭大道在3000大道当中，正面攻杀的威能都是排在最前列的。虽然杀戮大道的攻杀威能同样可怕，可论起攻击范围，比起毁灭大道却是差了许多。而且毁灭大魔神的身体也十分庞大，基础力量比大多数和道境都要可怕，这也导致了毁灭大魔神是魔道阵营当中真正能够做到以一敌二的超级存在，也是魔道阵营隐隐当中的第一话事人。能够占领多少疆域，还要看看这萧炎的实力如何。和道境之间实力也是有着差距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那就打，只有杀戮才能造就更多的强者，只有不停的战争才能让我们魔道阵营也有希望再度诞生出一位和道境。既然如此，那就打。毁灭大魔神的眼中没有丝毫的畏惧，毁灭的气息在其身后弥漫，令其他6位大魔神都是眼神明亮。不错，那就打，只要杀不死我们，那正道阵营又能如何？倒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磨砺一下麾下的那些魔神，争取再度催生出一个和道境来。7位大魔神本来就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从杀戮当中成长起来，手中不知道毁灭了多少位面，对于战争他们倒是丝毫的不惧。而此刻炎神界当中，萧炎却也与其他10位和道境定下了这疆域之争。所谓的疆域之争，对于和道境们而言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因为到了他们这一步，宇宙当中能够帮助他们提升实力的资源已经少之又少，世俗生灵所谓的面子他们也并不是特别的在乎。对于站在宇宙巅峰的和道境大能们来说，真正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那便是只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超脱。唯有超脱才能永恒，才能成为不朽不灭的真神。只是自远古时期天地初开到现在，和道境便始终是这方宇宙的终极。即便是如今诞生了萧炎这第18位和道境，可依旧未曾有着一位触碰到那和道境之上的永恒境界。之所以有这种感知，是因为每一位和道境在合道之后，冥冥当中的命运规则以及宇宙的运转规则，都会令他们无形当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在这和道境之上还有着一层无形的阻碍。冲破这层阻碍，他们或许便是能够站在巅峰，踏入到另一个境界。只是众多和道境巨擘当中，除去萧炎，最年轻的元尊都已经活了5万多年，最年长的光明真神、毁灭魔神等人更是有着数百万乃至1000万年的悠久寿命。即便是如此，他们依旧未曾触碰到那和道境之上的境界。所以在未能触及到那一至高境界之前，所有和道境当前的第一目标其实是先消灭敌对阵营的强者们。没有了巨大的利益之争，那剩下的便是理念之争、阵营之争。完成宇宙的大一统，让正道的秩序遍布整个宇宙，便是他们的目标。更何况疆域之争虽然不能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却是能够带给他们一种更为神奇的东西——气运。这一点，当专修气运大道的大千帝君合道的那一天，便是已经被所有人彻底知晓。拥有越多的疆域，便是能够拥有着一方宇宙更多更庞大的气运。气运汇聚之下，不但能够令己方麾下的天才强者数量更多，更是对这些和道境巨擘都有着不小的好处。甚至于若干年后，大气运汇聚之地会诞生出新的和道境，从而影响整个宇宙的格局。如大千世界便是大千帝君协调诸神之后所汇聚出的一方气运宝地，这里几乎汇聚了整个正道最精华的气运。也正是因此，才能在大千帝君之后继续诞生出萧炎、灵动这等绝世人物。和道境越多，自己一方的优势自然也就越大，将来击败乃至彻底灭绝魔道阵营的希望也就越大。这才是两大阵营争夺疆域最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在远古时代，无论是正道神灵还是魔道神灵，对于凡俗生灵，对于宇宙疆域都并不怎么重视。唯一的区别便是正道的先天神灵不会肆意屠戮，而魔道的先天神灵则是直接以生灵为谢食，肆意吞噬着一个又一个世界。而随着和道境强者的越来越多，双方神灵的观念越发的不合，双方越发的发现气运的重要性之后，才真正的有了疆域之争。不过疆域之争的根本还是在于和道境的数量，每一位和道境都能够轻松统领数百座大世界，1万下位面作为自己的疆域领地。故而随着萧炎突破到了和道境，另外10位和道境已经磨刀霍霍了，他们如今已经占据了整个宇宙过半的疆域。如今萧炎突破，便是能够再度从魔道阵营手中夺得大量的疆域。萧炎，你说说看。是啊，你看上哪一处疆域了？只要你守得住，咱们立刻抢过来。一群和道境大能们个个摩拳擦掌，一位和道境能够占据多少疆域，除了看己方阵营实力之外，还要看这位和道境的实力。
虽然和道境之间很难杀死对方，可也并非没有实力的差距。比如毁灭魔神、渊庭界主、光明真神这种活了数百万年的古老和道境，因为活了太过久远，创造的手段秘术往往比新诞生的和道境更加强大，而且他们的神体也挖掘到了极致，基础力量也更强。虽然很难击杀新晋的和道境，可要击败却是十分的容易。又比如修罗大魔神和玄渊帝君，二者虽然实力相差无几，可擅长的大道不一样，即便是彼此奈何不了对方，但优势却是完全不同。玄渊帝君的水之大道更加难缠，保命和辅助手段都更加强大，但在正面攻杀方面却是被修罗大魔神压制，只能纠缠，无法占据上风。故而萧炎能够占据多少疆域，除了十位和道境的支持之外，与他自身的实力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若是他拥有毁灭魔神那样的实力，自然可以占据更大的疆域。占据多大的疆域？萧炎闻言也是咧嘴一笑，自然是越多越好。闻言，十位和道境都是微微一怔，而后才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萧炎，彼此的嘴角都是露出一抹笑容。若是如此，那我就等着你一起开战了。不错，等你准备好了，给我们通知一声，我们便直接开战。十位和道境虽然不知道萧炎哪来的底气，但却并没有太多的怀疑。同为和道境，他们相信萧炎这种能够短时间内就达到和道境的强者不会是什么傻子。这样吧，我们一人先赠予萧炎10亿元金，让他早日完成神力积累。大千帝君更是提议道：可以，没有问题。其他和道境大能也是相视一笑。10亿元金对于普通神灵而言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寻常创世神巅峰如果不算麾下大世界的话，手里的财富大致也就这么多。可对于和道境们而言，10亿元金的确是不算什么，他们掌握一条完整的大道，威能无限，若是全心全意的凝练，用不了几年就能凝聚出这么多元金。要知道，每一位和道境麾下的大世界都是最顶尖的大世界，直径达到了近1000亿里，元气浓度更是远超寻常大世界。单单是他们麾下的一方大世界，价值就要超过数百亿甚至近1000亿元金。达到他们这种层次，元金也不过只是一个数字，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已经不是元金能够购买到的了。既然如此，那就要多谢各位了。萧炎闻言也只能是对着众人拱手一笑，他前世便是和道境巅峰的存在，自然也不在乎这些元金的数量。一位和道境赠予10亿元金，10位加起来便是足足100亿元金，这样一笔庞大的财富足以令任何一位创世神心颤，可对于和道境们而言也不过是一些小钱。他们更关注的还是萧炎早日真正的达到巅峰。要知道，和道境之间的实力虽然有差距，可都是完整掌握一条道的存在，对于大道感悟都是相同的。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只有2种，一是就是活得越久，创造的秘术可能就会越强大；二就是神力之间的差距，刚刚踏入和道境和道境巅峰，虽然大道感悟相差无几，可神力积累却是差了数倍不止。所以很多和道境在踏入和道境之后的短暂岁月当中，并不会急着与那些老牌和道境们征战，因为他们这个阶段不但秘术更弱，神力差距更是巨大，是真的有可能被最强的那种和道境斩杀的。不过神力积累前期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有着足够的时间修炼到和道境巅峰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大量的元金则可以大大缩短这个时间。一旦修炼到和道境巅峰，再与那些老牌的和道境大战，即便是不敌，可双方实力差距有限，保命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有了这100亿元金的帮助，萧炎不但能够快速完成积累，更是可以顺便令炎神界再度扩张不少，能够令他的实力再度提升一大截。很快10位和道境便是纷纷与萧炎告辞。此后短短1个月的时间，10位和道境麾下便是各自派遣出了一位创世神来到炎神界，送来10亿元金。而此刻萧炎早已经率先炼化起元尊送来的10亿元金。岁月悠悠，转眼便又是30年的时间过去，炎神界在那大量的元金灌注之下，面积再度迎来了一次扩张，直径达到了700亿里。期间青山剑圣终于迈出了最后一步，迈入到了世界神的层次。而灵动和萧晨有着萧炎的帮助，也是很快修炼到了世界神巅峰。到了这一步，他们方才真正的遇到了瓶颈。世界神巅峰与创世神之间的差距是一条巨大的鸿沟，也是区别绝世天才与大造化者之间的一个巨大分界线。很多修行者精彩艳艳，也是身负气运加身，从弱小崛起，一路修炼到神灵境界，而后借助各种手段再度晋升世界神。这在一方大世界或许都是天之骄子，可放眼整个宇宙，有几个世界神不是这样的？可是10个世界神当中，都未必能有1人能够成为创世境。萧炎清晰地记得，自己一行人在前世从世界境走到创世境，也是足足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饶是如此，都被称之为大造化者。所以灵动与萧晨2人这次是真正的陷入到了瓶颈，他
他们之前的修行可谓是一路畅通无阻，从弱小修炼到神灵都仅仅只用了100年岁月。可如今这一瓶颈却是将困扰他们1000年岁月。不过萧炎倒也没有在意，他相信这点困难对于两人也并不久远。除此之外，萧玄则是顺利突破到了神灵境界，成为了新晋的主宰。可萧炎心中却是清楚，无论是萧玄也好，还是青山剑圣，乃至大千世界的其他强者，他们很多人的终点大致也就是世界神巅峰了。仙品到圣品，圣品到神灵，世界神到创世神，这是3条巨大的鸿沟，每一步都将拦下无数人。对此，萧炎也无可奈何。修行路本就是逆天而行，若是人人都能成神，神灵也就没有这么值钱了。他只能默默地站起身，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么一瞬间，一条信息已经传到了10位合道境巨部的手中：我已完成神力积累，开战吧！几乎是在这一句话说出的那一瞬间，整个宇宙都几乎颤抖了起来。因为随着萧炎的话音传出，10位合道境已经同时出动了。对于这一天，他们已经等候了30年。轰隆隆，玄渊界域、大千界域、光明界域，一座座界域的核心，那一方浩瀚的大世界当中，都有着一道无比浩瀚的气息冲天起。那气息无比的强大，瞬间引起了大道轰鸣，令整个宇宙属于这一大道的力量都在震颤。10位合道境巨擘在萧炎声音传来的那一刻，便是毫无征兆的一同出手。而萧炎同样脚步迈出，一个闪烁便是跨越出一道星河的遥远距离，短短片刻便是来到了魔道一方的疆域当中。而此刻10道庞大的气息已经同时出现在了魔道疆域，每一道气息那浩瀚的威能都令一方星空都在颤抖着。加上萧炎，便是足足11道合道境气息的降临。在这11道气息的身后，是11条大道轰鸣的浩瀚伟力。似乎是察觉到了这足足11条大道的轰鸣，魔道阵营的疆域同样有着合道气息冲天起。与此同时，另外其中相对负面的大道气息也是在宇宙当中震颤。毁灭、黑暗、白骨、杀戮、混乱、吞噬、欲望，7位大魔神的身影同样在虚空当中显现，一个个都是面目不善地盯着面前的11位合道境。事实上，算上魔道在内的18位合道境，彼此的距离依旧是十分的遥远，可对于他们而言却是近在咫尺。到了他们这一境界，彼此都等同于宇宙当中一种大道的化身，即便是相隔无尽遥远的距离，都能通过大道辐射确定对方的信息，甚至可以用大道气息交流。而此刻正道阵营的一群合道境们便是如此盯着那7大魔神。萧炎，你想好对付哪一个了吗？诸位合道境的声音传来，萧炎站在原地微微点头，自然是早就想好了。萧炎咧嘴一笑道：骸骨大魔神，本帝合道之前，你2次暗中迫害本帝，今日本帝便是要拿你这一身白骨祭天。玄渊帝君，还请随我出战，古藏帝君的仇是时候报了。话音落下，萧炎一步迈出，已经出现在了骸骨大魔神的疆域当中。下一刻，玄渊帝君的身形同样出现在了其中，神色不善地盯着骸骨大魔神。这个家伙可就是害死古藏帝君的2大元凶之一。混蛋！骸骨大魔神站在虚空当中，目光同样不善地盯着萧炎和玄渊帝君。这2个家伙先挑中了自己，除了因为自己是害死古藏帝君的元凶之一，并且还出手对付过萧炎之外，另一个原因恐怕便是这萧炎将自己当成了软柿子，要拿自己立威了。一想到这里，骸骨大魔神的心中便是无比的愤怒。7个大魔神，你们谁都不挑，就挑着老子当软柿子捏是吧？狂妄的小儿，不要以为你刚刚突破了合道境，就能在本魔神面前叫嚣。骸骨大魔神冷笑一声，下一刻，无尽白骨在他背后生长，最后凝聚成一条长达上亿里的巨大骨枪，在虚空旋转。在其体表，更是有着一层晶莹如玉的白骨战甲缓缓浮现。白骨大道对于骨骼的修炼达到了一种极致，而骸骨大魔神作为白骨大道的掌控者，自然是将白骨大道的威能发挥到了极致。他根本不需要混元神兵，因为他的白骨真身便是堪比和道境混元神兵的顶尖兵器。炎帝萧炎，今日本魔神就让你知道新晋和道境域老牌和道境之间的差距。不要以为你跟玄渊一起上老子就怕了你们，想杀老子，你们做梦去吧！骸骨大魔神怒吼一声，挥舞着巨大骨枪，直接撕裂虚空，朝着萧炎和玄渊帝君杀了过来。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那空洞的眼眶却是有着光芒闪烁，心中充满了警惕。1对1和道境之间几乎是不可能杀死对方的，可若是2对1、3对1，对方花费心思之下也未必不可能。骸骨大魔神虽然不觉得萧炎如今的实力就能直接媲美老牌和道境，可萧炎终究已经是跟自己一个层面的强者，他还是需要小心一些。呵呵，来得好！面对骸骨大魔神的攻击，萧炎丝毫不惧，屈指一弹，炎神尺再度出现在掌心当中。
手中巨齿狠狠挥出，一道长达数亿里的巨大齿芒出现在星空当中，所过之处仿佛可以轻易撕裂一方大世界。骸骨，当年你暗中袭杀古藏，今日这个仇我必报。玄渊帝君也动起来了，在他身后，上万道神剑骤然浮现，化作一条巨大的剑阵长龙，朝着骸骨大魔神冲杀而来。大战一触即发，不光是萧炎和玄渊帝君与骸骨大魔神厮杀在了一起，另一边，其他和道境同样自杀的难舍难分。毁灭大魔神身后，毁灭大道催发到极致，每一招都直接打碎了一方星空。而在他面前，渊庭界主却是巍峨身形依然不动，仿佛一座神山镇压在虚空当中。在其身旁，元尊化作上亿里的巨大圣龙，两位和道境同时合击，即便是毁灭大魔神，实力在和道境当中属于顶尖，此刻依旧是被压制住。天机老人身形飘然，手指轻点之间，一道道庞大阵法在虚空当中浮现，无尽的阵法释放着大量的威能，朝着混乱魔神轰杀而去。滚开！混乱大魔神冷笑一声，周围100亿里的虚空仿佛有着一种无形的混乱之力，任何力量进入其中都仿佛会变得混乱不堪。即便是天机老人的强大手段，在落到他面前之时也很难再造成伤害，当然他也同样难以伤到天机老人。修罗大魔神手持血色战刀，杀戮大道的凌厉杀意，另一方虚空都出现了无数的裂痕，在其面前却是有着浩瀚刀光，宛如星河倒挂，每一道刀光都美丽魅惑，可却仿佛能够劈开一切阻碍。他的对手是刀圣，黑暗与光明疯狂的对号，两者不分胜负，可却将一片星空都浸染成了阴阳二色。黑暗与光明两条大道相互交织，令整片星空都充斥着一种诡异。黑暗大魔神与光明真神，那都是仅次于毁灭大魔神的古老存在，他们天生便是宇宙的宠儿，生来便是世界神巅峰的实力，也生来就是对立的存在。二人天生水火不容，见到的第一次起就开始了厮杀。这两人的仇怨，才是宇宙当中最为漫长的恩怨。一片星空当中，一道浑身充满着极致魅惑，仿佛欲望化身的妩媚身影身后，有着无尽欲望降临，足以令神灵都瞬间迷失本心。可他的面前，一名身穿青衣的美丽女子，却是带着令人宁静的祥和，在其身后，仿佛有着无穷生机萦绕。青兰，你的生命大道将会是我触摸到永恒瓶颈的契机，真想将吞噬掉啊！带着无尽魅惑身影，发出令人心颤的声音，在他面前的青兰神尊面容之上，却是露出一抹笑容。巧了，欲望大魔神，你的欲望之道，对于我的生命大道也有着一些帮助呢。若是将你击杀，或许也是我触摸到永恒门槛的机会。青兰神尊始终带着温柔笑容，仿佛万物的母亲。可他出手之间，可怕的威能却是可以随意湮灭一方星空。剑神，我承认你的剑之大道威能的确不俗，甚至隐隐要比修罗的杀戮大道攻杀之力还要可怕，但在我的吞噬大道面前，还是难以成事。一道漆黑身影站在虚空当中，他的整个身体就宛如一座黑洞一般，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周围100亿里的所有东西，物质、能量乃至空间和时间，在此人的面前都是被肆意地吞噬着。他是吞噬大魔神，掌握了吞噬大道的可怕存在，在整个魔神阵营当中，都是仅次于毁灭大魔神的恐怖存在。他所吞噬的生灵也是不计其数。呵呵，我独自一人的确难以奈何你。无尽剑光从虚空当中浮现，似是可以刺穿一切，连那恐怖的黑洞领域都难以瞬间化解，得让吞噬大魔神亲自出手才能击碎。可是，你以为我只有一个人吗？剑神站在星空当中，又是一剑斩出，下一刻，那磅礴的剑光当中，却是宛如有了无数星辰汇聚，令那剑光的威能瞬间再度暴涨。混蛋，是万星神帝！你的星辰大道竟然能够与剑之大道融合催发了！吞噬大魔神那看不清的面容一阵扭曲，不敢再随意对付剑神。那星河剑光的威能已经令他隐隐有些心悸了。哼，吞噬大魔神，你当年吞噬了一方大事件，连我的好友都一同吞噬，今日也该付出一些代价了。低沉的声音在星空当中响起，下一刻，这一方星空的无数星辰都是变得更加明亮。一身披黑色长袍，背后星辰花纹宛如真实的英俊青年走出，眼中却是带着杀意。该死，该死！吞噬大魔神眼中含着怒火。这两人联合在一起之后，对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压制了，而是真的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威胁。6位大魔神各自都有着压力，可他们心中最大的压力却还是骸骨大魔神。要知道，他们6人当中，除了毁灭大魔神和吞噬大魔神之外，其余4位大魔神都只拖住了1位河道境。萧炎和玄渊帝君对付骸骨大魔神，似乎也是2对1，但事实上，正道阵营的河道境当中，还有着一个家伙一直未曾出现，那便是大千帝君。这大千帝君从未现身，可他不可能会在一旁旁观，他的目标
或许也是骸骨大魔神。任何一位大魔神，即便是毁灭大魔神，若是真的遇到了三位和道境的同时围攻，恐怕也会有着巨大压力。像骸骨大魔神这种实力一般，全靠身体坚硬的家伙，一旦遭到三位和道境的围攻，怕是真的有着陨落之危。可他们没有办法，正道阵营在人数上如今有着绝对的优势，8位和道境已经将他们6位大魔神拖得死死的，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出手帮助骸骨大魔神。给我死！萧炎身躯化作上亿里高的火焰巨人，手中一道直径100万里的巨大火镰直接拍在了骸骨大魔神的脑门之上，火镰爆炸，恐怖的威能足以轻易湮灭一方普通的大世界。可这般恐怖的威能落在骸骨大魔神的身上，却仅仅令他的脑袋出现了些许裂缝，并没有对他造成根本性的伤害。然而，骸骨大魔神的内心已经十分的震惊。要知道，他的一身白骨坚硬程度足以媲美和道境强者的兵器，很多不擅长攻击的和道境强者，连他体表的白骨战甲都破不开。就比如玄渊帝君，他的上万道神剑对付创世神可以说是呈现碾压的态势，可落在骸骨大魔神的身上，却仅仅只能在那白骨战甲之上留下一层浅浅的剑痕。就算玄渊帝君动用最强横的底牌万剑合一，也很难对他造成重伤。当然，他若是落入到玄渊帝君的领域当中，力量和速度也会被大幅度削弱，也很难威胁到玄渊帝君。可是这个萧炎呢，他才晋升到合道境30年，刚刚将神力累积到合道境巅峰而已啊！仅仅如此，便是对自己造成了这般可怕的伤害。几番战斗，骸骨大魔神惊恐地发现，仅仅萧炎一人，其战斗力便是已经可以隐隐压制住他。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心境和道境能够拥有的手段。若是仅仅只有萧炎一人也就罢了，可他手中的白骨长枪还没有反抗，又是上万道神剑化作洪流落在他的身上。叮叮当当，一道神剑仅仅留在白骨战甲上一层浅浅的痕迹，可上万道神剑一同落下，那白骨战甲的表面都是出现了无数斑驳的剑痕。骸骨大魔神大怒，萧炎一人便是打得他有些吃力，加上玄渊帝君的上万神剑，更是令他自顾不暇。往往还没来得及抽出手对付萧炎，玄渊帝君的偷袭便是赶到了，二人联手，直接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虽然借着一身白骨神甲，防御力无比可怕，可也难免屡次受到轻伤。虽然这点轻伤他神力一运转便是能够立刻恢复，可是这种憋屈的感觉却是令他无比的痛苦。然而，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因为骸骨大魔神反抗之际，便是惊恐地发现，在那星空当中，一名身穿白衣的老者不知何时再度诡异地出现了。大千帝君！骸骨大魔神的内心终于生出了一丝畏惧。仅仅是萧炎和玄渊帝君两人的攻击，便是已经令他无比的头疼，再加上个大千帝君，自己这次怕是真的要危险了。而此刻，大千帝君站在虚空当中，望着那被萧炎当成沙包打的骸骨大魔神，眼底在这一刻都是忍不住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不过紧接着，他脸上便是露出了一抹笑容。本以为三人联手也只能压得白骨神将毫无反抗之力，可却是没有想到，萧炎的战力竟然是如此的可怕。这般战力已经丝毫不亚于元尊、刀圣、剑神等强者，正面攻杀的能力甚至要比玄渊帝君还要强上一些。这一次，或许都真正有希望击杀骸骨大魔神。大千帝君脸上带着笑容，下一刻，他双手虚抱，而后对着萧炎和玄渊帝君的方向遥遥一指，气运增幅。话音落下，宇宙当中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骤然凝聚，而后落在了萧炎与玄渊帝君的身上。当这些神秘力量落下的那一刻，萧炎和玄渊帝君只觉得神魂都是微微一颤，对于大道的掌握都隐隐更加融洽，神魂的运转速度都隐隐有了增幅，而且出手之间，手中的绝招总是在不经意间爆发出更可怕的威能。这便是气运的力量，气运加持之下，做起任何事情都将无比的顺利，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好事。这还是因为萧炎和玄渊帝君都是和道境巨搏，已经站在了这方宇宙的巅峰，所以即便是大千帝君将这一方星空的气运都汇聚到二人的身上，都仅仅只是令两人实力略微有所增幅。若是这些气运加持在一凡俗生灵的身上，便是会令这生灵身上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神迹，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能化险为夷，别人的一丝小机会在他身上都能放大成大机缘。而气运增加有着如此效果，那气运减少的效果则是更加的明显。就比如当大千帝君手指落在骸骨大魔神身上的那一刻，骸骨大魔神便是清晰地感受到自身战力似乎很难再发挥到极限了。气运剥夺，大千帝君再度发出声音，汇聚在骸骨大魔神身上，大量的无形气运瞬间消散。一瞬间，骸骨大魔神只感觉白骨大道对自己的亲近之感都消失了几分，神魂隐隐约约仿佛有着一层辉光笼罩，运转速度都慢了几分。他的战斗开始频频出现一些细小的错误，
仿佛做任何事情都容易出错。这些细小的错误在平时并不重要，可在此刻却是真正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和道境之间的战斗，一丝失误便是何等的凶险。骸骨大魔神手中的长枪一个刺空，便是已经被无尽水流缠绕。玄渊帝君手中的上万道长剑携带着湛蓝色的光芒，瞬间化作2条洪流，一条缠住了那白骨长枪，一条则是缠住了骸骨大魔神的一条手臂。下一刻，萧炎手中的炎神尺之上绚丽火焰跳动，便是对着骸骨大魔神的胸膛狠狠地砸了过去。该死，我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一定是大千帝君搞的鬼！望着那从天而降的巨大火焰巨齿，骸骨大魔神心中一阵愤怒，他想要挥动手臂阻挡，却发现手臂已经被2条水蓝色的剑龙缠绕。等他想起自己的右手可以与长枪分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绚丽的火焰巨齿携带着滔天威能，轻易可以撕裂一座普通的大世界，而后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胸膛之上。咔嚓！炎神尺经过萧炎这些年的酝养，同样成为了和道境层次的混元神兵。虽然尚未酝养到最为巅峰的状态，可坚硬程度也丝毫不弱于骸骨大魔神的那一层白骨神甲。加上萧炎的火焰大道加持，种种秘术施展，威能若是落在寻常和道境的身上，足以令对方瞬间重创。骸骨大魔神虽然身体无比的坚硬，可在这一击之下也是出现了无数裂缝。混蛋！骸骨大魔神怒吼，神力汹涌而来，迅速地恢复着胸口的伤势。而他的身体在拼命挣开2条剑龙缠绕的同时，一条条硕大的骨刺也是在疯狂地反击着。只可惜萧炎和玄渊帝君在这种层次的反击面前，就仿佛2条滑溜溜的泥鳅，轻易躲开了骨刺的攻击，而后再度缠绕过去继续攻击。该死，要是没有大千帝君的干扰，这2个家伙怎么可能如此伤到我？骸骨大魔神心中无比的愤怒。过去的正道阵营人数稀少，擅长正面攻杀的和道境更是不到一半，所以他连同时面对2位和道境围攻的次数都是极少。可是随着萧炎的崛起，这一次却是有着足足3位和道境围攻他，令他顿时心力憔悴，疲于战斗。身为和道境，大千帝君即便是剥夺了他的大部分气运，可终究是同层次的强者，对他的干扰并没有那般的可怕。若是1对1，他自认对付任何一个都没有问题，即便是最擅长攻杀的萧炎，也只能隐隐占据上风而已，很难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可是当2人同时攻杀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被剥夺了气运，哪怕是出现一点点的失误，都是十分致命的。纵然他身体无比的坚硬，纵然他实力无比的强大，可终究是双拳难敌4手。尤其是萧炎，他的攻杀之力还要超过自己的想象，甚至已经可以与修罗大魔神相同了。这不应该是一个新晋和道境的实力啊！白骨大魔神内心憋屈，萧炎的炎神尺却是再度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颅之上，令那头颅出现了一道比先前火莲爆炸还要巨大的裂缝。痛快，痛快啊！比起骸骨大魔神的憋屈，萧炎和玄渊帝君此刻却是哈哈大笑，2打1，2人本就占据上风，又有着大千帝君的辅助，此刻对付骸骨大魔神简直是如同打狗一般。萧炎完全是将手中的炎神尺当成了一轮大锤，每次轮转都是朝着骸骨大魔神的要害砸去，每一次都将令骸骨大魔神的某个要害部位出现巨大的裂缝。虽然骸骨大魔神神力流转之下能够快速修复，可修复这骨甲也是需要神力的。正常情况下，一些最轻微的伤势，他的神力流转之间便是能够迅速恢复。如玄渊帝君的万剑齐出，也仅仅只是令骸骨大魔神的骨甲之上有着丝丝剑痕，消耗的那一点神力，呼吸之间就能迅速恢复。可是当萧炎加入战场之后，一切便是彻底变了。他的正面攻杀威能要超越玄渊帝君许多，甚至要比骸骨大魔神都要强上一丝。若是能够挡住也就罢了，可玄渊帝君和大千帝君同时辅助，令骸骨大魔神根本挡不住萧炎的进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要害部位被萧炎疯狂攻击。即便是他的神力无比雄浑，可终究是不如对付玄渊帝君那般能够快速恢复了。更何况旁边还有一个大千帝君，令他的恢复速度都下降了许多。所以一次次的攻击之下，他的神力开始出现了损耗，真正的损耗。虽然每一次的损耗很少，可也耐不住萧炎那连续不断的攻击。神灵层次的战斗当中，神力出现明显损耗的情况之时，便是代表着有了陨落的风险了。而这一刻，骸骨大魔神便是有了这样的危险感觉。3位和道境同时围攻他，的确是令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我的神力迟早会消耗干净的。骸骨大魔神内心升起了一丝危机感。按照这样的消耗，他的神力虽然浩瀚，可也总有被磨死的时候。毕竟他的神力始终在消耗，可萧炎3人的神力却并没有本质性的消耗，即便是有着少量的消耗，也能通过自身吸收迅速恢复。而他每次重伤，
消耗的神力都是真正的开始入不敷出了。他怕了，所以他开始撤退了。只不过萧炎三人又怎么可能给他逃离的机会？既然抓住了这个家伙落单，那就要好好攻杀一番，就算杀不死，也要立个威。别跑！见到骸骨大魔神身形倒退，玄渊帝君二话不说，2条剑龙直接缠绕过去，令对方的速度顿时锐减。而萧炎更是火焰大道催发到极致，炎神尺携带着开天巨力，疯狂地朝着骸骨大魔神的要害部位砸了过去。而大千帝君见到骸骨大魔神要逃离，也是终于出手。他虽然不擅长正面攻杀，更是分心控制双方的气运，可他终究是和道境强者，手掌一翻，36道长梭瞬间爆发恐怖威能，朝着骸骨大魔神攻杀了过去。有了大千帝君的正式战斗加入，骸骨大魔神的压力更加巨大。萧炎每次攻击造成的伤口，大千帝君都是精准无误的用36道长梭再度轰击。虽然威能只能媲美玄渊帝君的攻击，可他攻击的却是伤口。顿时，骸骨大魔神感觉到自身神力消耗的速度更加的恐怖，他真正的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不，混蛋！就凭你们也想杀我！骸骨大魔神怒吼一声，拼命挣扎，可在3人的围攻之下，却是没有丝毫的作用。以1敌3，他处于绝对的劣势。而感受到自身神力的恐怖消耗，他的内心更是惊惧。边打边退之间，他的神力已经消耗了足足半成。半成看似不多，可对于一位和道境而言，已经是极为恐怖的消耗了。要知道，骸骨大魔神自从晋升和道境之后，所消耗的神力都从来未曾超过1成过。之前几次消耗超过半成，那都是与其他和道境拼命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这3人围攻之下，短短不到1个时辰，他的神力便是已经消耗了半成。这是你们逼我的！骸骨大魔神怒吼一声，下一刻，他体内那汹涌澎湃的神力直接燃烧了起来。与此同时，在他的身后，一条浩浩荡荡的白骨河流隐隐浮现，宛如一条绵长的星河一般。这便是白骨大道的外显巨象。和道境强者自身已经与大道相融，举手投足之间都能爆发出大道的极致威能。而当他们燃烧神力的那一刻，便是如同献祭大道，将自己可以掌控的大道范围再度增幅数倍，威能自然也能爆发数倍。不好，这家伙拼命了！玄渊帝君和大千帝君见到这一幕，也是微微一怔，旋即纷纷调动大道，准备守护自身。对于一位和道境强者而言，燃烧神力几乎便是等同于拼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神力威能都会暴涨数倍，加上引起的大道共鸣更加可怕，威力绝对可以伤害到其他和道境。除非对方也燃烧神力，否则很难与燃烧神力的和道境抗衡，甚至连防守住对方的攻击都会变得十分艰难。萧炎，撤退吧，这家伙拼命了。大千帝君和玄渊帝君劝道。此战他们虽然占据了绝对上风，但打心底其实并没有把握真正击杀骸骨大魔神，只是要打得对方害怕，让出自己的疆域罢了。毕竟击杀和道境的事情，从这方宇宙诞生之后还从未出现过，更何况他们也怕骸骨大魔神拼命之下会发生什么意外。只是对于2人的劝说，萧炎却是站在原地轻轻摇了摇头。而后在大千帝君和玄渊帝君惊愕的目光当中，他身上那绚丽的火焰光芒骤然暴涨。什么？萧炎也燃烧神力了？望着这一幕，大千帝君和玄渊帝君都是一怔。只见下一刻，随着萧炎的神力燃烧，整个宇宙的无尽火焰都在摇曳，无数火焰汇聚在萧炎的身后，化作了一片火焰星空。在燃烧神力之后，火之大道的威能同样被萧炎催发到了外显的程度。而后无尽火焰汇聚在萧炎的身后，凝聚出了一尊足足100亿里之高的火焰巨人。火焰巨人的身躯虽然比萧炎的大道之体要虚幻了许多，却是切切实实的火焰大道所凝聚，威能之恐怖令其余3位和道境都微微变色。骸骨大魔神，这一尺我要让你记住，今后见了本帝，你要绕着走。萧炎手中的炎神尺高高举起，而他身后那100亿里之高的巍峨火焰虚影也是高高举起了双手。而后无尽的火焰燃烧，化作一柄巨大火焰巨尺，否则本帝就打爆你的脑袋。萧炎话音落下，手中炎神尺狠狠挥出，而他身后那100亿里的火焰虚影也是狠狠劈下，一瞬间仿佛将整个火焰大道都给劈出一般，所过之处整片星空都仿佛被撕裂成了2半。危险！危险！危险！火焰尺芒劈出的那一瞬间，骸骨大魔神便是感到一种真正的生死危机袭来。这种感觉自从他成为和道境之后，便是从来未曾有过。而一旁的大千帝君和玄渊帝君同样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当萧炎这一尺劈出的那一刻，即便是他们都是心底升起了一种莫大的危机之感。这种感觉他们只在毁灭大魔神发飙的时候才感受到过。这是什么秘术？
萧炎对于火之大道的运用，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一瞬间，3位和道境内心都对这火焰齿芒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而这也是萧炎前世真正的最强秘术之一，足以与混沌熔炉并列的一招炎神开天尺。要知道，前世的萧炎可是已经隐约触摸到了永恒门槛，曾经尝试过冲击这一步的顶尖强者。那时的他已经是和道境当中最为顶尖的存在了。如今的他与前世巅峰时期的自己实力已经相差无几，最多也就是神体还有点瑕疵，炎神尺还没有淬炼到巅峰而已。所以任由骸骨大魔神竭力抵挡，一道道骨甲不断叠加。当那火焰齿芒落下的那一瞬间，一切都成了虚妄，一道道骨甲被不断撕裂，直到那齿芒落在了骸骨大魔神的身体之上。咔嚓，骸骨大魔神体表发出一阵阵骨骼碎裂的声响，他的白骨神甲在这一刻都直接崩碎，坚硬的堪比和道境混元神兵的骨骼，在这恐怖的力量直接都是纷纷断裂，直到火焰齿芒掠过他的身体。是的，这一击直接将他那坚硬无比的躯体都给拦腰截断，令骸骨大魔神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该死，你怎么可能这么强？骸骨大魔神惊惧的声音传来，他万万想不到萧炎的实力竟然恐怖到了这种程度。当下他断裂的骨骼迅速神光涌动，无数骨骼迅速恢复着，而他神力燃烧之下则是迅速逃窜，并且直接向其他6位大魔神发出求救信号。撤退，快撤退！骸骨大魔神的声音直接通过大道传递到其他几处战场当中。那萧炎拥有着无比接近毁灭大魔神的战力，他燃烧神力的全力一击，直接令我损失了1成的神力，再不撤退，今日我怕是要真正陨落在这里了。毁灭大魔神的声音通过大道传递到了其他6位大魔神的耳中，令那原本正在厮杀的6位大魔神都是微微一怔，眼中露出了一抹不可置信的神色。你说什么？萧炎拥有10分接近毁灭大魔神的实力，6大魔神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心境和道境而已，竟然能够拥有接近毁灭大魔神的实力。要知道，在当前的这个时代里，毁灭大魔神便是整个宇宙战力的天花板了。算上萧炎在内的18位和道境当中，有实力10分接近他的，甚至有几乎媲美他的，可却没有超越他的。而萧炎这个新晋不久的和道境，竟然也有着接近毁灭大魔神的实力，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别废话了，赶紧退守黑暗深渊吧，再不撤退，老子真要被他们3个杀了！骸骨大魔神发出一声怒吼，直接顾不得自己麾下的疆域，朝着黑暗深渊的方向疯狂逃窜。他被萧炎、大千帝君和玄渊帝君3人围攻，已经损耗了足足1成半的神力，如今神力燃烧的状态之下，更是再度燃烧了半成的神力，只剩下8成神力了。8成神力看似不少，但在这种层次的争斗当中，其实是十分凶险的一件事了。要知道，神灵层次的交战，一旦神力消耗到了仅剩下3成的程度，便是意味着有了生命危险。而若是神力彻底消耗殆尽，那下一步迎接而来的就是死亡了。故而当察觉到自己的神力已经消耗的超过了2成之后，骸骨大魔神没有丝毫犹豫，跑路的速度更快，直奔黑暗深渊而去。该死，他们3人联手，竟然真的有着击杀骸骨的可能了。6位大魔神直接通过大道感应到骸骨大魔神正在朝着黑暗深渊的方向逃窜，一个个脸色都是变得十分的难看。黑暗深渊是这方宇宙诞生之初就出现的古老之地，是整个宇宙所有负面能量的汇聚之地。黑暗大魔神和毁灭大魔神都是从中诞生的先天魔神，而后一步一步成长为和道境的大魔神。这里是魔道生灵的圣地，每一位魔神在其中都能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实力。但退守到黑暗深渊，便是意味着他们已经败了。自从正魔之争开始之后，近千万年来，魔道与正道一直是势均力敌，即便是后来正道的和道境比他们多了，他们也从来没有惧怕，因为同为和道境，对方很难对他们造成真正的伤害。可这一次却是不同，萧炎的出现意味着正道阵营真的拥有了围杀一位大魔神的多余力量。此时若是不退守黑暗深渊，那这一战就要真正的陨落一位和道境大魔神了。而魔道阵营本就强者数量更加的稀少，一旦让骸骨大魔神真正的陨落，那他们将来就能抽出更多的人手去对付下一位大魔神。此消彼长之下，魔道阵营中将会被真正的覆灭。撤退吧！该死，我们这次算是栽了。一位位大魔神面带不甘之色，却是无可奈何。他们如今比正道阵营足足少了4位和道境，即便是毁灭大魔神能够1拖2，也远远不是正道的对手。当下一个个只能是无奈的脱离战场，纷纷往黑暗深渊的方向逃窜。而萧炎等正道的11位和道境自然是要痛打落水狗，一路追杀，直到将7位大魔神都逼到了黑暗深渊当中，才缓缓地停下了脚步。黑暗深渊是一极为诡异，聚集了整个宇宙过半负面能量的地方，
它的入口之处便是宛如黑洞一般的诡异扭曲之地，其中可怕的撕裂感都足以瞬间将一位普通神灵撕裂。在那其中，无穷无尽的负面能量汇聚，即便是11位和道境都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一群缩头乌龟，有本事一辈子都躲在这黑暗深渊当中吧！玄渊帝君冷冷的传音，声音透过那诡异的黑洞传递到其中，气得7位大魔神眼睛通红。可他们也无可奈何，此时出去厮杀，他们一样要被吊着打，唯有躲在黑暗深渊当中，才能绝对的安全。在这里，他们的实力都要比外界还要强上2-3成，而正道神灵们在此地却是要被压制许多，此消彼长之下，就算那11位和道境同时杀进来，恐怕都要落入到下风。可是躲在黑暗深渊当中，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将外界大量疆域给让了出来。故而当玄渊帝君喊完这一嗓子，那7位大魔神没有任何回音之后，11位和道境同时对视一眼，而后嘴角都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哈哈，赢了！这一战我们占据了绝对优势，赢得彻底。一位位和道境们脸上都是露出喜色。双方相互争斗了足足近千万年，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魔道阵营直接打得龟缩在了黑暗深渊的当中。这对于正魔两道的争斗而言，简直就是一次里程碑一般的胜利。而这都是因为自己一方诞生的一位新的强者——炎帝萧炎。念及于此，众多和道境都是笑盈盈的将目光看向了萧炎。萧炎，这一战若是没有你，我们可做不到这一步。是啊，你的实力竟然已经到了这一步，连骸骨大魔神都能重创，难怪你之前说自己的疆域多多益善。哈哈，以萧炎的实力，只要是他10息之内能够赶到的星空，尽可成为他的疆域了。一位位和道境大能们笑着祝贺萧炎，只是在他们的内心也是忍不住有些惊叹。须知骸骨大魔神被3人杀得重伤逃离，这其中的具体原因不但7位大魔神知晓，其他和道境也是在大千帝君和玄渊帝君的通知之下第一时间知晓了。当他们得知萧炎燃烧神力之下竟然能够重创骸骨大魔神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同样掀起了惊涛骇浪。身为和道境，他们太清楚想要重伤同等级的强者是何等的困难了。萧炎这一手虽然有着玄渊帝君和大千帝君的帮助，令骸骨大魔神的反抗之力更加迟钝，可也不能忽略其可怕的攻杀实力。论起正面攻杀手段，萧炎绝对是十分接近毁灭大魔神了。在正道阵营当中，或许如元尊、剑神可以与他相当，可已经没有人敢说能够绝对超过他了。所以当这一战的结果出来之后，萧炎所赢得的不仅仅是众多和道境们的祝贺恭喜，更是得到了他们真正的尊重。因为他的实力已经不逊色于任何一位和道境，甚至论起正面攻杀，更是已经排到了1线行列。呵呵，侥幸罢了。面对众多和道境的夸赞吹捧，萧炎也只能是微微一笑。事实上，他那1尺威能虽然强大的可怕，可燃烧的神力同样不可小视。虽然1尺之下直接杀的骸骨大魔神重伤，却也直接燃烧了他半成的神力。即便是他真的拼死骸骨大魔神，他自己也会直接身受重伤。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实力得到了所有和道境的认可。一场大战就此结束。正道阵营第一次以绝对的实力碾压了魔道阵营，虽然没有击杀任何一位大魔神，可其中的意义却是与过去完全不同。而战争的胜利者往往都要得到胜利之后的收获。魔道阵营这一次是真被打得毫无脾气，甚至都要被迫退守黑暗深渊了。虽然正道的11位和道境不可能直接永久镇守在这黑暗深渊外界，可7位大魔神却是再不敢离开黑暗深渊，太过遥远。若是离开得太远，被正道寻到机会真的击杀那么1-2位大魔神，那他们就真的要完蛋了。所以疆域之争在这一刻已经有了结果。骸骨、杀戮、混乱，这3位大魔神的疆域本地各要一半。这是萧炎在胜利之后的发言，他直接透过大道之力传遍了整个宇宙，落在了所有和道境、创世境的耳中。这一刻，3位大魔神都是直接红眼了。萧炎，你别太过分了，这么大的疆域，你未必能够守得住。骸骨大魔神躲在黑暗深渊，却是通过大道传音：哼，你若是不服，便出来再杀上一场，看看我俩谁先陨落。萧炎同样冷笑回音，却是令3大魔神同时沉默。萧炎那一战表现出来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可怕了。若是真拼命战斗的话，除了毁灭大魔神，没有任何一位大魔神能够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拼死他。尤其是骸骨大魔神这种相对弱一些的大魔神，更是有着陨落的危险。一时间，魔道阵营悲哀地发现自己在这场战争当中已经处于必败的边缘了，而正道阵营此刻却是在疯狂的庆贺。这一战，咱们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而萧炎，你的疆域也是大的可怕了。一座古老的大世界当中，
11位和道境的投影聚集在一起，已经在进行接下来的分配了。这一次的全面胜利，得到疆域的可不仅仅只是萧炎一人，因为魔道阵营的落败，其他几位与魔道接壤的河道境麾下的疆域也得到了些许的扩张。当然，他们与萧炎比起来还是差了太远。萧炎这一次直接割掉了3位大魔神半数的疆域，加在一起，他麾下的疆域完全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河道境的疆域，足足238个大世界，加上无数下位面，这便是萧炎这一战的收获。利益分配结束之后，接下来便是获取利益的时候了。萧炎几个闪身，便是已经来到了3大魔神那半数的疆域当中，而后他便是对着一个又一个大世界直接清理了起来。这些大世界当中，所有魔神级别的强者都已经尽数撤退，毕竟这些魔神也是魔道阵营辛苦积累的宝贵精华。在这一战失败之后，魔道阵营的大魔神们便是已经开始将麾下真正的强者纷纷撤退到了黑暗深渊附近的几座大世界当中，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大本营。可是浩瀚宇宙无数大世界，他们总不可能撤出所有的强者，所以留下的那些魔道生灵便是彻底的遭殃了。许多被彻底魔化的大世界诞生的生灵天生就是魔道，对于这样的大世界，萧炎都没有丝毫的留情，直接一掌拍下，整个世界都直接覆灭。而后和道境的伟力直接将整座大世界都给重塑。而一些被魔道统治的大世界和下位面，萧炎则是心念一动，几道火焰飘过，便是将那些魔道给直接灭杀。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他便是将自己疆域内的200多个大世界和无数下位面都给清洗了一遍。而其他和道境强者则是纷纷派遣麾下一些并不算太过核心的手下，或者干脆是一些没有靠山的神灵来到了萧炎的疆域。这些神灵被萧炎安排在了一个又一个大世界当中，帮助他们炼化了部分世界意志，让他们直接拥有世界神的实力。之后萧炎更是回到元尊界域，将元神界直接融入到了体内。如今他已经是和道境巨擘无尽世界体也已经无限的接近大成，完全可以将元神界融入体内，然后挪移到新的疆域。自此原属于骸骨大魔神、混乱大魔神和杀戮大魔神的诸多疆域都成了萧炎麾下新的疆域。他也是将元神界立于这座疆域的中央，成为这片疆域的核心。对此3尊大魔神心中无比的愤怒，可他们却是不敢再向萧炎出手，因为萧炎的实力已经超越了混乱大魔神和骸骨大魔神，就算是比起杀戮大魔神也是丝毫不弱，甚至他的秘术还要更强一分。加上正道阵营的绝对碾压，他们生怕被萧炎缠住，真正遭到正道阵营的围攻。魔道修行者从来都是自私自利的，比起性命，这点疆域又算得了什么？故而萧炎也真正的站稳了脚跟，将这一大片的疆域都给收入麾下。而这片界域从此之后便是被称之为元神界域，将我元神界的文明宣扬出去，让这一方界域成为我元神界源源不断的强者根基。直径700亿里的元神界当中，萧炎坐在元神殿的大殿中央，双手摊开，声音轰鸣：是伟大的炎帝！元神殿的下方，足足数百位天至尊躬身行礼道：打下来如此庞大的疆域之后，萧炎自然是要将这些大世界真正的利用起来。毕竟即便是最弱小的大世界，直径都有着数十亿里，这样的世界完全能够诞生出大量的强者。在这些原本的大世界当中，高阶强者几乎全部都是魔道修行者，毕竟他们原本接受的本就是几位大魔神所传播的修行路线。但是萧炎一个清理，便是几乎将所有的魔道顶尖强者都给清理干净了。如今这些大世界当中，甚至连媲美帝至尊的强者都没有，派遣一位魏天至尊前去已经足够了。130年来，元神界在不断的扩张，萧炎虽然没有过多的管理元神界的事情，可萧玄却是带着药老等人实行了多种政策。原本斗气大陆的那些生灵，在充沛的资源和时间之下，短短100多年便是遍布了整个元神界。如今的元神界，论起生命数量，已经与大千世界相差无几。而这海量的生灵当中，自然诞生了不少天才人物。虽然远远比不上萧炎灵动这种河道之资，可却是赶上了元神界发展的浪潮。他们通过层层选拔，通过种种生死磨砺筛选，最后成功进入到了元神界的权力中枢元神殿。在这里，他们有着比当年大千世界都更为完善的修炼体系学习，有着更为高深的法门神通培养，有着各种数不尽的天才地宝使用。在这种资源的培养之下，自然是短短100年就诞生了许多强者。而后因为元神界扩张的太过迅猛，主世界之外也诞生了无数的下位面，很多天资卓越的弟子在修炼到帝至尊大圆满，并经过心性、悟性的2种考验之后，就会被分配到一座座新诞生的下位面当中，成为一个个位面之主。有着位面之胎的辅助，他们更是在短时间之内就修炼到了仙品巅峰。故而这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元神界便是诞生出了足足上千位天至尊。
这其中有很多斗气大陆昔日的顶尖强者，比如当年能够自己修炼到斗圣的，都是心性悟性都极为不凡之辈，在这种时代的浪潮和无数机缘之下，都是轻松修炼到了仙品巅峰。而另一部分则是这100年来新生灵当中诞生的一位位天才，而今天他们所得到的任务是一样的，那就是将炎神界的种子播散出去，将炎神界的文明传播出去。从今以后，这片浩瀚星空的200多座大世界，亿万校位面都要歌颂炎帝大人的名字，留下炎帝大人的传说。因为这里从今之后就要改名为炎神界域了。很好，去吧。作为第一个进入空荡大世界的天至尊，你们的机缘要比普通的神灵都要浩瀚，这是对于你们开疆扩土的奖励。萧炎大手一挥，脚下的数百位仙品巅峰的天至尊齐齐领命，看向萧炎的目光充满了炽热与崇敬。开疆扩土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而这开疆扩土的好处更是难以言喻。当日，数百位仙品巅峰的天至尊便是带着萧玄制定好的配置出发了。每一个大世界对于一方势力而言都是一块十分珍贵的疆域，不但其中能够诞生出源源不断的强者，更是能够影响到周围成千上万的下位面。所以萧炎或许不是很重视，但萧玄等人却是十分重视。200多位天至尊分成了200多个队伍，每一个队伍当中都配置了一位来自其他河道境麾下派遣过来的出生神，这些出生神才是镇守一方大世界真正的底牌，否则一个小小的仙品天至尊还是很难直接镇守一方大世界的。作为奖励，这些出生神们在进入这一方大世界之后，便是有希望率先接触到世界意志，从而借助世界意志在其中拥有世界神的实力，并且有希望成为真正的世界神。不过这些出生神再强大，也终究是一群外来的力量，故而萧炎虽然给他们了足够的地位和资源，却并没有给他们实权。那200多位仙品巅峰的天至尊才是炎神界派去的实际掌权者，他们还有着另一个名字，那便是监察使，又名炎神使，代替伟大的炎帝驻守一方大世界，为炎帝之耳目，故名炎神使。这200多位仙品巅峰的天至尊便是炎神界派出的第一批监察使，他们的实权极大，代表着炎神界的意志。除此之外，每位炎神使的麾下还带了足足10名的至尊，上千名至尊强者奔赴那一方大世界。他们的手中带着萧玄精心准备的一系列教育传承信息，包括如今炎神界的文字、文化、功法、神术，乃至种种修行文明。他们的任务便是将这些东西灌输到那些大世界生灵的脑子当中去。而后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方界域的无数生灵都只会认同一个文化，那便是炎神界的文化，甚至他们的修炼体系都是如今炎神界的修炼体系。这便是炎神界域下一步的规划。很快200多支队伍便是驾驭着一艘艘的战船离开了原地，就连这些战船都是堪比当年大千世界圣品绝世圣物的顶尖战船。只不过这些东西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并不算什么，一道圣品绝世圣物在宇宙当中也不过价值上万元金而已。他甚至没有开口，大千帝君便是已经主动派人送来了价值10亿元金的宝物，这是他对家乡的补偿。而今无论是大千世界还是炎神界，绝世圣物都不是什么稀罕物品了，毕竟大千帝君出手实在是太大方，几乎人手都有一件。对于这些发展规划，萧炎并没有太过在意，几乎全是以萧玄为首的炎神界元老会去制定，直到方案制定完毕之后，他亲自过目一遍，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之后就实行了。而他自己则是终于得到了一段难得的悠长岁月。自他这一世重生以来，他便是几乎从未停止过进步，一路高歌猛进，短短不到200年，便是从当年那个斗之气3段的小家伙走到了这一方宇宙的巅峰。虽说是有着前世经验的原因，但他自己同样是未曾松懈。如今大局已定，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终于不用再如此疲劳了。念及于此，即便是萧炎此刻脸上都是忍不住露出一抹笑容。他驱散了众人，走进了后宫，嘴角缓缓露出一抹久违的笑容。萧炎哥哥，你干什么？夫君，这是白天。夫君，讨厌。炎神殿后宫当中很快传来某位炎帝桀桀的怪笑，而岁月似乎一下子节奏都慢了许多，一晃眼便是悠悠万载。星空浩瀚，一条修长的如同宝剑一般的战船穿过无尽星河，朝着远处的大世界疾驰而去。在这宝剑一般的战船之上，一名容貌绝美的妖异少女正坐在船头，一双带着魅惑的眸子正望着远处那浩瀚的可怕的巨大世界，眼中满是眷恋。终于回家了，这次巡游便是足足300年的时间，真是累死姑奶奶我了。少女轻轻撅着小嘴，
说出的话却是令身后的2名护卫嘴角露出一抹苦笑。若是被神灵层次的强者注意到，便是能够发现，这少女身后的2名护卫体表都隐隐有着道运流转，神力浮现。显然，这2人都是真正的神灵。而这2名出生神巅峰的强者，此刻却是站在这圣品天至尊的少女身后，一脸的恭维。原因无他，只因这少女的身份背景实在是太过可怕。她是炎帝的长女，炎神界的长公主潇潇。听说这次陈大人击杀了一位魔道阵营的创世神，惊动了整个寰宇，炎帝大人都是十分高兴啊。一名护卫轻声笑道：“是啊，是啊，外界都说陈大人将要成为炎帝第2，成为咱们正道阵营的第13位河道境啊。”另一名护卫听到这个名字，也是连忙笑道：“他们口中的陈大人，自然是指的炎帝家最有出息的小儿子萧晨。这些年来，萧炎早已站在了寰宇之巅，实力已经被公认为是整个宇宙当中的第1人。3000年前，他曾与毁灭大魔神交手，结果却是不相上下。1000年前，他一尺劈出，直接将修罗大魔神吓得逃窜到了黑暗深渊。如今，他的威名已经在整个宇内回响。若是仅仅如此也就罢了，他的小儿子萧晨这些年也是大放异彩，与五祖灵动一同杀得魔道阵营的所有创世神都心颤。100年前，五祖灵动也是踏入到了合道境的层次，成为了寰宇当中的第12位正道的合道境大能。而萧晨则是被所有合道境们公认为是下一位最有希望成为合道境的存在。一门双合道，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是何等震撼人心的消息。自宇宙诞生以来，父子同为合道境大能还是头一次出现。毕竟成为合道境的几率实在是太过渺茫了，大部分合道境的子嗣一辈子或许连神灵都无法成就，即便是一些天赋逆天成为神灵者，也仅仅只是修炼到了世界神巅峰的层次而已。诸多合道境的子嗣当中，能够成为创世神的都仅仅只有3位，故而这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陈大人，少女听着2人的吹捧，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哎，我这小老弟的天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都是一个弟，为何他就能修炼到这种境界？潇潇有些苦恼地摇了摇头。他跟萧晨都是萧炎的孩子，甚至还比萧晨早出生了10几年。可是上万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在父亲的帮助下，才辛辛苦苦成为圣品天至尊，一路修炼到圣品巅峰之后，便卡在那里了。不光是他，萧炎的其他几个子嗣当中，除了长子萧凌之外，其余子女都是修炼到圣品巅峰就再也无法进步了。甚至如果不是萧炎花费了不小的代价，他们可能修炼到仙品巅峰就已经走到了修行路的尽头了。就算是萧凌，也仅仅只是修炼到了世界神巅峰，从此再也无法进步1分1毫。用萧炎的话来说，他们的潜力已经被挖掘到极限了，想要再进一步难。反观萧晨，则是一路修炼突飞猛进，虽然不如父亲萧炎那般200年不到就修炼到了合道境巅峰，可也是100年就成了主宰，1000年便修炼到创世神，之后很快又修炼到了创世神巅峰，与五祖一同在正魔两方的战场上厮杀磨砺，逐渐成为创世神当中最为顶尖的一批强者。甚至于这一次，他更是斩杀了修罗大魔神麾下最强大的血魔神将，威震寰宇，被誉为下一个最有希望成为合道境的存在。似是看出了潇潇的无奈与躺平，一旁的一名护卫忍不住说道：“陈大人固然是天资无双，是未来的合道境巨擘，可在大小姐的面前，他也是要摆足了做弟弟的姿态，不是？”听到这句话，潇潇那原本惆怅的俏脸瞬间布满了笑容。还是你会说话，不错，他就算是再强，也是我的弟弟啊。潇潇喜笑颜开，那护卫也是微微一笑，给一个圣品天至尊当护卫，看似降低了他们2位创世神的身份，可要知道，这位圣品天至尊可是炎帝的长女啊，她的地位比10000个圣品加起来都要高。成为炎帝子女的护卫，这可不是单单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更重要的是炎帝大人的信任。这份信任可不是资源能够兑换到的。或许将来炎帝大人一高兴，便是将他们2人下放到某个大世界去镇守一方了。经过这上万年的发展，炎神界域的资源可不是当年那般荒芜了。那时200多座大世界都是空空荡荡，随便一个出生神巅峰，只要愿意就能被派过去镇守。如今万年时光过去，想要再成为一方大世界的镇守神灵，可是需要打破头皮了。须知如今炎帝大人麾下的出生神可是已经多达上1000位之多了。一行人心中各有心思，战船在虚空当中疾驰，很快一座直径达到1000亿里的巨大世界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的眼中。望着这巨大的世界，潇潇眼中也是露出了一抹喜色。到了，终于到家了。一眼望去，如今的炎神界比起当年的天元界都几乎是没有了区别。长达1000亿里直径的巨大世界横在星空的中央，其中散发着无尽可怕的威压和能量，在其周围无数下位面环绕，
其中连超级位面都有着不少。当年的10大附属位面，如今更是一个个达到了9亿多里的直径。当年的远古7族和魔兽3族，除去枭族这个特殊存在之外，如今其他各族每一族当中都至少有着10位圣品天至尊坐镇了。毕竟在早期的斗气大陆人口比例当中，10族占据的人口还是极为庞大的。万年的繁衍之下，炎神界超过20%的人口都是来自于这10族。庞大的人口基数下，自然也让各族涌现出一位位天才，如古族、药族、龙族等各族，甚至都有了世界神层次的强者诞生。达到了炎神界的虚空之外，便是能够看到一艘艘战船在星空当中巡逻，每一艘战船当中的气息都是有着一位仙品巅峰的天至尊坐镇，甚至于是圣品。万年的时间里，炎神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小小的斗气大陆，这里已然成为整个寰宇都是最为强大的势力之一。一座最顶尖的大世界，加上200多座普通的大世界以及无数下位面，为这个势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天才。这些天才经过各种考验和培养，最终磨砺出了许多强者。如今的炎神界麾下单单是天至尊这一级数的强者便是超过10万，出生神的数量超过1000，就连世界神的数量都是接近30位之多。加上有着隐隐有宇宙第一强者的炎帝坐镇，也难怪这炎神界如今如此的强大。战船穿过虚空，很快来到了世界魔壁之外的一处下位面。如今的炎神界实在是太过强大，单单是世界魔壁就能阻挡住创世神以下的所有生灵进入，所以萧炎早就如同当年的天元界那般，在周围几座下位面布置了传送阵法。不过当那守卫在传送阵一旁的圣品天至尊看到那独属于萧族最核心的标识，以及那从战船上走下来的妖异少女之时，他原本懒散的身形在这一刻都是立刻挺拔了几分。大小姐回来了。那位天至尊脸上露出了热情的笑容，并且立刻打开了传送阵，招呼着周围的20多位来自其他大世界的天至尊们进去。快点快点，算你们运气好，竟然碰到大小姐驾到，今天能够让你们直接传送到界内了。那圣品天至尊招呼着，其余准备前往炎神界的天至尊们都是微微一怔，而后便是脸上带着喜色，跟着站在传送阵的一角。心中窃喜的同时，他们也是不由得将好奇的目光看向了那少女。这位就是炎神界的长公主吗？不愧是炎帝大人的女儿，身边的2个护卫竟然都是出生神。一群天至尊站在一角，都是羡慕地望着潇潇。同为天至尊，大家的差距也实在是太大了一些。他们很多人想要投靠一位出生神都是无比困难，可人家却是有着2位出生神当保镖，一回到家中便是直接免费为他开启一次传送阵。这等待遇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不过这也没办法，谁让人家有这么一个好父亲呢？毕竟整个炎神界域都是他家的。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潇潇的目光倒是极为的淡然，显然是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他只是微微颔首，示意那圣品天至尊开启传送阵。那圣品天至尊也是连忙笑着点头。传送阵很快开启，潇潇则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炎神界内部，一座巍峨绵延、足足有着100万里的庞大宫殿群中央，一座高达万里的雄伟宫殿当中，一名身穿黑袍的俊朗青年正指点着麾下的几名世界神。不过忽然之间，他的神情微微一怔，脸上旋即露出一抹和蔼的笑容。我家的大公主回来了。这座宫殿乃至整个炎神界的权力中枢，能够在这里坐着，并且有资格指导几位世界神修行的，除了整个炎神界域的主人炎帝萧炎，还能有谁？哼，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吧。萧林，你留在这里等候，其他人先散了吧。萧炎随意的又说了几句，终止了这次讲道。其他几位世界神虽然有些意犹未尽，但也只能是纷纷点头，告辞而去，只留下同样一身黑衣，与萧炎有着6分相似的萧凌留在原地。爹，怎么了？众人离去之后，萧凌才有些好奇地看着萧炎。对于儿子，萧炎总归是要比女儿严厉些许的。萧凌也不像潇潇和几个妹妹那般可以在父亲面前撒娇。不过总体而言，炎帝家的家庭氛围还是相当不错的。听说隔壁林叔叔的儿子从小就被魔鬼训练，那生活的确是有些难以言喻。呵呵，你姐姐回来了，你去迎接她一下吧。萧炎笑呵呵地看着萧凌，令萧凌的眼睛也是一亮。我姐回来了，那我现在就去迎接她。萧凌也不犹豫，很快便是直接消失在原地。得益于萧炎的严厉，加上那不惜代价的杂资源培养，萧凌资质虽然比幼帝萧晨相比，但也终于是踏入到了世界境。所以在没有世界意志阻碍的情况下，他在炎神界当中的速度也是极快，短短几个瞬间便是来到了那传送阵的附近，并且直接截住了还在驾驭战船的潇潇。姐，你终于回来了。萧凌直接出现在战船当中，将2名出生神都吓了一跳。不过在看清来人之后，他们脸上才露出一抹恭敬的神色。大公子，2人微微行礼，萧凌也只是微微点头。
倒是一旁的潇潇，在看到萧凌之后，脸上终于露出一抹雀跃的真诚笑容。这些年，身为炎帝长女，她虽然修为不高，可因为利益关系，暗中巴结她，求着她，带有其他目的强者乃至神灵都实在是太多了。这也逼得她越发的接近自己的母亲彩玲，除了对于家人之外，平时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淡漠表情。不过萧凌却是从小跟在她屁股后面的弟弟，姐弟二人之间自然是没有任何的隔阂。一瞬间，这位在外界冷若冰霜的长公主瞬间化身为话痨，拉着弟弟聊起了这300多年巡视当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你是不知道啊，咱们那个老登实在是不靠谱，溧阳大世界竟然有一名圣品天至尊堕入了魔道，还好你姐姐有机智，让2名护卫一掌将他拍死了。两人一路闲聊，终于来到了那连绵无尽的宫殿群。爹爹，当潇潇看到萧炎的那一刻，之前嘴里那不靠谱的老登之类的话语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俏脸之上的亲切。望着这一幕，一旁的萧凌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而萧炎更是轻轻弹了弹他的脑袋。你这丫头，在外面待了300多年，你回来就编排你老爹。萧炎笑着看着女儿，显然是知道了姐弟二人在背后偷偷说自己坏话。闻言，潇潇脸色也是微微一红，旋即又不由得撇了撇小嘴，轻哼道：谁让你这么狠心，竟然让我出去一干就是300年。300年啊，你知道我这300年是怎么过的吗？知道，当然是到处吃喝玩乐，还顺便给当地那些镇守神灵们捣乱。萧炎笑呵呵地说道：爹，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潇潇顿时急眼了，只是他眼底却是藏着心虚。好了好了，我家大小姐知道体察民情了。萧炎微微一笑，揉了揉潇潇的脑袋道：这300多年，你娘和家里人倒是都挺想你的，借着你回来这个机会，咱们今晚再举行一场家宴吧。闻言，潇潇这才露出一抹笑容。萧炎的家宴其实是经常举行的，毕竟这万年来他的生活一直是相对平静的，随着炎神界扩张到了1000亿里的极限，其中元气更加浓郁了许多，他的神力这些年也是再度增长了数倍，隐约触碰到了和道境的极限，而后便是悟道，继续尝试触摸那虚无缥缈的永恒瓶颈。只不过这一步困死了宇宙当中的10几位和道境，也困死了前世的萧炎。即便是这万年下来，萧炎也仅仅有了一些头绪，可他也不敢再贸然冲击了。毕竟这次若是再失败，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再度重生的机会了。所以这万年的修行对他而言相对还是十分松弛的。到了他这一境界，吃饭喝水、双休睡觉都是一种领悟大道的修行，生活处处都是修行，天地间处处都是大道。比如这万年的时间当中，他又将水之大道和雷之大道领悟到了大成层次。只是大成层次的大道对于他这一境界的帮助却是并不算大，故而这万年来萧炎经常没事就举行家宴，或许是10天半个月，或许是1、2年的时间，有时候肖战一个嘴馋，或许便是一场家宴的举行。不过以往的家宴当中，萧家的核心家人们虽然大部分会到齐，但若是有事也就没有心思再来了。而潇潇作为家里的大公主，足足300多年没有回家，这一次回家却是令整个萧家的人都汇聚了起来。显然大小姐在家里的地位还是很受重视的。一时间，一场宴席直接在一处偏殿当中举行，来的都是萧炎、潇潇的至亲。大孙女回来了。肖战坐在席位上，看着甜甜叫着自己爷爷的潇潇，美滋滋的笑道。若是放眼望去，便是能够看得出，这一场宴席之上，所有人的修为最低的都是达到了圣品巅峰的层次，如肖战、萧鼎、萧丽、亚飞、云韵等人，也包括萧云、潇潇等几个子女，他们的实力都被萧炎用雄厚的资源强行砸到了圣品巅峰。而萧玄、萧凌则是修炼到了世界神巅峰，就连药老如今也是踏入到了出生神巅峰。他的天赋比起萧玄、萧凌要差上不少，但年轻时的经历却是铸就了非凡的心性，加上萧炎的大量资源堆积，药老也终于成就了神灵境界。虽然修炼极为缓慢，但再给他几万年的时间，还是能够修炼到世界境的。而薛儿、彩玲、青眼镜和小医仙这些年也是终于踏入到了世界境，修炼最快的小医仙甚至已经成了世界神巅峰。只不过就如萧炎预料的那样，他的所有亲人子嗣几乎都是修炼到世界神巅峰就达到了极限，许多天赋差、没经历过太多磨难的，更是到了圣品巅峰就达到了极限。就这，还是萧炎花费了巨大代价才做到的。不过一家人其乐融融已经是萧炎最希望看到的了，为了这一点花费一些资源又能算得上什么呢？不过当潇潇的目光扫过一家人之后，修长的眉毛却是微微一挑，有些娇嗔一般的看向了一旁的青眼镜。静怡，陈帝呢？听说他这次斩杀了血魔神将，已经是整个寰宇都威名赫赫的大人物了。潇潇有些不满的说道。不过我这大姐都回家了，这小子也不过来看我一下。
哎，小时候真是白给他弄了这么多好吃的了。潇潇老气横秋地叹着气，仿佛有些不满。青眼镜却是抿嘴一笑，刚要开口，一只修长玉手便是捏住了潇潇的后脖颈。你这丫头还是这般的调皮，你陈弟如今可是名震寰宇的大人物了，你在外面可要对他客气一点。说话之人正是彩铃。嘿嘿，再大的人物，在家里也要叫我一声大姐。潇潇咧嘴一笑，弄得大殿氛围顿时更加欢乐。就在这时，一道冲天的气息忽然从炎神界的一处洞天福地当中直冲云霄，可怕的气息瞬间弥漫了整个炎神界，恐怖的威能令所有强者色变，哪怕是世界神都在这威压之下感到一些压力。身为圣品天至尊的潇潇，在这气息之下更是感到呼吸困难。唯有萧炎神色依旧平静，脸上却是带着一抹遮掩不住的惊喜神情。他的目光穿过殿宇，直接看到了那虚空当中隐隐浮现的时光长河。那是大道共鸣的气息，所过之处，时间仿佛静止，又仿佛紊乱，似乎这气息的主人一个念头，便是能够改变整个炎神界的时间流速，甚至就连炎神界之外的一方星空，时间大道都在被无形的影响着。一位融合了时间大道的河道境大能，在炎神界当中诞生了，这又将是一个震惊寰宇的消息。不过，此刻被率先震惊的还是那满脸茫然的潇潇。哼，你不是在问你陈弟在哪里吗？萧炎看着表情呆滞的大女儿，他最近一直在闭关，你一回来他就突破了。我老弟一直在闭关，我一回来他就突破了。潇潇感受着那浩瀚如渊的气息，隐隐有些懵逼。他这陈弟在闭关之前可就是创世神巅峰的存在了，这一突破是突破到什么境界了？答案只有一个，却令潇潇的心底都有些不敢置信。我老弟突破成河道境了。潇潇的理智告诉自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可他的内心还是隐隐有些难以置信。那可是河道境啊，站在整个浩瀚寰宇之巅的超级存在。整个宇宙如今只有19位而已，当然，若是算上自己这个刚刚突破的老弟，那就是足足20位了。可20位，那是整个宇宙范围内的20位，每一位河道境都可以打下一片近似于他父亲萧炎麾下这般广阔的天地啊！在这茫然之后，他的内心自然是无比的惊喜。这惊喜既是欢庆自己的弟弟成为了这方宇宙的超级存在，更是感到有种莫名的骄傲。父亲是河道境巅峰，如今小弟也是河道境了。虽然我有点废物，但是那又怎么了？潇潇的心中无比的自豪，同样自豪的还有整个炎神界的所有人，尤其是萧炎的家人更是无比的自豪。其中最为高兴的自然是青眼镜，丈夫儿子如今都是河道境巨擘，这在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一个妻子，任何一个母亲拥有这样的荣誉。一门双河道，这个宛如神话一般的传说，在今天竟然真的被人做到了。炎神界当中庞大的气息令整个炎神界的生灵都感到窒息，虚空当中无形的时间之力汇聚，似乎整个世界的时间流速都在紊乱。半晌之后，这恐怖的威压才缓缓地散去，时空也是缓缓地恢复了平静。而后，一名身穿青衣的俊朗青年也是从中走出，他的容貌倒是与萧炎仅仅有些许的相似，反倒是与青眼镜更像一些。这就是河道境的力量吗？时间大道终于是被我彻底的掌握了。青年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手指朝着远处的一株树苗所在的方向遥遥一指。顷刻间，这树苗周围的时间流速瞬间加快，短短片刻便是以一个惊人的速度迅速生长为了参天大树，而后隐隐开始衰败，隐约有着死亡的气息。这短短片刻的时间，他所在的一片空间当中却是已经过去了1000年。而后青年心念微微一动，那老树仿佛开始迅速恢复茁壮，甚至连枯败的树叶都倒飞回去，最后重新回归成为一棵小树苗。一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唯有那俊朗青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时间大道不愧是宇宙当中最为玄妙的一种大道。一道身穿黑衣的青年忽然从一侧的空间当中走出，正是萧炎。他目光望着自己这个最有出息的小儿子，嘴角带着欣慰的笑容。历时万年，小儿子萧晨终于也突破了到了河道境，并且掌握了最为奇妙的大道之一——时间大道。父亲见到萧炎出现，萧晨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时间大道虽然神奇，却也不是万能的。萧晨轻轻摇头道：“我虽然可以改变某个区域，甚至是某个物体乃至生命身上的时间流速，可目标的实力越强，对我神力的消耗也会越大。若是想要改变父亲身上的时间流速，恐怕就算我神力耗尽，也坚持不了片刻的时间。”萧晨颇为谦逊地说着：“的确，时间大道虽然神奇，可也需要雄魂神力催发。萧晨方才仅仅只是控制一株最普通的树木加速，对于身为河道境的他而言，自然是可以轻松控制，加速1000倍万倍都能轻易承担。
可若是让他控制一个出生神世界神周围的时间流速，哪怕仅仅只是100倍，都会令他这位河道境感到吃力。至于河道境，在不燃烧神力的情况下，他很难改变河道境所在的时间流速，即便是燃烧神力，那时间流速控制的也只能在10倍以内，每增加1倍，燃烧的神力都是翻倍的叠加。只不过他说出的话却是令萧炎哈哈大笑。你能够控制为父身边的时间流速，哪怕是将神力耗尽，也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件事了。萧炎笑着拍了拍萧晨的肩膀，不要急，你如今才刚刚踏入河道境，身体神力都没有彻底的完善，等你神体修炼圆满，神力储备完整，混元神兵再度进化之后，才是你实力最为巅峰的时候。萧晨闻言也是颇为兴奋的点了点头。当年萧炎成为河道境之时，他就已经是主宰境界的强者了，所以对于那一战究竟是什么情况，他的心中十分的清楚。当年的萧炎，无尽世界体都尚未修炼圆满，神力也是勉勉强强提升到河道境巅峰，炎神尺也未曾完全提升完毕，所以他那一战所展现出的实力并不算是巅峰战力。而这万年来，炎神界扩张到大世界的极限，元气浓度都比过去再度浓郁了数倍不止，令他的无尽世界体直接修炼到圆满，神力雄浑比过去强了数倍。而他的炎神尺也是真真正正的祭炼成了最顶尖的河道境混元神兵。正是因此，1000年前那一战，萧炎才一尺将修罗大魔神劈成重伤，吓得他仓皇逃窜。也正是那一战，奠定了萧炎如今整个宇宙第一人的巅峰战力。因此，即便是如今踏入到了河道境，萧晨依旧觉得自己有些看不透自己的父亲。火之大道虽然是宇宙当中最常见、最雄浑的基础大道之一，可论其威能，它不如剑道、杀戮道；论其诡异，也不如气运大道、时间大道。可萧炎就是凭借着火之大道纵横宇宙，连毁灭大魔神都要被他隐隐压制住一头，这一点已经令其他河道境们都难以理解了。走吧，你大姐刚好回来，家里正在大摆宴席，你倒是可以过去好好吃上一顿了。萧炎微微一笑，父子二人瞬间又返回到了大殿当中。很快，一家人便是继续其乐融融地吃了起来，彼此之间都是十分的开心。小弟，我小弟是河道境了。姐姐，今后我就有个河道境的弟弟了。萧萧端着酒杯，美滋滋地拍着萧晨的肩膀。而萧晨望着自己这个不正干的姐姐，也是颇为的无语。自己这个姐姐从小就不干好事，当年在大千宫的时候，她就带着自己和几个哥哥姐姐到处偷鸡摸狗，那个年纪就敢去天至尊的药园子里偷吃灵果了。不过望着面前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她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而这场家宴其实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在萧晨突破河道境的那一刻，正道阵营的其他11位河道境便是已经纷纷透过大道之力传来的庆贺，而萧炎也是直接做主改日再举行一场真正的盛宴。这个日子很快直接定在了3日之后。相比于自家的家宴，这次宴会则是要无比的隆重，地点也不在炎神界，而是改成了大千世界。毕竟萧晨其实从小就是在大千世界长大，他并没有萧炎和灵动的家乡情怀，愿意耗费大代价将家乡一个下位面一步一步孕育成顶尖大世界。他在成为创世神之后，有着萧炎和大千帝君的照拂，自然而然没有任何质疑的就成了大千世界的主人。所以在他成为河道境之后，大千世界自然也成了他的道场老巢。虽然他是萧炎的儿子，可也是新晋的河道境，是大千世界的主人，没有道理在炎神界举办宴会。而且随着萧炎、灵动、萧晨等人的不断强大，加上老前辈大千帝君的照料，大千世界这些年也是发展极快，直径同样达到了900亿里。论起强者数量，也是比当年翻了10倍。于是一场惊动寰宇的巨大盛会在大千世界举行了。萧晨坐在主位，12位河道境大能纷纷降下神力，分身赴宴。在身左右两侧正是他的老父亲萧炎和老丈人灵动。河道境巨擘之间聚会，倒是并没有携带家眷，毕竟很多古老河道境是先天神灵，都未必有着家眷，也有一些因为活了漫长岁月，大多数亲人都已经死去，所以也只有他们13人言笑晏晏。不过在不远处的另一处角落当中，一群女人却是叽叽喳喳了。若是一眼望去，每一个都是风华绝代的绝美佳人。炎神界当中，彩铃、薰儿、小医仙、青眼镜都已经踏入到了世界神，亚妃和云韵也同样是圣品巅峰。而五界当中却仅仅只有2位主母，林青竹和殷欢欢。虽然如此，2人却都是世界神巅峰的修为。只不过2人此刻却都是有些宠溺的望着面前的女子。你这丫头都已经嫁作人妇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么急躁？吃个东西都是如此。林青竹宠溺地看着美少妇、青眼镜乃至其他长辈，乃至洛离、九幽、
灵犀都是好笑的看着这个大馋丫头。面前这个拿着元尊送来的圣龙果，张大小嘴猛吃的少妇，便是当今宇宙当中比潇潇背景还要可怕的女人。五祖长女林静，父亲是河道静，丈夫是河道静，公公更是第一河道静。放眼整个宇宙，似乎都没有哪个女子比她更有背景了。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这圣龙果实在是太好吃了。林静鼓着个香腮，仿佛一个10000岁的女孩。见到她这副模样，众女也是不由得笑了。比起他们之间的谈笑，一群河道境大能们在简单的客套几句，酒过3巡之后，便是开始了关系到整个宇宙格局的可怕新的一题。如今我正道阵营已经有了足足13位河道境，炎帝更是能以一己之力压制毁灭大魔神，甚至在黑暗深渊之外有机会击杀其他大魔神。时光真主和五祖更是一个掌握了时间，一个掌握了5之大道。这一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真正的覆灭魔道阵营了。大千帝君与所有人关系都很好，他率先开口，其余众河道境都是纷纷点头。不错，其余众人纷纷点头，眼中都是有着期待。五祖的5之大道，那在正面攻杀上也是极为恐怖的存在，一旦修炼到巅峰，完全可以媲美修罗大魔神。而时间之道更是诡异莫测，若是单对单或许影响还没有这么大，可若是群体攻杀，那影响力将会无比的可怕。试想一下，2名河道境正在厮杀，其中1人的速度忽然暴涨，而另1人的速度却是忽然下降，那该是何等可怕的破绽。而萧晨如今便是有着这样的能力，他的时间大道在辅助方面威能要比大千帝君的气运大道更加的可怕。不过时光真主如今也仅仅只是刚刚踏入到河道境而已，各项实力还远远没有到达巅峰，我们也不必急于一时。玄渊帝君笑着开口道，萧晨如今的称号便是被奉为时光真主。闻言，其他河道境也都是微微点了点头。不光是刚刚突破的萧晨，就连100年前突破的五祖灵动，实力也远远尚未积累到巅峰。他们并非萧炎，拥有着前世河道境巅峰的记忆，只需按部就班的修炼就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想要彻底熟悉河道境的力量，将神力修炼到圆满，将兵器创造的强大，并且创造出河道境层次的顶尖神灵秘术，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不过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近千万年，众人心中倒是也不在乎多等几千年几万年。从当年萧炎突破成为河道境的那一刻开始，这场持久的战争便是几乎没有悬念地站在了正道的一方。宴席结束之后，各大河道境按照以往的惯例，纷纷赠予了萧晨10亿元金，而萧炎则是更加大方，直接给儿子了足足100亿元金。这是一笔十分巨大的财富，即便是对于萧炎而言，也是炎神界近万年的全部积累。不过萧炎倒是并不在乎，如今亲人们的实力几乎尽数被他挖掘到了巅峰，他已经不需要多少元金，更何况这可是自己的亲儿子，一点元金又算得上什么？得到这些赐予之后，萧晨倒是也没有二话，转身便是回到了大千世界继续修炼。这一个修炼便是足足3000年。而在3000年后的某一天，当萧晨和灵动都确定自己的实力上升期达到了瓶颈，数万年内都很难再度提升之后，诸位河道境终于选择了动手。不过当萧炎提出动手的对象之时，众人的心中却是依旧有些震撼。什么？你要猎杀毁灭大魔神？当萧炎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所有河道境们都是被吓了一跳。先挑一个大魔神杀了，然后再逐个击破其他的大魔神，这是他们早就达成共识的事情。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想到，萧炎一开口竟然是要击杀毁灭大魔神。要知道，毁灭大魔神可是魔道阵营当中的最强者，在萧炎出现之前，他甚至隐隐是这方宇宙当中的最强者，只是因为对付正道的几位河道境没有绝对的优势，才没有人承认他最强者的名声而已。他的难杀程度绝对要比骸骨大魔神、混乱魔神之流的要难杀许多。可萧炎一开口，竟然便是要把这个嘴硬的骨头给啃了。不错，唯有先将毁灭大魔神杀了，我们才有希望攻入黑暗深渊，真正的灭杀其他6位大魔神。萧炎微微点头。可是若是被他逃了怎么办？一位河道境不由有些担心的开口道，现在7大魔神虽然没有躲在黑暗深渊当中，可他们也是无比的谨慎，所在之处距离黑暗深渊都是极为靠近，就算我们人多势众，可真要动起手来，必须瞬间困住，然后灭杀一位大魔神，否则一旦他们7个都逃回黑暗深渊，我们依旧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尤其是毁灭大魔神，他若是逃回去了，我们想要攻打黑暗深渊可就真的难了。闻言，其他河道境们也是纷纷点头，他们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毁灭大魔神和黑暗大魔神绝对是魔道阵营当中最难杀的2位，他们诞生自黑暗深渊，是最顶尖的先天魔神，天生神体便是无比的强大，生命力更是十分的顽强，十分的难杀。而且
毁灭大魔神的实力比黑暗大魔神还要强上一线，可以说是魔道阵营最难杀的一位大魔神了。不但如此，因为这两位诞生自黑暗深渊，天生就与黑暗深渊更加的契合，在其中能够发挥出的实力，还要比寻常的大魔神更加的可怕。如毁灭大魔神，他如今虽然在外界要比萧炎弱上一线，可若是在黑暗深渊的内部，他或许都能爆发出压制萧炎的战力，就连黑暗大魔神在其中恐怕都能媲美萧炎。所以在大多数和道境的心中，他们的首选目标应当是黑暗大魔神才对。放心吧，萧炎闻言丝毫未曾在乎，而是继续传音给各大和道境们，我既然开口要对付毁灭大魔神，这次就绝对不会让他逃了。你们只知道我的炎神开天尺能够胜他一筹，却不知我还有一秘术从未施展过。有此秘术，毁灭大魔神只要没有第一时间逃回黑暗深渊，他就再也难以逃走。萧炎的话音平静，可落在众多和道境的耳中却是如同惊雷炸响。什么？还有一招和道境秘术能够令毁灭大魔神都无法逃走？众人心中都是颇为的震撼。要知道，萧炎的炎神开天尺已经是震惊寰宇的第一攻击秘术了，连毁灭大魔神遇到都要退避三舍，修罗大魔神和骸骨大魔神遇到更是被一尺重伤。可他们却是没想到，萧炎竟然还有一秘术，听他的口气，怕是要比炎神开天尺都更加的可怕。一想到这里，众人在震惊之余，也是不由得暗叹这萧炎的神秘与强大，旋即便是果断地答应了下来。和道境之间虽然地位平等，但萧炎的实力俨然是话语权更重一些，所以众人也是不再多言，目标很快便是定在了毁灭大魔神的身上。接下来便是分配各自的目标，黑暗大魔神依旧是由光明真神负责对付，至于骸骨大魔神则是交给了最为擅长肉身的渊庭界主。欲望大魔神对手依旧是青蓝神尊，混乱大魔神对手却是从天机老人换成了刀圣，而后实力仅次于毁灭大魔神的吞噬大魔神，这一次却仅仅只有元尊周元一人出手。显然10000多年的时间过去，这位元尊的圣龙大道也是有所突破，虽然实力提升的没有那般夸张，但是拖住甚至对付吞噬大魔神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修罗大魔神却是被交给了五祖灵动，面对极为擅长战斗的修罗大魔神，同样掌控极为擅长战斗的五之大道的灵动，十分期待在与对方的厮杀当中磨砺自身的实力。6位大魔神也派出了6位合道境，1对1，不求击杀甚至击伤对方，只要拖住他们就是胜利。因为剩下的足足7位合道境将统一对付毁灭大魔神，7打1，即便是毁灭大魔神再如何的擅长战斗，面对这种局面也将有着巨大的生死危机。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个1对1都能压制他的萧炎。毁灭大魔神，这次你死定了！众多和道境的声音在虚空当中回荡，下一刻众人便是不再犹豫，伴随着萧炎的一声动手，便是很快离开了自己原本的位置，纷纷朝着目标厮杀了过去。一瞬间，大战再起。距离黑暗深渊相隔了不过数十个大世界距离的一座大世界当中，毁灭大魔神巍峨的身躯坐在这座世界的中央，他高达上亿里的庞大身躯仅仅只是坐在那里，便是带着无尽的压迫，天生便是融入了毁灭大道的气息，在这座世界扩散，令无数弱小的魔道生灵都瑟瑟发抖。10000多年了，我魔道竟然还是没有诞生出一位合道境，难道这一次我们真的要被那些虚伪的家伙给灭掉吗？毁灭大魔神猩红的双眼当中带着不甘，他是魔道一方最为高贵的先天魔神，生来就有世界神巅峰的战力，是黑暗深渊的宠儿。无数年来，他纵横宇宙，从来没有人敢对他不敬，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可是如今，他和他的同伴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机当中，正道阵营注定想要将他们彻底消灭掉。这万年来，7大魔神当中，除了他和吞噬，其他大魔神的疆域已经缩小了过半，就连他和吞噬都被迫让出了些许的疆域。如今正道的强者数量已经接近我们的2倍，正道的疆域更是我们的2倍还多。毁灭大魔神内心无奈，魔道强者，尤其是先天魔神们，先天就是那些负面大道孕育而生，最喜欢杀戮毁灭，制造混乱。所以在魔神们统治之下的疆域当中，诞生和道境的条件先天就要比正道一方差上许多。最开始这种情况还不明显，但千万年过去，这种差距就变得无比的明显了。正道这短短10万年，已经陆续诞生了4位新晋合道境，可魔道阵营这100万年都是未曾诞生出一位新的合道境。大势已去，就在毁灭大魔神心中无奈之际，这一方大世界的天空之上忽然有着丝丝缕缕的绚丽火焰出现，而后整片天空都被那火焰的绚丽所遮盖。望着这一幕，毁灭大魔神那岩石一般的面孔之上瞬间露出了一抹警惕。帝炎，炎帝，又是你！他话音落下，
上衣里的神体便是无比的灵活，似是想要瞬间逃离。若是1对1，他即便落入下风，也根本不怕这炎帝。可是如今正道阵营的强者数量这么多，对方一旦选择动手，必然是携带杀局而来。果然，就在毁灭大魔神动身的那一瞬间，整片大世界的大道秩序直接变得无比混乱，足足7种大道的气息将这方大世界彻底搅乱，将他的毁灭大道都压制得难以动弹。望着这一幕，毁灭大魔神脸色巨变，7个对付1个，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道？毁灭大魔神怒吼一声，直接燃烧神力逃窜。他虽然自信自己的实力，但是也知道七达仪自己也是必死无疑。哼，对付你们魔道，自然要使用魔道的手段。在毁灭大魔神逃离的瞬间，7位和道境已经出手了。气运剥夺，气运加持。大千帝君到了都没有说二话，直接剥夺了毁灭大魔神身上的气运，令对方的状态出现了些许的下滑。而剩余的气运则是全部加持到了萧炎的身上。虽然以这2人的实力，就算有着大千帝君操纵气运的影响，也仅仅只是对实力有着些许的影响而已。可这还仅仅只是第一波，下一刻，一座笼罩了整座大世界的超级大阵便是已经浮现。造化神阵，天机老人一出手，便是将自己最强大的阵法催动了出来。与此同时，剑神和万星神帝的2种大道直接融入到了这造化神阵当中。阵法之道最为神奇的就是能够融合天地间的所有力量，而天机老人的造化神阵则是可以融合其他大道。一瞬间，星辰大道和剑之大道的威能同时融入到了这造化神阵当中，令这造化神阵的威能暴涨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剑神直接融入其中，掌控剑之大道攻杀而来。3位和道境联手，虽然没有那种融合一般的完美叠加，可威能却同样不可小觑。哪怕是萧炎的炎神开天尺，在这3位和道境的共同联手之下，怕是都要稍逊一筹。而后，无尽的水流缠绕，直接拦在了毁灭大魔神的面前。那是玄渊帝君的上万神剑组成的一道河流。混蛋，滚开！毁灭大魔神一边逃跑，一边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死亡危机。那天机老人的造化神阵加深，3位和道境融合在一起的招数，令他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此刻明白，自己一旦陷入7位和道境的包围当中，那是必死无疑。即便是他实力再强大，也会被活活的耗死。当下，他掌中黑光涌动，毁灭大道的恐怖威能直接爆发，将面前的水流直接拍碎。他燃烧神力之下，力量比正常状态下还要强大。玄渊帝君的阻拦对他而言没有任何的威胁，唯一的威胁就是令他停顿了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瞬。可就是那么一瞬，一道巨大的齿芒便是直接撕裂这一方大世界的天地，朝着他的脑袋重重地砸了过去。萧炎出手了，炎帝！毁灭大魔神怒吼一声，神力燃烧，将毁灭大道催发到了极致，直接与那绚丽齿芒碰撞在了一起。可是他燃烧了神力，萧炎却是同样燃烧了神力。一尺之下，毁灭大魔神的身影根本逃不掉多少，反倒是被那巨大的齿芒轰击的倒退了好几步。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剑神携带着造化神阵当中的无尽威能，星辰大道与剑之大道融合，直接化作一道星河剑光落下。毁灭大魔神仓促抵挡，可当那星河剑光落在身上的那一刻，他才忍不住脸色巨变。即便是已经领略到这3人叠加起来的实力应当是极为的可怕，可当被这星河剑光轰中，他才知道其中的力量究竟有多可怕。可恶啊！毁灭大魔神心中无比的愤怒，7个打他1个，令他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而就在这时，他忽然诡异地发现自己周身的时光流速都变得缓慢了许多。可他的时光流速变得缓慢了，但其他人的攻击却是没有丝毫的停顿。上万神剑化作水流将他缠绕，绚丽齿芒和星河剑光垂直落下，令他根本来不及反抗。轰隆隆，2道比他全力爆发还要可怕的攻击落在身上，令毁灭魔神的身躯都险些崩碎，浑身上下露出了无数的伤痕。该死，我的神力已经消耗了超过20%。毁灭大魔神眼睛更加赤红，仅仅几个回合，他的神力便是消耗了足足20%。若是再来上几次，他不就得直接陨落了？念及于此，他甚至顾不得这些，目光猩红地望着在场的7位和道境，声音确实如同带着毁灭的气息。这是你们逼我的！毁灭大魔神冷笑一声，身形瞬间炸开，化作一团黑雾，仿佛就要消失一般。望着这一幕，天机老人等老牌和道境都是脸色一变。不好，这是大道逃遁，他要融合在毁灭大道当中，直接逃遁。众人神色凝重，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和道境个个都是与大道融合的超级存在，换句话说，在同一种大道没有第2位和道境出现的情况下，他们便是这一方宇宙当中某一种大道的代表。
不但可以肆无忌惮地借助着大道的力量，关键时刻更是可以直接融入大道逃跑。比如此刻，毁灭大魔神便是可以直接崩碎自身，将神魂与残余神力融入到毁灭大道当中逃离。大道逃遁是每一位和道境最后的手段，也是和道境几乎很难杀死的底牌。虽然代价是令神体碎裂，将来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修炼出来，可效果也是好的出奇。面对这一招，除非是空间大道的合道境出手，否则几乎无人可以拦截。可这方宇宙诞生到如今，都是没有一位擅长空间大道的合道境诞生过。萧晨虽然是掌握了与空间大道媲美的时间大道，可在这一方面却也并不擅长。就在这时，天地之间那无尽的绚丽火焰却是骤然一缩，化作了一道巨大的火焰熔炉，笼罩了这一整个的大世界。同时，萧炎的声音也是在这无尽的火焰世界当中传来：“交给我，他逃不掉。”轰隆隆，无数绚丽的火焰连接在一起，渐渐形成一道直径100亿里，近乎笼罩了这一方大世界的巨大火焰熔炉。当这火焰熔炉雏形出现的那一刻，所有和道境都是微微皱了皱眉，刚要说些什么，便是诡异地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之处。因为当这火焰熔炉成型的那一刻，整个火焰熔炉当中的世界都仿佛与外界的宇宙都分割开来了一般。这一瞬间，除去萧炎之外的6位和道境各个色变，因为他们惊惧地发现，当自己身处于这火焰熔炉当中的那一刻，他们与彼此大道之间的联系竟然弱化了许多，仿佛有着一种无形的力量要切断他们与大道之间的联系。只不过也不知道是萧炎的手段尚未成熟，还是因为一些别的什么原因，这种作用虽然有，却也并不绝对，顶多就是令他们与大道之间的联系会变得吃力许多罢了。但仅仅如此，也足以令人心惊了。要知道，和道境之所以能够纵横宇宙，堪称近乎不死不灭，不就是因为他们自身已经与宇宙当中的某一种大道融合了？若是失去了大道的支持，他们的实力又如何能够完美的发挥出来？没有了背后依仗的整个宇宙的大道，他们也不过就是比创世神多了10倍、数十倍的神力罢了。而如今，萧炎这火焰熔炉出现的那一刻，他们便是能够隐隐地察觉到，自己身处在这火焰熔炉空间当中，与大道的联系都困难了许多。这也就意味着，身处这火焰熔炉当中，他们想要完美地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众人当中，其余合道境们面面相觑，唯有萧晨站在其中，感受着那火焰熔炉诡异的力量，心中震撼。是混沌熔炉，这是父亲的混沌熔炉。萧晨内心震颤。当年萧炎依靠混沌熔炉灭杀天邪神之时，他已经不是一无所知的孩童，自然是记得这一幕。他也知道他父亲当年纵横大千世界，靠的便是一招名为混沌熔炉的绝学。只不过，萧炎在踏入宇宙的这些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值得自己使用混沌熔炉的对手。他也是悄悄将这一招当成了自己的底牌，从来未曾施展。直到万年之后，当遇到这最为关键的一战之后，萧炎毫无保留地用出了混沌熔炉，而且一出手便是震惊全场。因为这万年来，他虽然修为早已达到巅峰，可对于大道的感悟却是从来未曾停止。很多他前世渡劫之时的猜想，经过这一世的反思验证，都有了一些新的眉目。故而，如今的混沌熔炉要比万年前的混沌熔炉更加玄妙莫测。这一点，从那火焰空间当中被不断逼出的毁灭气息身影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不可能！毁灭大道再度汇聚，一道浑身漆黑、充满了毁灭气息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正是毁灭大魔神。他此刻猩红的双目正满眼不可置信地望着萧炎，眼中充斥着不可思议。空间大道，你悟透了空间大道，并且融合在了自己的秘术当中。毁灭大魔神的声音在火焰熔炉当中回荡，却也如同一道惊雷在所有和道境的耳畔炸响。什么？萧炎悟透了空间大道，而且他竟然能够将空间大道也融入到自己的秘术当中。此言一出，所有合道境们都震撼了。空间大道和时间大道，那是宇宙中最为根本的大道之一。虽然火之大道、水之大道等同样是宇宙构成的基本大道，但比起这2条大道，在重重方面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故而，虽然到了神灵层次之后，对于这2条大道或多或少都能有所涉猎，可真正能够悟透其中一条的却是少之又少。迄今为止，空间大道和时间大道层次的创世神加起来都不超过5人。萧晨能够靠着时间大道成为合道境，已经是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可萧炎竟然在掌控火之大道的同时，还将空间大道也悟透了，并且融入到了自身的秘术当中，这实在是令人太过震惊。哼，若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又怎么有把握将你拦在此地呢？萧炎并没有理会众人脸上的震惊，他在施展出这一招的时候就没有打算隐瞒。前世的种种摸索告诉他，想要走到和道境之上，仅仅悟透一种大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悟透更多的大道，而后才有着冲破和道境之上的境界。
故而，他这一世在河道之后，便是将现有的诸多大道都给尝试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便是自己在空间大道上也有着不弱的天赋。所以，万年来，他虽然也参悟了时间大道等大道，但重心其实一直放在空间大道之上。而如今，他的空间大道也终于悟透，虽然距离成为河道境还差得很远，但也是完全媲美创世神层次的大道感悟了。而且，他高屋建瓴之下，更是将空间大道也融入到了混沌熔炉这一秘术当中。不但是完整的空间大道，还有一小部分时间大道。虽然他的时间大道仅仅领悟了些许，最多也就是世界神层次的感悟，却对于混沌熔炉有着巨大的影响。当混沌熔炉凝聚出的时候，整个混沌熔炉当中的天地，在这一刻仿佛自成一方宇宙时空，连大道都隐隐被隔绝。如今的混沌熔炉，似乎更应该被称之为宇宙熔炉。虽然只是一个极为模糊的雏形，可已经令人无比的震撼，因为这只是混沌熔炉无区别的针对。而当萧炎运转神力神魂，将所有精力用在隔绝毁灭大道的时候，这混沌熔炉对于毁灭大道的隔绝效果，自然是超过了其他大道10倍100倍，以至于毁灭大魔神刚刚融入到毁灭大道，便是近乎快要察觉不到毁灭大道了。即便是有所联系，他也很难彻底的融入毁灭大道，甚至被这火焰熔炉当中的一种神秘诡异之力给直接将这一部分大道直接拦截下来，被逼得再度化作了本体模样。这一刻，毁灭魔神的内心充满了绝望，他发现自己实在是太大意了。作为与黑暗大魔神一样最为古老的大魔神，他这千万年来都是从来未曾感受到过生命的威胁。就算是上次与萧炎对战，也仅仅只是略微落入下风。他更是没有想到，正道阵营的和道境们开启战争，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自己。按理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该对自己第一个出手。如今，我连逃回黑暗深渊的机会都没有了。毁灭大魔神心中升起从未有过的绝望，没有了化身大道这一最顶尖的逃遁手段，他即便是燃烧神力，也很难逃过足足7位河道境的包围。而逃不出去，下场便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死。哈哈，既然你们想要磨死我，那就尽管来吧。毁灭大魔神忽然发出癫狂的大笑，一身毁灭之力骤然被他催发到极致。战吧战吧，我生来就是为了毁灭的，即使我陨落，也要带走你们其中1个2个。他话音落下，竟然是主动朝着一位渭河道境攻杀而去。神力燃烧之下，毁灭大道被他爆发到了极致，威能比过去最巅峰还要强盛几分，令其他几位河道境都是微微色变。剑神，你们继续借助造化神阵的威能远程偷袭，其他人一律不要跟毁灭大魔神正面交锋，剩下的交给我。见到毁灭大魔神拼命，萧炎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惧意，身躯眨眼化作上亿里的火焰巨人，冲入混沌熔炉，与毁灭大魔神厮杀起来。他一掌拍出，混沌熔炉内部的100亿里空间都仿佛汇聚在他的掌心当中，宛如一方大世界落下，落在毁灭大魔神的身上，竟然令对方身体一震，不由得倒退。与此同时，玄渊帝君、大千帝君和萧晨都是直接催发各自大道辅助，直接令毁灭大魔神实力再度下降了接近30%。另一边，剑神融合了万星神帝和天机老人的部分力量，星河剑光威能同样可怕，朝着毁灭大魔神厮杀过去。2大主战力量爆发出的攻杀之力都比毁灭大魔神巅峰时期都要强上几分，联手攻杀之下，毁灭大魔神根本招架不住。更何况他的气运都被剥夺，他的身躯时光流速都偶尔会被萧晨控制一下，他的身躯更是会时不时被一些莫名出现的水流缠绕。在这种状态下，他浑身都是破绽，短暂的失误都将成为萧炎和剑神的靶子。很快，他便是遍体鳞伤，然后再度通过神力修复，而后再度受伤。很快，他的神力便是再度消耗大半，只剩下了巅峰时期的30%。拼了！我跟你们拼了！毁灭大魔神这次彻底绝望了。他想过魔道阵营会有落败的那一天，可却没想到第一个被击杀的大魔神竟然是自己。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感受一下毁灭大道真正的力量。毁灭大魔神发出绝望的嘶吼，下一刻他的身体骤然膨胀起来。而当他身体膨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是脸色巨变。不好，他要自爆了！毁灭大魔神本就是毁灭大道的掌控者，一旦自爆，会将毁灭大道的威能催发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众多河道境几乎是在第一瞬间就疯狂倒退。河道境的自爆可不简简单单是神力化作无比可怕的冲击波，若是仅仅如此，单单玄渊帝君的领域都能阻挡。可河道境自爆是会引发大道轰鸣，威能无比的可怕。而且自爆本就意味着毁灭，毁灭大魔神又是掌握毁灭大道的河道境，这一下一旦被波及到，就算是其他河道境被波及到，都有着陨落的危险。众人疯狂撤退，唯有萧炎却是依旧站在原地。父亲，
快撤啊！萧炎，快撤！众人见到萧炎依旧站在原地，都是焦急地发出声音，而萧炎却是轻轻摆手：“无妨，这自爆还杀不死我，你们先跑吧。”话音落下，众多河道境都是感到自己与大道的联系瞬间再度变得畅通无阻。他们虽然担心萧炎，却也不觉得萧炎是傻子，于是一个个立刻逃窜，瞬间便是逃出了这一方大世界，而后几个闪烁来到了千亿里、万亿里的虚空之外。而此刻，那宇宙熔炉的内部，毁灭大魔神已经彻底自爆，无穷无尽的毁灭之力瞬间肆虐，可怕的威能比萧炎的炎神开天尺都要恐怖。然而，萧炎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原地，巍然不动，任由那恐怖的冲击冲过他的身体。在这可怕的毁灭之力面前，即便是他的体表有着1小号的宇宙熔炉旋转，卸去了大半的伤害，那残余的力量依旧令他瞬间重伤，神体都在不停的湮灭，而后被雄浑的神力不断的修复。残余的毁灭余波直接将这100亿里的时空都给毁灭，连同萧炎的宇宙熔炉在这可怕的冲击波面前都被撕裂。轰隆！在外界的几位和道境看来，那无尽的毁灭波动就仿佛宇宙爆炸，仅仅一瞬间，那一方直径200亿里的大世界便是在这恐怖的毁灭波动当中直接湮灭，连虚空都被毁灭成了虚无。一个200亿里直径的大世界直接在这一场爆炸当中被炸成了虚无，而后虚空坍塌，1000亿里直径内的所有物质都为之湮灭。太可怕了！望着这一幕，其余6位河道境内心都隐隐有些后怕。若是他们落在这爆炸的中央，恐怕不死也要重伤。毁灭大魔神的拼死自爆的确是无比的可怕。萧炎，父亲！等到爆炸余波隐约散去大半，一群河道境才再度出现在原本的战场，一个个都是面露担忧之色的望着那爆炸的中央。嗨嗨！轻咳的声音从中传出，却是令众人微微松了一口气。只见萧炎从中走出，原本雄浑的气息都是虚弱了许多。不愧是毁灭大道，这最强的爆发果然是十分的可怕。在这可怕的爆炸当中，饶是萧炎，神力都是足足虚弱了3成，这在河道境层次当中已经算是重伤了。只不过他此刻却是没有丝毫的气馁，反倒是双目明亮无比。他的目光正透过那毁灭大魔神爆炸的中央位置静静观察着。只见在那里，原本的虚无都在隐隐凝聚，仿佛被什么力量诡异地吞噬着。而在那吞噬力量的中央，一道难言用大小言喻的漆黑小点缓缓地浮现在其中，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周围星空的一切。这是黑洞。望着那面前疯狂吞噬着周围一切物质乃至能量的黑色小点，众多河道境们都是十分的好奇。那恐怖的吞吸力量已经开始缓缓地吞噬着这一方星空的一切。不过众人都是河道层次的大能，寻常黑洞其实根本威胁不到他们。只不过这一黑洞的威能倒是远超正常黑洞，越是靠近中央，那恐怖的吞吸力量甚至足以令河道境都感觉神力隐隐有些被拉扯出去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们只在吞噬大魔神的身上感受到过。父亲，你没事吧？萧晨一个闪烁就来到了萧炎的身边。这一战当中，若是论起神力消耗之大，当属他们父子2人神力消耗最多。尤其是萧晨，他操纵时间大道，不断改变战场上各个强者身边的时间流速，多次干扰毁灭大魔神。虽然加起来的时间其实不过1息左右，却足足消耗了他2成的神力。而萧炎其实消耗的神力连1成都没有达到，不过他硬抗毁灭大魔神自爆，却使神体多次重伤修复，加上之前的消耗，却是接近了足足4成。不过此刻的萧炎并没有在意神力消耗的太多，他随手取出大量的元晶，融入到宇宙熔炉当中熔炼，缓缓恢复着自己的神力。而他的目光依旧平静地盯着面前的黑洞，嘴角带着笑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没事，此战我们已经胜了，大家还是先恢复一下各自实力吧，下一战我们可就要直接杀进黑暗深渊了。萧炎朝着萧晨以及其他河道境微微一笑，声音令其他人顿时又热血沸腾了起来。是啊，魔道阵营当中最为强大的毁灭大魔神都已经陨落了，如今的魔道阵营又怎样才能拦得住他们？念及于此，众人心中都是十分的激动。这场绵延千万年的战争，我们马上就要取得最终的胜利了。先撤退，诸位回家休养休养，下次进攻咱们直接杀入黑暗深渊。一群河道境们无比的兴奋，并且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其他6位正在奋战的河道境。哈哈，毁灭大魔神真的陨落了，这次我们正道阵营怕是真的要胜利了。其实毁灭大魔神陨落的消息在他自爆陨落的那一刻，其他河道境便是已经知晓了。因为一位河道境的陨落会引起整个宇宙这一方大道的哀鸣，这种哀鸣的波动并不会太过明显，不会对物质造成多大的影响，只会令其他大道感到一些波动。河道境
乃至创世神，甚至一些积累深厚的世界神都能感觉到这种波动。所以，毁灭大魔神陨落的那一瞬间，所有和道境们便是都知晓了他的陨落，因为这大道哀鸣是来自于毁灭大道。可是，他们虽然知晓了这一消息，却依旧是有些不敢相信，毕竟那可是毁灭大魔神啊！魔道阵营的第一强者，竟然就这么陨落了。直到得到了其他和道境的消息之后，他们才终于确定，并且几乎快要为此而庆贺。与之相比，其余6位大魔神在这一刻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一个个迅速化作流光，朝着黑暗深渊的方向逃去。毁灭大魔神竟然死了！6位大魔神的内心都在发颤，连毁灭大魔神都死在这些家伙的手中了。若是他们被包围了，那岂不是必死无疑？这一刻，6位大魔神都怕了，他们迅速逃到了黑暗深渊的内部，彼此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后怕。怎么办？黑暗深渊当中，6人相互对视，毁灭大魔神的死的确是吓到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如今，我们只能退守黑暗深渊了。黑暗大魔神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如今他们处于绝对的劣势，若是在外界，搞不好很快就要再度陨落一位大魔神。可是，若是这样，咱们的疆域可就尽数丢失了。整个宇宙除了黑暗深渊之外，其余的无尽星空都要被正道的家伙们给占领了。吞噬大魔神有些不甘地说道：“诸位和道境当中，他的实力仅次于毁灭大魔神。在萧炎出现之前，正道的和道境1对1，他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若是让正道占领了更多的疆域，诞生出更多的和道境强者，他们将来将会更加的被动。即便是借助着黑暗深渊的地利，随着对方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也早晚会有陨落的那一天。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能够守住黑暗深渊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黑暗大魔神最为淡定，只是他的脸上也带着忧虑。可留守黑暗深渊已经是他们最好的办法了。还好，他是黑暗深渊当中诞生的先天魔神，在这其中能够发挥的战力，甚至要比吞噬大魔神还要强。在黑暗大魔神看来，就算是那炎帝萧炎来到这里，想来也根本奈何不了自己。伴随着毁灭大魔神的陨落，这场大战得到了暂时的停歇，其余诸位和道境都是返回老巢休整。毕竟这一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损耗了些许的神力，更何况下一次攻打黑暗深渊将会是一场真正的恶战，所以他们都在积极地准备着。唯有萧炎一直停留在了毁灭大魔神陨落之后诞生的那一黑洞不远处，静静地观察着这黑洞的运转。时光一晃而过，便是足足300年的时间过去。300年的时光，整个宇宙再度陷入平静，可这种平静却有着一种风雨欲来山满楼的压抑。这种感觉，普通生灵自然是难以察觉到，但对于站在宇宙巅峰的河道境、创世神们来说，这种感觉却是越发的浓烈。谁都知道，或许用不了多久，一场新的大战就要再度爆发了。而这场最终之战的最终决策者，就是那站在黑洞之外不远处的萧炎。这里是一片无比漆黑的深空，它的暗淡要比宇宙当中的任何一处星空都要黑暗，因为这一片星空当中的无穷物质已经被一奇妙的黑点彻底的吞噬。深空当中，一道流光划过，乃是一身穿白衣的俊朗青年，他的速度极快，眨眼便是来到了那黑洞周围的一处领域当中。这里有着这方深空当中唯一存在的物质，也是唯一存在的生命。父亲，萧晨站在不远处，望着盘膝而坐的萧炎，若有所思。300年来，萧炎甚至从未回家，而是一直盘坐在此地静心修行。当年内战，所有和道境的伤势早已全部恢复完毕，且这300年来，他们都早已准备得无比的充分，但他们始终未曾开战，因为他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始终盘坐在黑洞面前的萧炎。哦，吾儿来了。一直盘坐在黑洞面前的萧炎终于睁开了眼睛，看向萧晨的目光带着些许的笑意。300年来，看来你的实力也有所精进啊。当年那一战，对我倒也有些感悟，故而有了些许的领悟，让秘术更加深刻。萧晨微微一笑，继续说道：“不过比起父亲，距离却似乎越来越远了。”闻言，萧炎也只是微微一笑。的确，这300年来，他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当然，这并不代表他的天赋比萧晨高出很多，只是他前世的积累太过深厚，种种猜测在这300年当中不断的推演进化，令他有了更多的感悟。毁灭大魔神的自爆，那是引动整个宇宙毁灭大道的自爆，他自爆之后诞生的黑洞，也远远比寻常黑洞更加的神奇。而萧炎为了亲身感悟，甚至不惜重伤，都要在这爆炸的中央体会，得到的自然是更多。哼，一转眼，竟然又过去了300年的时间。萧炎微微一笑，在萧晨期待的目光当中，终于缓缓地站起了身。看样子，你们早就有些等不及了。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萧晨瞳孔骤然一缩，身为河道境，
他对大道的感悟何等的敏锐，虽然是掌握时间大道的大能，却同样能够感受到其他大道的存在。在萧炎站起身的那一刻，他惊愕地发现，萧炎的身上已经不仅仅只是有着火之大道了，空间大道、毁灭大道、吞噬大道的韵味都在他的身上隐隐流转，隐隐约约有着一种圆满的意味。甚至于他还从萧炎的身上察觉到了一丝时间大道的韵味。这韵味虽然连创世神所要达到的圆满都未曾达到，可比起300年前却是强了许多。父亲，你……萧晨忍不住瞪大了双眼。呵呵，这300年来收获的确是不小。萧炎微微一笑，经历了那一场恐怖的爆炸之后，他对于毁灭大道便是有了完整的感悟，并且在战后30余年便是将毁灭大道彻底的悟透。当然，他早在战争之前对于毁灭大道的参悟就已经达到了大成，到了媲美世界神巅峰的程度，否则他也创造不出灭界火莲这种兼具部分毁灭大道特性的秘术。不过如今他却是将毁灭大道彻底的悟透，若是再施展灭界火莲，威能恐怕又能强上一个层次。除此之外，就连吞噬大道他都完全悟透。也就是说，空间大道、毁灭大道、吞噬大道，萧炎都达到了创世神巅峰的层次。只不过他已经深融火之大道，虽然能够将其他大道的部分威能融入到自己的秘术当中，可却无法再从其他大道成为合道境，最起码他现在还做不到将火之大道和其中某条大道相结合。而若是能够将两种大道融合，萧炎的实力将达到这一方宇宙当中都是一个新的层次。那时的他将拥有着轻易灭杀其他合道境的实力。当然，这一步实在是太过困难，至今为止，前世今生萧炎都只是摸索到了这一瓶颈，距离迈入那一步还有着很远的距离。不过至少他找到一个方向了。心中如此想着，他的目光看着依旧有些呆滞看着自己的萧晨，嘴角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走吧，叫上其他合道境，我们与魔道之间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了。萧炎话音落下，大道威能已经对其他合道境传讯。诸位，开战吧！这一战之后，这一方宇宙今后都不会有多少魔道存在了。他的话音落下，其余合道境便是都纷纷有了响应。萧炎，你终于有动静了！哈哈，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一道道声音回荡，很快13位合道境便是迅速汇聚，而后浩浩荡荡地朝着黑暗深渊的方向杀了过去。只不过他们在杀向黑暗深渊的时候，彼此的心中也是有所顾虑。黑暗深渊毕竟是魔道一方的老巢，在那其中，魔道的大魔神们一个个能够发挥出的实力都是比外界更加强大，甚至个个都能暂时媲美毁灭大魔神。他们人数虽然占据着2倍还多的优势，心中却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过萧炎的一句话便是令他们的内心欣喜之际又感到无比的震撼。晨儿和大千帝君助我猎杀吞噬大魔神，其余人2人一队，先拖住其他大魔神即可，待我斩杀了吞噬大魔神，他们便是可以被逐个击破。一句话便是定下了主心骨。不过众人在有了主意的同时，内心却是更加震撼于萧炎的实力。300年的时间不见，萧炎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敢说自己能够击杀吞噬大魔神了。吞噬大魔神可是魔道阵营当中排名第2的高手啊！萧炎如今竟然连击杀他的把握都有了吗？要知道他在黑暗深渊当中发挥出的实力，可是要比当年的毁灭大魔神更加可怕。可这一次，萧炎却仅仅带着时光真主和大千帝君2位就敢放眼杀他，这令众人心中都有了诸多想法。不过无论萧炎如今的实力究竟如何，他们马上就能够见识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黑暗深渊的入口处。望着那深邃宛如另一方宇宙的黑暗深渊，仅仅周围那阴暗负面的情绪便是令这些合道境们感到有些不舒服。在这其中战斗，那些魔神都有占据着巨大优势，而他们却是有着巨大劣势，故而即便是2打1，他们都很难占到很大的便宜。不过萧炎却是丝毫不在意，他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便是率先冲出，直接冲进了黑暗深渊当中。杀！今日便是魔道的末日！萧炎声音落下，整个人已经化作一道火焰流光冲入其中。见状，其余合道境也是不再犹豫，一个个都是纷纷冲入其中。黑暗深渊是宇宙当中形成的一处最为奇异之地，汇聚了整个宇宙大量的负面能量，其面积也是广阔无比，要比一最顶尖的大世界还要庞大。在这其中，时不时就有强大的先天魔神诞生，有些甚至生下来就是神灵。而这大量的先天魔神当中，一诞生就最为强大的无疑是黑暗大魔神和毁灭大魔神。只是如今毁灭大魔神已经陨落，只剩下了黑暗大魔神依旧留守在此地。此刻6道巍峨身影各自盘踞在黑暗深渊当中的某个角落，一个个都在休养生息，但是彼此的眼中也都是带着一些不甘。
他们正是已经躲在黑暗深渊当中已经有300年的6位大魔神。只是，即便是心中有着再多的不甘，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如今正道阵营的强者数量已经超过了他们1倍还多。此时若是离开黑暗深渊，一旦被抓到，那就是死路一条。憋屈，憋屈啊！6位大魔神的内心在这300年来都是不怎么高兴。他们在外界的大片疆域都已经被正道占领，连手下都被杀得七七八八了。除了一些创世神很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得到他们的号召之后立刻逃了过来，其余人在这300年当中早已被清理干净。虽说魔神天生就冷酷无情，可这么多的手下也是他们辛辛苦苦培养了无尽岁月才积累出来的。不过如今疆域都丢了，留着这些属下倒也没什么用了。忽然混乱黑暗的深渊当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缕绚丽的火光。诸多大魔神们原本并没有在意，可很快当漫天火光汇聚，恐怖的高温令黑暗深渊当中的能量都出现了融化之时，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只见那大量的绚丽火焰在黑暗深渊当中凝聚，将周围的所有负面能量尽数驱散。一瞬间，那一片被绚丽火焰所占领的疆域似乎成了这无尽黑暗当中的一方净土一般，看上去颇为的奇异。只是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6位大魔神已经根本顾不得这景象的奇异，仅仅一瞬间，他们一个个便是浑身紧绷了起来。对于这道绚丽的火光，他们实在是太过熟悉不过了，因为这火焰的主人便是当初击杀毁灭大魔神的主力，也是如今令他们都感到无比忌惮的唯一一位合道境炎帝萧炎。炎帝，我承认你在外界已经是宇宙第一的强者，可这里是黑暗深渊。一位位大魔神瞬间嘶吼起来：“你竟敢主动杀入黑暗深渊，找死！”他们的话音刚刚落下，那无尽的绚丽火焰已经瞬间凝聚成了一道身高上亿里的火焰巨人。火焰巨人站在虚空当中，浑身的恐怖高温直接将周围的大量负面能量给燃烧了起来，甚至于在6位大魔神震撼的目光当中，那些火焰似乎还在吞噬着周围的大量负面能量。哼，我既然敢杀入黑暗深渊，自然是有着灭掉你们的把握。一道大笑之声直接从萧炎的口中传来，响彻整个黑暗深渊，令其中的无数魔神都神色大变。下一刻，足足12道浩瀚气息再度降临，恐怖的威势直接令整个黑暗深渊的空间都在动荡。诸位，受死吧！萧炎微微一笑，而后手掌一挥，杀！话音落下，12位合道境没有丝毫的犹豫，按照各自提前挑好的对手直接杀了过去。而萧炎则是带着萧晨和大千帝君直奔吞噬大魔神的领地。炎帝萧炎，你竟然敢在黑暗深渊当中与我战斗！见到萧炎3人杀来，吞噬大魔神内心瞬间紧张起来，发出愤怒的嘶吼。在这黑暗深渊当中，他虽然自信，可也觉得这萧炎太过诡异。自从他出现之后，连毁灭大魔神都陨落在了他的手中，这令他无比的忌惮萧炎的实力。尤其是看今日这阵容，别人都是2位合道境围攻，唯独他是萧炎带头一共3位合道境围攻，这令他很难不联想到300年前陨落的毁灭大魔神。那时毁灭大魔神就是这么死的，故而当3人杀来的那一刻，吞噬大魔神便是无比的警惕。不过这里终究是黑暗深渊，他也没有太过的恐惧，因为当他神力完全激发的那一刻，其周围100亿里属于黑暗深渊的力量已经尽数加持在了他的身上。魔神阵营在这黑暗深渊当中战斗实力能够有所增幅，而正道阵营在此地却是要被压制。这话说的果然是不错。此刻6位大魔神早已尽数催发浑身的力量，而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气息，其他和道境的心中都是有着一抹压力。的确，6位大魔神在这黑暗深渊当中，个个都是能够发挥出不亚于毁灭大魔神的实力，尤其是黑暗大魔神和吞噬大魔神，实力甚至足以媲美300年前的萧炎。反观他们一进入到黑暗深渊当中，便是遭到一层无形的压制，这压制虽然不强，却也有着些许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进入此地之后，他们与大道之间的联系都是感觉淡薄了许多，这种感觉就如同300年前处于萧炎那可怕的火焰熔炉当中一样。黑暗深渊隐隐约约已经接近自成宇宙的范围了，故而他们在其中能够发挥的实力也是有限，即便是2对1，都未必能够从其他大魔神的身上占据上风。不过这其中唯一例外的便是萧炎所在的队伍了。黑暗深渊不愧是近乎一座小型宇宙的神秘之地。萧炎站在无尽黑暗当中，望着那浑身爆发着可怕波动的吞噬大魔神，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只见下一刻，他以他为中心，无尽的火焰瞬间凝聚成了一座直径100亿里的火焰熔炉。这火焰熔炉瞬间将吞噬大魔神包裹到了其中，也将萧晨和大千帝君包裹进了其中。下一刻，吞噬大魔神便是惊恐地发现自己与黑暗深渊原本那亲密的联系仿佛瞬间被切断，他再也难以借助黑暗深渊多少力量了。
原本得到增幅之后，要比毁灭大魔神在外界还要强横的实力，在这一刻瞬间被打回了原形。不但如此，这火焰熔炉的内部宛如自成一片宇宙，在这其中不但隔绝了黑暗深渊的力量，甚至连吞噬大道的力量都被削弱了很多。好在它乃是吞噬大道的河道镜，本身就已经是吞噬大道的一部分，除非宇宙熔炉真正成为一方宇宙，否则还无法完全隔断这种感应。可即便是如此，也足以令人震惊了。难怪毁灭都会陨落，这等神通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吞噬大魔神内心震撼之后，便是有着浓浓的生死危机自心头浮现。上一个死在其中的是毁灭大魔神，难不成这一次就要轮到我了吗？我不甘心，想杀我！你们在做梦！毁灭大魔神瞬间发出怒吼，直接进入拼命状态。他明白自己要是再不拼命，今日怕是真的要陨落在这里了。只见他身形骤然化作一阳生人面、虎齿人爪的巨大怪物，浑身滔天魔气散发，恐怖的吞噬之力令宇宙熔炉当中的无尽火焰都隐隐被吞噬。他直接化作了本体，吞噬大道也被他催发到了极致。这一刻，萧晨和大千帝君的眼中都是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看来这吞噬大魔神一上来就拼命了，他的吞噬大道可以吞噬天地万物，就算是河道镜在不反抗的情况下都要被吞噬，的确是十分的可怕。不过他的拼命在萧炎看来却是有些徒劳。你们两个等会伺机而动吧。萧炎对着大千帝君和萧晨微微一笑，而后双手虚抱，宇宙熔炉开始缓缓地转动起来。吞噬大魔神，你看这是什么？而随着宇宙熔炉的转动，一道同样可怕的吞噬之力骤然爆发，仿佛同样可以吞噬宇宙万物，令大千帝君和萧晨眼中都是流露出震撼之色。而吞噬大魔神在这一刻，一双眼睛当中也是充斥着不可置信的神色。吞噬大道，你怎么可能也掌握了吞噬大道？哼，算不上什么掌握，只是悟透了罢了。萧炎的笑声传来，混沌熔炉本就蕴含了部分吞噬大道的感悟，只不过随着萧炎悟透了吞噬大道，令其中的吞噬之力变得更加可怕了而已，以至于这可怕的吞噬之力都快要抵消掉了吞噬大魔神的吞噬之力。而后萧炎便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巍峨上亿里的大道肢体直接朝着吞噬大魔神厮杀了过去。我跟你拼了！吞噬大魔神眼中隐隐有着绝望，可他却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没有一丝退路了。萧炎展现的手段直接封死了他所有的优势，如今想要活命，只有拼死一战了。想到这里，他毕竟也是大魔神层次的顶尖存在，当下便是不再犹豫，朝着萧炎的方向厮杀了过去。只不过在他出手的一瞬间，大千帝君这个顶级辅助便是再度出手，直接剥夺了他的气运，并且加持到了萧炎的身上。一时间，吞噬大魔神直接从优势转化为了劣势。只是噩梦却是刚刚开始，因为他刚刚冲到萧炎的面前，便是被一只巨大的火焰手掌直接按在了脸上。灼热的气息令他的脸庞隐隐都要被焚烧，一股磅礴巨力压力令他的身形都快要被完全按下。你的神力也是如此的雄浑！吞噬大魔神无比的痛苦，他发现自己处处都被萧炎完全的压制。论起地利，萧炎直接用上了宇宙熔炉；论起大道，他不但悟透了火之大道，更是悟透了空间大道、吞噬大道。如今竟然在神力上都要比这萧炎弱上一筹。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一轮巨大的拳头已经从天而降，拳头之上隐约有着一种毁灭的韵味。当感受到那拳头上的毁灭韵味之时，吞噬大魔神已经有些懵了。毁灭大道，你连毁灭大道都悟透了？吞噬大魔神发出不可置信的嘶吼。但是当拳头上那毁灭一般的可怕威能降临之时，现实让他彻底明白了，萧炎的确是领悟了毁灭大道。因为那拳头真的很痛，险些连他的脑袋都给砸开了。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将这么多大道悟透，还能融合在自己的秘术当中？吞噬大魔神拼命的反抗，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然而现实的拳头全是接连不断的落在他的脑袋上，咚咚咚，一声声闷响宛如战鼓轰鸣，在宇宙熔炉的内部响起，也令外界的厮杀的其他河道境都有些心惊胆战的望着这一幕。宇宙熔炉内部，萧晨和大千帝君有些目瞪口呆的望着这一幕。他们忽然觉得，即便是没有他们二人的帮助，如今的萧炎想要击杀吞噬大魔神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有了两人的帮助，他可以更加省力一些罢了。若是没有两人帮助，虽然同样可以击杀吞噬大魔神，可消耗的时间、付出的代价或许会有些大。而此刻吞噬大魔神则是疯狂的挣扎，可他神力不如萧炎雄浑，就代表着他的力气不如萧炎大。
而他引以为傲的吞噬大道，萧炎确实也会，并且萧炎的攻击更加可怕，令他次次受伤。这一刻，他完全被萧炎打成了一条狗。混蛋！大道秘术，吞噬星穹！吞噬大魔神被打懵了，但是反应过来之后，他便是不再犹豫，直接动用了自己的最强秘术。一瞬间，一道漆黑的幽光从他的口中出现，却并不是往外攻击，反倒是发出了无比恐怖的吞噬之力。在那恐怖的吞噬之力面，就算是黑洞也是那般的微不足道。可怕的力量作用在萧炎的身上，令他的身躯都有了一瞬间的停顿，甚至连神力都险些被吞噬分解。吞噬大魔神终究是融合了吞噬大道的存在。萧炎虽然也能将吞噬大道融入自己的手段，但比起吞噬大魔神还是差了许多。不过他的火之大道却同样不弱。只见下一刻，萧炎浑身神力瞬间消失了足足1成，而后那近千万里的巨大手掌当中，一道美轮美奂、直径数百万里，仿佛可以笼罩一座夏未面的绚丽火莲浮现。不好！看到那火莲的那一刻，吞噬大魔神心神剧烈颤抖，一种前所未有的死亡威胁之感传来，令他匆忙地想要停止自己的秘术吞噬星穹。只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身躯之上的流速却是骤然变得缓慢了数倍不止。远处，萧晨脸色略微苍白，显然是燃烧神力控制住了吞噬大魔神身上的时间流速。而后，在大千帝君和萧晨的目光当中，萧炎直接将那巨大绚丽的火莲塞进了吞噬大魔神的口中。不！吞噬大魔神发出惊恐模糊的声音，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火莲落入到了自己的口中，然后进入到了自己的体内。而后，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轰然在他的体内产生，无穷无尽的炽热冲击之力瞬间将他的身躯撕裂成了无数的碎片，连同他吞噬大道组成的那一神秘空间都直接撕裂炸碎。整个宇宙熔炉的内部都是被无尽的绚丽火焰席卷，那恐怖的威能，即便是属于萧炎自身的力量，都是令他的大道之体出现了诸多裂痕。好在这火莲终究是萧炎自己创造出来的，其中的威能主要还是由火之大道产生，所以对于萧炎的伤害不足吞噬大魔神的1/10。饶是如此，当那无尽火浪席卷过来，萧晨和大千帝君依旧因为这一招的恐怖威能而微微色变，仓促地调动着最强的手段防御。好在那火焰威能虽然恐怖至极，可两人在爆炸的瞬间便是躲得老远。当这爆炸的威能落在两人身上的时候，两人的气息倒也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衰退。而后残留的余波落在宇宙熔炉的炉壁之上，依旧令炉壁震颤，产生了无数裂纹。不过炉壁流转之间却是很快修复了过来。萧炎站在那爆炸的中央，身体之上的无数裂痕正在快速修复，他的气息比起刚刚仅仅衰落了一丝，而他的目光却是依旧落在宇宙熔炉内部的100亿里空间当中。不愧是吞噬大魔神，经历了如此恐怖的冲击，竟然还是未曾将你彻底的杀死。萧炎目光扫过这一方空间，空间大道的力量施展，瞬间令那分散在这一方空间当中的无数细微波动浮现，眼望去却是足足数百道微小的黑洞。黑洞当中隐约散发着吞噬大道的韵味，却也释放着一种恐惧的情绪。这些便是吞噬大魔神被炸碎之后，许多留有神魂印记的碎片所化。他们方才也想要融入吞噬大道当中逃离，只要有一个黑洞逃离，那蕴含着吞噬大魔神一丝神魂印记的黑洞便是能够隐匿在宇宙中的某个角落，重新发育。等到万年之后，就有可能再度恢复到吞噬大魔神的巅峰状态。这也是和道境为何这么难杀死的原因。只不过萧炎如今不但领悟了空间大道，连吞噬大道都是悟透，自然是能够轻易地察觉到吞噬大魔神逃跑的波动，然后孕育着近乎自成一方时空的力量，轻易将对方逼了出来。被萧炎如此轻易地逼出，吞噬大魔神那一道道神魂印记当中都是传出了不甘的怒吼。不，我不想死，我还不想死啊！吞噬大魔神内心不甘，他终究是和道境层次的大魔神，即便是败了，他也不会委曲求全地朝着萧炎求饶。当然他也知晓，即便是求饶也没有用，魔道阵营的强者天生就对正道阵营有着绝对的威胁，尤其是他们这些先天魔神，一旦对方有机会，那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留手。只不过他的内心依旧是无比的不甘，但是萧炎是不会在乎他的不甘的。那一道道细小的黑洞，如今每一道残余的力量连一个出生神都不如，加在一起都没有吞噬大魔神巅峰时期1成的神力。所以当萧炎手掌划过，无尽绚丽火焰凝聚成一火焰大手，将这些黑洞扫过之时，这些黑洞便是自然而然的被轻易湮灭，连同湮灭的还有吞噬大魔神的一缕缕神魂。噗嗤！当最后一道微型黑洞被萧炎湮灭的那一刻，整个黑暗深渊当中的吞噬大道都开始隐隐颤动，仿佛在哀鸣一般。而这种类似于哀鸣一般的波动，
也是被其他河道境们轻易地感知到了。这一刻，正道的河道境们一个个脸上都是露出了狂喜之色，而魔道的大魔神们则是一个个脸色巨变，脸上露出了惊惧和悲哀之色。吞噬大魔神陨落了，一位位大魔神内心升起了一抹凄凉。他们隐隐察觉到那宇宙熔炉的内部有着巨大的动静，也察觉到吞噬大魔神有着巨大的危险。可当吞噬大道哀鸣，确定吞噬大魔神陨落的那一刻，他们的内心依旧是有些难以接受。最强大的毁灭大魔神，还有排名第2的吞噬大魔神已经相继陨落，他们这些人今日又能落得个什么好下场呢？诸位，拼命吧！今日若是再不拼命，我们真要尽数陨落在此了。黑暗大魔神声音在其余大魔神的耳畔回荡，下一刻，他的黑暗神力已经燃烧了起来。拼吧！今日就算是死，也要拉上2个垫背的。其余大魔神也疯狂了，他们一个个直接燃烧神力，将战斗状态调整到了最巅峰。恐怖的威势令其他河道境们都是微微色变。若是在外界，他们巴不得这些大魔神燃烧神力跟自己对战，毕竟2打1有什么好怕的？只要小心一些，便是可以轻易耗死他们。然而，在黑暗深渊当中，这些大魔神们一旦燃烧神力，那威能就实在是太过恐怖了。他们在这里本就不占优势，一旦对方燃烧神力，即便是2打1，他们都要落入下风。就在这时，远处那巨大的火焰熔炉却是骤然消散，3道身影则是从中疾驰而出，正是萧炎3人。诸位不必跟他们拼命，你们只需保住自己的安全，然后尽可能的拖住他们就好。大千帝君会在一旁协助你们的。萧炎的声音轰隆传来，大千帝君则是直接冲出，剥夺了其他大魔神的气运之力，也给己方加持了部分气运。只不过到了河道境的层次，气运之力的帮助也是有限，即便是他将整个黑暗深渊的气运都加持过去，也仅仅只是令自己一方稍微有些增幅。不过这点增幅对于更多求于自保的正道强者们而言倒也足够了。至于萧炎，则是带着萧沉一个闪烁，已经是来到了黑暗大魔神的面前。炎帝萧炎，我就知道你的下一个目标是我。见到萧炎朝着自己袭杀而来，黑暗大魔神内心同样惊惧，毁灭大魔神和吞噬大魔神的下场他已经知晓，他更是知道马上就要轮到自己了。可他与吞噬大魔神一样，内心都充斥着不甘。战吧，今日本魔神就算是死，也要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肉。黑暗大魔神眼中带着疯狂，魔道强者本就个个都是极端之辈，生死危机之下自然变得更加的疯狂。他神力燃烧到极致，黑暗大道浩浩荡荡，比起吞噬大魔神还要可怕。作为黑暗深渊诞生的先天魔神，他在这里宛如是黑暗深渊的宠儿，自然得到了更多的帮助。而后无尽绚丽的火焰再度凝聚成一直近100亿里的巨大火焰熔炉，将黑暗大魔神直接包裹在其中。下一刻，黑暗大魔神脸色便是彻底的变了，因为在落入到宇宙熔炉的那一刻，他便是感觉到了当初毁灭大魔神、吞噬大魔神的那种绝望。曾经孕育了他，并且能够赋予他十分强大实力的黑暗深渊，在这一刻仿佛被彻底的隔绝，令他难以感受到。一旦落入到这火焰熔炉当中，便是仿佛落入到了另一方宇宙、另一方时空。即便他诞生自黑暗深渊，仿佛黑暗深渊的亲儿子，可那种感应在这一刻依旧是变得无比的模糊。甚至于身为和道境强者，他对于黑暗大道的感知都变得差了一些。这一刻，他曾经赖以仰仗的黑暗深渊的力量已经彻底消失，他那原本无比强大的气息瞬间衰落了30%，被直接打回了原形。身处宇宙熔炉的那个当中，他的状态与外界几乎无二，甚至还要更差一筹。此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为普通的和道境大魔神，而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大道之体展现，瞬间便是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对方冲杀过去。滚开，滚开，给我去死！黑暗大魔神慌了，他仓促的燃烧神力与萧炎厮杀起来，但结果自然是还不如吞噬大魔神。以萧炎如今的实力，打他简直是如同打狗，蕴含了毁灭大道威能的拳头接连不断，每一拳都打得黑暗大魔神神体都在消耗。仅仅一炷香的时间，他的神力便是损耗了足足70%。而这一刻，萧炎却是诡异的骤然退去，没有再继续与黑暗大魔神厮杀，而是召唤来了光明真神与黑暗大魔神战斗。光明真神与黑暗大魔神乃是天生对立的2大生命，不同于萧炎与玄元帝君，虽然一个修炼火之大道，一个修炼水之大道，但他们都是后天崛起的生灵，受大道的影响反倒是极小的，不会被大道影响了自己的心态。但黑暗大魔神和光明真神却是不同，两人都是先天神灵，自大道当中孕育而生，即便是如今修炼到了和道境，都隐约受到生命本质的驱动而敌视。更何况两人的仇怨已经积累了数百万年，所以
光明真神在来到宇宙熔炉当中之后，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燃烧神力与黑暗大魔神厮杀在了一起。若是黑暗大魔神巅峰时期，他倒也根本不惧光明真神，毕竟两人相互为敌这么多年，都是未曾奈何的了对方。可他与萧炎的厮杀之下，依然是重伤，神力已经不足巅峰时期的30%，而光明真神不但神力保留了90%以上，更是有着萧晨和大千帝君的一些辅助，此刻与黑暗大魔神厮杀，自然是无比的轻松。很快，黑暗大魔神也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然后轰然自爆。望着这一幕，光明大魔神却是没有丝毫的心软，相反，其自身骤然化作一无比光亮的光团，仿佛可以将整个宇宙都给照耀。至于宇宙熔炉的内部，在这一刻更是被圣光普照，那恐怖的圣光落在身上，即便是和道境都要微微皱眉。而那残存在宇宙熔炉当中的无数黑色光芒，则是直接发出凄厉的惨叫，最后被那无尽的光芒彻底的净化。黑暗大魔神陨落，黑暗大道也再度发出颤动，大道都在哀鸣，可光明大魔神却是哈哈大笑，眼中有着畅快，却也有着些许的惆怅。他与黑暗大魔神斗了数百万年，如今终于彻底的解决了对方，这让他无比的开心，却也感慨自己今后再也没有对手了。不过感慨归感慨，他却是没有一丝的心软。一旁萧炎却是沉默不语，在观看了光明真神与黑暗大魔神真正燃烧神力的生死厮杀、大道碰撞之后，他的内心再度有了几分感悟，却是没有过多言语，只是在沉思片刻之后，便是收起了宇宙熔炉。下一个，萧炎微微一笑，一行人再度出手，目标却是盯上了那生命力最为顽强、最擅长操纵欲望的欲望大魔神。当宇宙熔炉笼罩一方世界，自成一方时空的时候，欲望大魔神便是知道自己这次怕是要真的完蛋了。对付他，萧炎甚至已经不需要自己出手，而是直接让其他和道境出手，自己则是在一旁观战。如今吞噬大魔神和黑暗大魔神都已经尽数陨落，虽然外界依旧有着6位和道境负责缠住其他3位大魔神，可正道阵营已经抽出了足足7位和道境，即便是萧炎不出手，6位和道境联手，加上宇宙熔炉这封禁的空间，欲望大魔神也是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他最为擅长的便是欲望，可正面攻杀之力实际上是所有大魔神当中最为垫底的。虽然他的生命之力更为强大，甚至堪比修炼生命大道的青蓝神尊，但6位和道境围攻之下，他的神力依旧忍不住在疯狂的消耗。这一战持续了足足3个时辰，杀到最后，欲望大魔神甚至发出求饶之声。他是7位大魔神当中唯一一位求饶只求活命的，只可惜其余6位和道境根本不留给他活路，疯狂攻击，令他的神力急速消耗。最终在欲望大魔神不甘的怒吼当中，他也自爆了。欲望大道传来了深深的哀鸣，可萧炎却是始终目光平静，只是眼神深处又露出了思索之色。欲望，生命，欲望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的前进却需要欲望的不停驱动。光和暗本是相互对立，却也相生相克。萧炎眼中露出一丝明悟，而后望着周围一个个脸上露出喜色的和道境们，微微一笑。很快，众人再度出现时，便是出现在了杀戮大魔神的面前。宇宙熔炉封禁，这一次却是有着足足9位和道境盯着杀戮大魔神，令杀戮大魔神都不由得头皮发麻。9位和道境的围攻啊，即便是有着黑暗深渊的加持，他也远远不是对手。更何况一旦陷入到了宇宙熔炉当中，他的实力会再度下滑。这一次萧炎压根就不用出手，8位和道境一起上，直接打得杀戮大魔神毫无招架之力。当数量达到一定的优势之后，8位和道境甚至不需要燃烧神力就能轻松压制杀戮大魔神。在这种可怕的围攻之下，杀戮大魔神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疯狂，杀戮大道同样被他催发到了极致，杀杀杀！杀戮大魔神无比的疯狂，受到大道的影响，诸多大魔神当中，当属他与毁灭大魔神战斗起来最为疯狂，最为不要命。在他的拼命之下，甚至有着2道划破虚空，在这种困境当中都伤到了2位和道境。望着他那疯狂的身影，萧炎依旧沉默不语，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这一恐怖的厮杀。在这种生死绝境的疯狂搏命之下，杀戮大魔神的秘术甚至有了再度的精进，战斗力直逼吞噬大魔神，乃至无比接近当年的毁灭大魔神。只可惜他已经是强弩之末。最终五祖灵动出手，掌间8种道运流转，5只大道催化到极致，直接轰碎了他的身躯。而后众人合力，直接将他的身躯碎片尽数湮灭。当人数达到一定的程度，杀戮大魔神甚至连隐匿逃遁的机会都没有，无需萧炎出手，便是被彻底的灭杀。杀戮大魔神陨落，而伴随着杀戮大魔神的陨落，最后的2位大魔神顿时绝望。骸骨大魔神和混乱大魔神
本就是7位大魔神当中实力极为普通的，如今面对正道阵营的围攻，他们根本没有了丝毫的反抗之力。当杀戮大魔神陨落的那一刻，他们甚至都已经想要直接融入大道逃遁了。实在是萧炎那可怕的宇宙熔炉令人心颤，无论是哪个大魔神，一旦落入其中，迎来的最终下场便是只有一个，那便是死亡。两人算是彻底的怕了，可当他们想要逃遁的时候，却是已经晚了。只见下一刻，足足11位河道境出手，将混乱大魔神给围住。如此众多的强者围攻，混乱大魔神即便是拥有如此强横的逃逸手段，却也根本无可奈何。10多条大道在虚空当中混乱交织，直接扰乱了一方时空，他根本无法融入到大道当中。此刻，即便是借助着黑暗深渊的力量，他都是被当成沙包来回攻击。剑光、刀光、拳印、掌印都疯狂地落在他的身上，令他毫无反抗之力，神力疯狂地消耗着。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混乱大魔神发出痛苦的嘶吼，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神力消耗干净，最终在神力只剩下30%之时自爆，残躯都被众多河道境毫不留情地湮灭掉了。混乱大魔神陨落，最后一位便是从一开始便是与萧炎有着接触的骸骨大魔神了。作为最后一位大魔神，骸骨大魔神才体会到了何为真正的绝望。宇宙熔炉当中，只有萧炎和玄元帝君2人在围攻他。可是萧炎如今的实力是何等的可怕！上万年前，他便是能够压制骸骨大魔神，此刻位于宇宙熔炉当中，更是直接将骸骨大魔神当成沙包来打。最终，灭界火莲直接将他的白骨身躯炸成了无数碎片，而后无数神剑从虚空划过，将那所有的骸骨碎片尽数湮灭。哈哈，古藏，你的仇我们终究是报了。玄渊帝君发出畅快的大笑，眼中隐约有着泪花闪烁。萧炎与古藏帝君并没有什么感情，铲除7大魔神本就是他要做的，替古藏帝君报仇只是顺手的事情。可玄渊帝君却是完全不同，他与古藏帝君相交不知道多少年，在他合道之前，2人便是至交好友。故而当真正的灭掉骸骨大魔神和混乱大魔神的那一刻，饶是以玄渊帝君的实力和心境，都是有些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不过万幸的是，他做到了。很快13位河道境便是聚集在了一起，而后众人相互对视一眼，旋即便是发出了痛快的大笑。哈哈，胜了，我们胜了！持续了1000万年的战争，我们终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3位河道境同时发出畅快的大笑。自此之后，宇宙当中魔道便是不复存在，即便是有着些许残余的邪修，也再也成不了气候。没有了河道境的坐镇，那些创世神很快就要被扫荡灭杀，而后整个宇宙都将成为正道的天下。这一天，很多古老的河道境们已经等了太久。不过在无比兴奋的同时，他们看向最中央那黑衣青年的目光却也带着几分莫名的神色，那其中不知何时已经隐隐多出了一丝敬畏。这一战在所有河道境的眼中都是能够轻易看出，若是没有萧炎，这场战斗将会是何等的惨烈，恐怕就算是陨落1、2位河道境都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可是因为萧炎的存在，他们却是做到了零战损，不光是没有1人陨落，甚至一个个神力的损耗都不超过30%。这一切都是因为萧炎，可也正是因此，他们才更加的对于萧炎的实力隐约有了一丝敬畏。因为如今的萧炎已经真正拥有了灭杀和道境的实力，一旦落入到他那宇宙熔炉当中，没有人有着绝对的把握能够逃离。虽说现在的萧炎击杀和道境还是比较费力，在有人辅助的情况下才能快速击杀，并且还要燃烧部分神力，可只要能够有把握击杀，那便是一个无比可怕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从这一战结束之后，萧炎便是真正有了凌驾于其他河道境之上的实力了。虽然他还未曾触摸到那河道之上的境界，可毫无疑问，他要比普通河道境强了太多。不过虽然忌惮萧炎的实力，众人却也没有太过害怕。一来是他们对于萧炎的品行相对还是了解的，知晓只要不真正得罪他，他是不会对故人出手的。二来便是如今魔道阵营已经彻底落败，大家今后的地位反倒是相对平和。若是萧炎要出手对付某位河道境，其他河道境必然不会坐视不管。故而当大战结束之后，众人当下最为主要的一项任务便是统一整个宇宙，让正道的秩序遍布整个宇宙，形成新的大一统。昔日7位大魔神的疆域，如今要统统归化到正道的麾下。还有黑暗深渊如何治理，这如此庞大的疆域又该如何的划分？不过无论如何，他们胜了，接下来就是分配利益的时刻了。大千世界，昔日得天罗大陆，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千世界的核心之地，甚至于当年的大千宫，如今也早已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新的顶尖势力，
一个真正完全统治大千世界、有着绝对话语权的巨大势力——时光神殿。毕竟，自从当年萧炎诛杀天邪神之后，大千宫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只不过，因为当时的大千世界并没有一个拥有绝对统治力量的强者出现，萧炎、灵动甚至青山剑圣都有着自己的家乡，故而大千世界一直未曾出现一个真正拥有绝对实力统治大千世界的强者。不过，自从萧晨晋升主宰之后，这种迹象便是已经慢慢的诞生了。毕竟那时的萧炎都已经跻身河道境巨擘，实力何等的强横，给大千世界带来了多少的帮助。更何况萧晨的实力在当时也是冠绝当代，唯有五祖能够与之争锋，就连青山剑圣都要弱上一头。不过当时的萧晨也只是依仗天罗大陆建立起了一超级势力，并没有做出太多扩张的野心。但随着他的实力越发的强横，所见势力得到的资源远远的超越了其他大千世界原本的势力，而他本身的实力也是越来越强。所以当萧晨成为创世神的那一刻，整个大千世界便已经名副其实的属于他的统治了。那时他便是建立了时光神殿，并且在炎帝、五祖、大千帝君的支持之下，在宇宙范围内得到了其他河道境、创世神的承认。此后万年，时光神殿不断的壮大，到了后面，就连天至尊都只能在其中充当一个普通弟子。虽然还到不了天元界、大千界、玄渊界等河道境领地的底蕴，可也媲美当初的风灵月影宗了。这时，曾经那些大千世界古老悠久的势力，早就已经识趣的加入时光神殿，如当年的真龙帝、凤凰族双王，还有不死老人，甚至五大神族的族长，因为加入的够早，倒是还捞到了一个长老的名号。若是在晚上几万年加入，可就只能是一个真传弟子，或是只是长老了。而今日时光神殿却是有着无比隆重的事情发生，引得整个时光神殿都在震动，也令无数新诞生的天至尊弟子们为之侧目。因为今日当今的整个宇宙仅有的13位河道境大能降临了。这个消息落在大千世界当中，可谓是惊天动地。毕竟如今大千世界的强者们早就不像当年那样懵懂无知，他们也都知晓了天至尊之上的诸多境界，甚至如今萧晨的麾下也是有着10多位世界神的存在。故而当得知13位河道境齐齐降临之后，他们的内心都是无比的震撼，定然是有着将影响整个宇宙的事情发生了。一群时光神殿的强者们面面相觑，内心都掀起惊涛骇浪。以他们的地位，平日里想要见一位世界神都无比困难，更别说是13位河道境同时降临了。不过从一些高层和被选取事后的弟子口中，他们隐隐知晓知13位大能的心情都是极好，想来应当是什么大喜事。实际上13位河道境大能的汇聚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复杂，他们汇聚在一起其实主要就是要庆贺这场战争的胜利。之所以选择大千世界，只是因为此地是炎帝、五祖、时光真主乃至大千帝君的家乡。这大千世界不愧是宇宙气运汇聚之地，竟然接连诞生出了足足4位河道境强者，恐怕将来还能诞生出新的河道境啊！其余河道境降临大千世界之后，也是忍不住称赞起大千世界的不凡。而后众人便是在时光神殿一些弟子的侍奉之下，开始畅饮庆祝这次的胜利，顺便的便是将7大魔神麾下的疆域给划分完毕了。至此，整个宇宙的疆域都被划分成了整整13块，分给了13位河道境一人一块，共同管理。不过这其中疆域最大的自然还是属于萧炎的炎神界域，它的疆域面积是其他河道境的2倍不止，这是对于萧炎在这一战当中做出最大贡献的奖励，也是其他河道境对于萧炎实力的认可。也是在彻底战胜了魔道阵营之后，他们才不由得发现，今后整个宇宙的资源竟然已经完全归属于他们了。可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将来怕是会引起内耗。对此13位河道境也只能重新定下规矩，毕竟13人关系还算不错，不愿因为一些蝇头小利就引起厮杀。故而13个河道境界域，今后若是发生了什么矛盾或者是利益冲突，便是交给手下的世界神和创世神们去解决，由他们之间的对战决定一些小事情的决定权。不但如此，他们甚至还留下了一部分疆域留给将来诞生新的河道境使用。而黑暗深渊则是被13人联手封印了起来，每1万年都更换一位创世神巅峰去镇守。毕竟他们虽然能够灭杀7大魔神，却难以直接摧毁黑暗深渊，更无法消灭整个宇宙的负面能量。黑暗深渊当中依旧会源源不断地诞生出一位位先天魔神，只不过只要这些魔神到不了创世神巅峰，没有突破成为河道境的可能，便是翻不起什么大浪。相反，这些魔神反倒是对于各大势力世界神魔力的好地方。很快，一群人在确定了基本方针之后，一支大军便是从各大顶尖大世界出发了。他们的此行的任务十分的简单，那便是剿灭魔道残余。很快，
一位为何道境麾下的创世神们便是率领着一支队伍，朝着曾经属于7位大魔神的疆域杀去。虽然萧炎他们13位合道境在很早就已经将这些疆域清理了一遍，但他们所诛杀的大多还是一些创世神世界神，目标主要是一些大世界。至于那些下位面，则是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留着这些下位面，一来是他们懒得一个个下位面的搜查，二来便是故意将这些下位面留给他们麾下的那些强者们征战，正好借此磨砺一下麾下的强者。反正有着一位位创世神世界神坐镇，基本上也出不了什么乱子，反倒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令麾下多诞生几位强者。这场横扫了小半个宇宙的征战，大概持续了足足100年的时间。100年之间，除了有一名魔道的创世神和几名世界神被发现，以及那位创世神曾经掀起一场乱子，逼得3位创世神巅峰联手击杀之外，便是没有了太大的波澜。至此，7位大魔神麾下的疆域被彻底的清理干净，从而成了13位和道境麾下新的疆域。整个宇宙3000大世界、亿万小世界得到了新的划分，最终划分为了13个界域。整个宇宙自此太平，被正道阵营较为有序的秩序管理着。虽然偶尔也有着一些魔道修士异军突起，可却根本成不了气候，大多都是根本成不了魔神就被消灭了。此后的许多年里，这一方宇宙都是无比的平和，再没有了正魔之争。一些强大的先天神灵或是后天修行者献祭吞噬一块大陆的事情也极少发生，即便是发生了，也很快就会被剿灭。不过这样一来，却是迎来了另外的一种结果，那就是没有了那种肆意杀戮的神灵之后，人口开始急剧膨胀，整个宇宙当中3000大世界、亿万小世界都被生灵所弥漫，强者源源不断。可强者是源源不断的，但资源却是有限的。若是单纯的元晶之类的宝物倒是还好说，但若是一些极为珍贵、近乎独一无二的资源，那便是会引起很多神灵之间的争夺了。就如同萧炎他们提前预判的那般，失去了魔道阵营这个巨大的共同敌人，正道的强者们已经开始为了资源而进行内战了。所幸有着13位和道境的约束，这种内战被约束在了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当中。神灵之下的争夺战斗和道境们是不会参与的，唯有到了神灵层次之后，他们才会让麾下的一群创世神去管理。若是真的遇到创世神之间的纷争，也只有和道境们亲自出面调解了。此后的许多年当中，宇宙就是这样静静的发展着，而萧炎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却是难得的沉默。他在这段岁月当中，除非是遇到一些炎神界域的大事，不然几乎不会有着任何的出面，就仿佛当年那个威震宇宙的炎帝消失了一般。唯有炎神界内部的强者们知晓，这位炎帝大人这些年当中从来未曾隐匿，只是懒得出手而已。这些年来，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就是每天陪伴在家人的身边，偶尔心有所至才会停下来，偶尔悟道。当然，萧炎的陪伴不仅仅只是在炎神界当中，更是在星空当中的各处。一望无垠的星空当中，一艘模样古朴、通体如同黄铜的龙首战船在星空当中疾驰。古朴战船虽然看上去并不如何的显眼，可若是留下来观察其飞行速度，才会感觉到这战船的可怕。因为这战船的飞行速度足以媲美一位创世神以最快的速度疾驰。战船的内部更是别有一番洞天。虽然从外界看来，这战船不过仅仅100丈大小，但在这其中，仅仅一个甲板都有着万里大小，其中修建着宫殿楼阁，有着山川河流，更是有着小型恒星悬挂在天空，令此地与外界完全无二，反倒是如同一片真实世界。不但如此，那一座座船舱的内部都是被萧炎直接挪移进去了一座座下位面。这些下位面各自作用不同，却都是盛产各种美食美味，其中收集着萧炎这些年游历星空所发现的很多好东西。当然，这些下位面也是萧炎一个个家人的洞府。他们若是在外界待烦了，或是有所感悟，想要闭关，都可以返回各自的洞府修行。这艘战船是当年萧炎击杀了一位创世神巅峰的大魔神所得，经过他改造之后，变成了他携带家人遨游星空的一件宝物。战船所过之处，天空之上虽有恒星照耀，可经过阵法转化，以天至尊的实力，却是能够清晰地看清外界星空的一切。生活在这样的一艘战船当中，丝毫体会不到宇宙星空的枯燥，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浩瀚美好，生活别提有何等的滋润。若是路过一方大世界或是下位面，他们一家人还可以选择离开战船前往游览。可以说，当年那一战之后的日子，萧炎一行人别提有多潇洒了。就连隔壁的灵动萧晨，在看到萧炎如此的滋润之后，都是忍不住争相效仿，带着家人乘坐着一星空战船遨游星空。战船当中，一座悬浮山峰盘旋在某个角落，山峰之上青山流水，模样极为的美丽。而在其中的一座楼阁当中，伴随着一声畅快的轻吟，整座楼阁都仿佛微微一颤，而后便是缓缓地恢复了平静。半晌后，萧炎抱着脸上残留着几分红晕的亚飞走了出来。你坏死了！亚飞脸上轻轻将脑袋倚在了萧炎的肩上，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但是嘴角轻轻洋溢着的笑容却是出卖了他的内心。肖战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轻轻抚摸着其柔顺的长发。亚飞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静静地依偎在萧炎的怀中，享受着这份平静的美好。良久之后，一滴清泪却是从他的眼角滴落。以萧炎的实力，自然是轻松地察觉到了这一幕。而在那一滴清泪滑落的那一刻，萧炎的心都在轻轻颤抖了一下。萧炎，如果有一天我离你而去了，你一定不要为我伤心。这辈子能够遇到你，就是我最大的荣幸。我这一生因为你的存在，非常的幸福。亚飞忽然抬起头，一双美眸轻轻盯着萧炎，眼中带着无限的眷恋。萧炎没有多言，只是用力抱紧了亚飞，下巴紧紧地顶在他的脑袋之上，声音当中罕见的有着几分惶恐。亚飞姐，我是不会让你就这么离开我的。闻言，亚飞却仅仅只是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依旧将头埋在萧炎的胸口，享受着这份安宁。古老的战船在星空当中游荡，其实眨眼之间已经过去了8万多年了。是的，距离当年的灭魔之战，眨眼之间已经过去了足足8万多年。也就是说，从萧炎这一世重生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足足9万多年，甚至再有数千年，便是整整10万年了。10万年，在这方宇宙当中，其实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意味着天至尊的大限。是的，天至尊身为一方浩瀚位面的主人，一座下位面的最强者，尤其是圣品天至尊，更是可以毁灭一方下位面的存在。可他们的寿元却并非是无穷无尽的，天至尊终究也不是永恒的存在，他们的寿元极限便是10万年。而且10万年的寿元大限都是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在当年的大千世界，很多天至尊都根本活不到这个寿元大限，一旦遭受过致命的创伤，神魂都因此受损，那便是往往只能活数万年而已。即便是没有任何的损伤，很多天至尊在活了7、8万年之后，也会逐渐的作化。唯有萧炎周围的众多亲人，萧炎为他们每一位砸下的资源，都比寻常出生进巅峰神灵的财富还要昂贵，甚至世界神都要眼馋。但即便是如此，也仅仅只是让他们达到了圣品天至尊，让他们的寿元无限接近10万年的极限。可若是没能悟到，却是终究无法获得更加悠长的寿元。如面前的亚飞，如父亲萧战，哥哥萧鼎、萧厉，他们过去的修炼天赋都不算多强。如果说肉身的修炼天赋尚且可以依靠宝物提升，那灵魂的悟道天赋却是近乎不可能提升。神魂无法悟道，便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蜕变，自然也就难以成为神灵。而不能成为神灵，便是意味着寿元再多，也仅仅只有10万年而已。如今9万多年已经过去，虽然他们的模样依旧年轻，可实际上，无论是亚飞还是萧战等人，都是悲哀地发现自己的神魂当中，不知何时已经缓缓地出现了一抹雾气，似乎冥冥之中便是有着一种玄奥的力量在提醒他们，距离自己的寿元大限越来越近了。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如果仔细回忆一下，便是能够发现，萧炎等人携带着亲人家眷参与合道境的宴席之时，为何其他合道境巨擘极少携带家眷？即便是携带，也往往是带着几名世界神创世神的弟子子嗣。至于其他亲人，他们却是从未懈怠。事实上，并非是他们不愿意携带，而是他们的大多数亲人早已消失在了漫长的光阴长河当中。是的，生死轮回乃是宇宙当中的至高规则，这是超脱了大道之上的力量。即便是合道境，在这神秘伟岸的力量面前，也是无能为力。即便是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在陪伴自己度过10万年光阴之后，一个个接连老去。对于他们而言，值得庆幸的便是，他们已经用足够的资源，将自己少数有限的几个亲人培养成了神灵，这便是合道境实力带给他们唯一的好处了。可事实上，即便是神灵，寿元也并非是无穷无尽的，只是比起天至尊这些凡俗，终究是延长了太多。当夜，萧炎独自一人盘坐在一山峰之上，沉默了很久很久。他的众多亲人当中，其实许多人的资质还算是不错。小儿子萧晨不必多说，那是真正与萧炎媲美的绝世妖孽。其次，大儿子萧凌也算有些出息，在萧炎那不计后果的资源供应之下，也成了世界神。6个妻子当中，薰儿、彩铃、小医仙、青眼镜都跨入到了世界神，但是亚飞和云韵始终没有走到这一步，圣品巅峰已然是他们的极限。萧炎的父亲、哥哥、族人当中，亲近之人没有一人走出那一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天赋甚至还不如云韵，唯有萧玄如今也是达到了世界神巅峰的层次。而萧炎的众多子女同样只有萧晨、萧凌2人成神，其余人等即便是大女儿萧萧都未曾达到这一境界。萧炎这一世崛起实在是太快，短短100年就走到了巅峰，令家人都十分的幸福。可后面的代价便是到了最后，或许短短100年之内，他就要亲眼看着大多数亲人的死去。前世他为何仅仅修炼10万年
便是要匆匆忙忙的去强行冲刺那永恒的瓶颈。不就是不想看着至亲之人一个一个的离开自己的身边，不想看着自己的家人一个一个的老去？可前世的结果便是自己失败了，甚至以为自己要陨落了。好在他有着莫名的机缘，这一世竟然能够重来一回。但即便是在修炼10万年，他还是走到了这最后的一步，依旧是那般的无力。修炼10万年，他依旧只能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老去，甚至数百万年之后，哪怕是那些成为世界神的亲人，也终将慢慢逝去。除了小儿子萧晨，没有人能够一直陪着他。而相比之下，他其实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其他和道境的子嗣没有一个能够走到这一步。但萧炎又岂能甘心？你们等着吧。萧炎目光穿过无尽星空，双眸宛如浩瀚宇宙。这一世，他已经摸索到了那至高无上的瓶颈，甚至已经有了诸多头绪，只是时间不够。即便是他两世为人，经历诸多，也难以在10万年内摸透那一层。否则，那些修炼1000万年的合道境岂不是白活了？但萧炎相信自己早晚有一天能够突破那一层，而且突破那一层之后，他或许就有着办法将亲人一一复活。战船依旧在星空当中遨游，眨眼又是1000年之后，一行人终于返回到了炎神界当中。然后往后的数千年，炎神界的高层强者们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劲，炎帝大人的心情在这些年都是变差了许多。心中有所猜测的他们不敢多言，甚至做事都小心翼翼了许多，生怕在这个节骨眼惹怒了炎帝。不过数千年后，终于还是有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第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虽然不是萧炎的亲人，但也算是萧炎的一个老熟人了。他是雷族族长雷莹。雷族族长雷莹早在当年的斗气大陆，那便是8星斗圣层次的人物。他的年龄与萧玄几乎一般大，可这些年他却并未能突破成为神灵，所以他的寿元大限已经到了。事实上，不光是他，当年斗气大陆的老一批强者当中，除了萧玄和竹坤2人成功踏入神灵境界之外，其余各族的族长都是未曾踏入这一境界。他们的年龄要比萧炎早了上千年，如今时间一到，他们一个个都已经走到了凋零的结局。对此，萧炎也是无能为力。远古7族加上魔兽3族，作为最早跟随着萧炎的一批下属，也是如今构成炎神界的主要力量之一。萧炎对他们其实是比较偏爱的，比如如今附庸在炎神界周围的10座超级下位面，各个直径都超过了9亿里，这些便是萧炎赐予他们的领地。除此之外，对于当年的那些老斗圣们，萧炎也是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不但各种功法秘典管够，就连元晶都是充足。可以说，除了没有为他们动用一些连创世神都眼热的至宝之外，一切外部资源都管够了。而当年的那些老斗圣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走到斗圣这一步，也是个个不凡。在外部资源充沛的情况下，他们一个个修为至少都是仙品巅峰，甚至有超过1/5达到了圣品。可是，即便是如此，他们的修为依旧卡在了天至尊这一瓶颈。通向神灵的道路注定是无比艰难的。事实上，除了萧玄，那一代老斗圣们没有一人能够靠着自己成为神灵。就算是薰儿、彩铃等人，都是萧炎耗费了巨大代价，才帮助他们成功悟道，成为了神灵层次的强者。其余人，甚至萧炎用再多的代价，都堆不到那个层次了。更何况资源有限，萧炎纵然是和道境大能，也不可能将那些连创世神都眼红的宝物无限制的分给众人。所以，近10万年的时间过去，当年的那些老斗圣们终于一个个凋零了。雷莹便是第一个。炎神界麾下附属的一方超级下位面雷界当中，无数雷霆弥漫，仿佛雷霆构成的世界，可其中生活的生灵却是无比适应这种环境。他们天生就对雷属性能量无比的亲近。而此刻，雷界的雷族圣殿当中，一道黑衣身影凭空出现，令圣殿门口守卫的2位帝至尊都神色瞬间紧张起来，正欲发起警告，便是看到黑衣青年身边走出了一紫衣俊美男子。放肆，瞎了你们的狗眼，竟然忍不住这是炎帝大人。紫衣青年冷哼一声，仅仅声音便是令2名帝至尊嘴角溢出鲜血，可他们却是没有丝毫的动怒。在反应过来之后，反倒是无比虔诚的跪在地上，满脸狂热的望着面前的2人。参见炎帝大人，参见雷萧大人。也难怪这2人能不狂热，因为他们终于回忆起面前的2人，一个是炎神界的主人，也是整个炎神界域最伟大的存在炎帝大人，另一位则是雷族如今的最强存在，如今雷族的族长雷萧。这2位的雕像如今可都被供奉在圣殿当中，唯有雷族杰出的弟子，将来有资格进入到炎神界的优秀弟子，才有资格膜拜。雷萧，不用难为这2个小家伙，我们走吧。我看雷莹是真的快要不行了。萧炎轻轻摇头，紫衣青年原本的脸色在这一刻也终于变得有些痛苦起来。2人很快走到了圣殿后面的一道行宫当中，
此地汇聚了一方下位面最浓郁的元气，位置甚至在位面之胎的上方。以雷界如今的本源之力，寻常强者进入其中，怕是用不了多久都能修炼到天至尊。只是如此浓郁的本源之力，都是不能阻挡那蒲团之上老者身上散发的死气。这老者正是当年的雷族族长雷莹。炎帝、雷霄，你们来了。似是察觉到两人的到来，老者睁开了浑浊的双眼，尤其是看到萧炎的那一刻，一双老眼甚至隐约有着泪花。看到这黑衣青年，他便是隐约想起了当年七族大战魂族，黑衣青年大放异彩的场景，想起黑衣青年炼化位面之胎，成为斗气大陆的主人的场景，想起他将斗气大陆演化为大世界炎神界，并且带着炎神界一路高歌，直到成为宇宙当中最顶尖的势力的场景。一晃眼便是近10万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黑衣青年早已站在了宇宙的最高峰，就连当年连斗帝都没有的雷族，如今都诞生了一位世界神，数千位天至尊。雷莹族长，好久不见。萧炎走到了雷莹的面前，轻轻握住了他的手。炎帝大人。雷莹再也止不住内心的感慨，一行老泪滴落。我雷莹一生能够有幸跟随您这样的雄主，当真是没有白活一世。我的大限就要到了，不过能够看到我斗气大陆一步一步崛起到如今，看着雷族在我的手中发扬光大，能够有炎帝亲自为我送行，我这一生已经无憾。雷莹一边说着，一边大笑起来。萧炎和雷霄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默默地听着雷莹的话语。雷霄，今后雷族如何发展，便是要彻底地交到你的手中了。雷莹简单跟萧炎絮絮叨叨了很久，最后将希望的目光放在了雷霄的身上。师尊放心，只要我雷霄还在一天，雷族就永远不会落寞。一旁的雷霄也是用力的点头，眼角也隐约有些湿润。他是雷族如今唯一的一位世界神，诞生在雷界的一个偏远小族，从小就展现出了不凡的天资，之后便是被雷莹收为了亲传弟子，用族中最好的资源去培养。事实证明，雷莹的眼光的确不错，雷霄拥有着远超雷族历史上所有先辈的天赋，仅仅100年就修炼到了天至尊，而后万年成功晋升神灵，连萧炎都被他的天赋惊动，亲自指点了一番。在万余年前，他已经成为了世界神，雷族也因他而骄傲。听到弟子那信誓旦旦的保证，雷莹终于是笑了，他笑得很开心，没有任何的遗憾。而后便是在雷霄世界神悲哀的目光当中，气息渐渐崩溃，化作了无数神华涌动，最终消散在了原地。雷族族长雷莹就此作画，似是察觉到了他的作画，整个雷界的位面之胎都发出一声悲鸣，似是为这位雷族族长送行。而整个雷族高层显然也是察觉到了这一幕，一个个纷纷跪在地上，眼中含着泪水高呼：恭送老祖，恭送老族长！声音齐振，响彻天际。作为带领雷族强大起来的老族长，雷莹在雷族的地位自然是无比崇高，即便是雷族如今圣品天至尊的数量已经近百，可也唯有踏入世界神之后的雷霄世界神影响力比他更大了。毕竟如今的近100位圣品天至尊当中，有着近半都是雷莹的弟子或是受过他的指点，所以雷族为雷莹举办的葬礼堪称是十分的隆重。作为半个老朋友，萧炎也是出场说了几句话，算是给足了雷族的排场，而剩下的便是尽数交给了雷霄世界神管理。雷莹死了，这消息风卷残云一般的传遍了整个炎神界，多数人都只是唏嘘不已，心道这炎神界最早一批的老古董竟然也开始凋零陨落了。可对于那些老一辈的强者们而言，却是充满了悲哀，他们同样已经暮气沉沉。雷莹死后的仅仅第2年，十族族长便是跟着作画了。萧炎如同往常一样前去探望了一番，然后看着这位十族族长作画在自己的面前。第5年，灵族族长作画；第15年，药族族长药丹也作画了。不但是他，当年与萧炎药老有过恩怨的药万归，以及药族昔年的一些老斗圣们，在这短短15年的时间里，已经相继作画了一半。药族10万年来都未曾诞生出一位新的神灵，唯有药老，因为其本身条件够硬性，加上萧炎不计代价的培养资源，成功成为了神灵。实际上，雷族、炎族加上有个名誉老祖药老的药族，都算是比较好的了。只要他们真的有着世界神坐镇，像灵族、十族，即便是10万年过去，诞生了大批的天至尊，也始终未曾诞生出一位真正的神灵。想要成神，实在是太难了。炎神界10万年来，本土生灵一代接着一代，不知道繁衍出了多少生命，可是积累出来的世界神数量都是未曾超过100位。药丹作画之后，昔日的那些老斗圣们开始相继作画。黑鹰王古烈、古族3贤，一个个曾经站在斗气大陆巅峰的强者们，在这些年里相继作画。第300年，丹塔老祖也作画了。他虽然是丹药，但也修炼出了神魂，本质上已经算是生命，自然也有着作画的那一天。
第500年，焚炎谷老祖作画，这些都是比萧炎早了很多年的古老强者，他们的作画倒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此后的1000多年，虽然依旧有着强者不断作画，不过他们与萧炎的关系倒也算不上亲近，萧炎的感触也没有这么明显。可是直到第1800年，玄空子也作画了。玄空子只是萧炎的一个前辈而已，虽然过去帮过自己一些东西，但两人其实并没有太过深厚的情谊。可他的陨落却是标志着另一批人的陆续凋零，那就是药老那一批的强者。他们的年龄最大的也不过领先萧炎1000年，最小的甚至仅仅比萧炎大了上百年而已。在他作画之后的第60年，萧炎的师娘玄一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一日，萧炎亲眼看着药老嚎啕大哭，张了张嘴，却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只能站在一旁默默注视。只不过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萧炎的宇宙熔炉当中正有着一团神奇的光晕浮现，在那光晕当中正有着无数的光点汇聚，这些便是之前那些与萧炎关系极为不错的老斗圣们的真灵。神魂虽然散去，但是真灵却难以真正湮灭，除非有强者通过大手段强行湮灭。毕竟真灵是生灵轮回最关键的一点灵光。而这些人陆续陨落之后，萧炎也是一个又一个的将他们的真灵收藏了起来。他不知道那一天究竟会何时才能到来，但他相信终究会有那么一天的。玄一的作画隐约标志着药老那个时代的结束，可同样的，距离萧炎这一行人的时代也越来越近了。200年后，云岚宗深处，云韵与纳兰嫣然发出痛苦的悲鸣。云山这个前世与萧炎有着无数恩怨，这一世却成了萧炎忠诚仆人的老家伙，也陨落了。因为云韵的关系，萧炎虽然没有在他身上砸多少资源，可即便是手指头之间露出一点缝都够他修炼到天至尊了。但大限将至，云山终究是有着结束的一天。这一世也许是没有魂族的干扰，也许是过得实在是太平，云山走的时候并没有闹出什么幺蛾子。对于云山的离去，虽然云韵心中悲痛，可萧炎却并没有多少伤感。直到一个人的大限到来，令他的内心终于紧张了起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海波东，米特尔家族黄金城。说是黄金城，是因为这一座世界就是米特尔家族数万年前诞生的一位圣品天至尊真真正正用黄金打造成的一座城池。作为如今炎神界也依旧是一流的顶尖商业家族，有着亚非和海波东的这层关系，加上萧炎的一些支持，米特尔家族在这些年的发展也是相当的迅猛。虽然这个家族在早期并没有修炼天赋特别出众的真正绝世天才，可毕竟在斗气大陆时期就坐上了时代的列车。近10万年的发展，米特尔家族那庞大的人口基数当中，终究是诞生出了很多天才。这些天才经过这一家族的大量培养，自然也是成长迅速，许多都成为了天至尊。论起规模，如今的米特尔家族已经十分的接近10族、灵族这些没有神灵坐镇的远古势力了，甚至家族麾下也有着几座超级下位面和更多的普通下位面。而黄金城就是其中一位圣品天至尊所打造。据说打造这一城池之时，甚至将一座高等下位面当中的黄金矿脉都给抽干净了。而且这座城池本身还是一件顶尖绝世圣物，威能不凡，算是米特尔家族在炎神界的老巢。当然，以炎神界如今的体量，一座黄金铸就的城池对于凡俗而言或许依旧不可思议，可对于天至尊包括天至尊以上的强者们并不算什么。这个家族真正令人敬畏的还是他们与炎帝亲密的关系。这一日，炎帝亲自降临了黄金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在为那位老人送行。炎帝，你来了。黄金铸就的城池深处却是有着一座古朴青砖铸就的院落，院落当中，一名白发苍苍的蓝衣老者望着那来到自己面前的黑衣青年，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海老。萧炎望着海波东，心神无比的复杂。前世的时候，就是因为海波东的作画，才让他心神不安，不愿看着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去，选择了提前冲击永恒。因为海波东是真正与萧炎关系好的，并且虽然年长，但其实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年龄比萧炎等人大了，其实不足100岁。对不起，我还是没办法让你活得更久了。萧炎望着海波东，心中升起一抹悲凉。哈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老头子，我这辈子能够结识你，并且有机会活这么久，已经完全没有遗憾了。听到萧炎的话，海波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若是没有你，老头子当年或许便是要老死在石墨城的一个小小地图店里了。谁能想到，我竟然能够活10万年，更是亲眼见证了如此多的历史。海波东声音当中带着豪放，有此一生，的确已经是死而无憾，更何况死前还有你亲自为我送行。萧炎闻言，心头的情绪却是更加复杂。当夜，米特尔家族的太上长老海波东作画，整个米特尔家族都在为其悲痛。他们既是伤心海波东的离去，
也是在担忧家族和自己的前程。谁都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海波东和亚非这2位太上长老，他们米特尔家族又怎么会有今天？若是这2位太上长老相继作画，今后米特尔家族便不再是炎神界最为鼎盛的商业家族了，而仅仅只是一个强大势力而已。而时光总是不等人的。同一年，迦南学院当中，大长老苏谦也作画了。他的年龄其实比海波东还要大上2岁，不过10万年只是一个大概的极限而已。即便是萧炎，也很难让一个人分毫不差地活上10万年。所以，苏谦其实比海波东多活了2年。不过，他终究还是作画了。迦南学院如今也是炎神界当中最为顶尖的人才培养中心，即便是强如远古十族和其他顶尖家族，都会将族中的优秀弟子派入其中锻炼。这座学府如今已经是整个寰宇都最为顶尖的学府了，如今的毕业标准也是强得离谱。外院弟子要地至尊境界才能毕业，内院弟子要天至尊才能毕业，甚至从这座学府当中已经走出了足足3位世界神。而之所以如此强大，便是因为这座学府当中走出过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便是如今炎神界的主人炎帝萧炎。即便是在今天，这座炎神界域最高学府中央，依旧有着100万丈的巨大雕像站在中央。这幅雕像的模样，赫然便是萧炎。此刻，那雕像的最下方，一容貌绝美的紫衣女子却神色悲哀，望着身边的黑衣青年，轻轻叹息：“哎，老头也走了。”“是啊，苏谦大长老也走了。”萧炎轻轻揉了揉紫妍的脑袋，望着远处的一行人，心中却是更加的悲哀。当年他进入迦南学院结识的众人，天赋在当年的斗气大陆倒也都算不错，这些年借着萧炎提供的一些资源，也都成了天至尊。可除了紫妍，再无一人成为神灵。如今很多人甚至已经化作了老者的模样，身上透着一股木气。萧炎心中清楚，随着苏谦的作画，最多100年的时间，他们也将开始相继作画了。100年的时间对于凡人而言是漫长的一生，可对于天至尊而言，不过是弹指一瞬罢了。此后50年，相继有着故人作画，好在大多与萧炎的关系还算不上这么亲密，只不过饶是如此，炎神殿的很多天至尊护卫都是敏感地发现炎帝大人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笑容。直到50年后，萧家祖宅依旧是宛如当年乌坦城模样的古朴小庄园深处，萧家所有的核心族人都全部到齐。此刻，威震整个寰宇的2位和道境之强者，依然是满脸泪痕地跪在了床榻一旁。妍儿，为父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已经是一个父亲最为值得高兴的事情了。还有晨儿，我的大孙子也是合道境，整个宇宙13位合道境当中，有2个都是我萧战的后人，哈哈，此生如此，夫复何求？莫哭莫哭，来生我们还要做一家人。萧战在哈哈大笑当中走了。这一日，炎神界风云变幻，无穷无尽的黑云遮蔽了整个世界，一场大雨足足下了3天。也是那一天，人们才知道原来合道境也会哭泣，原来那样强大的人物也有落泪的时候。只不过萧战的离开却仅仅只是悲剧的真正开始。同一年，五祖灵动的父母也相继离世。对于亲生父母，无论是灵动还是萧炎，都已经将自己的资源用到了极致。即便是可以令创世神疯狂厮杀的至宝，只要能给自己的亲人延寿1-2年，2人都可以不计代价的去得到。这段时间当中，宇宙当中所有可以延寿的宝物几乎全部被3位和道境搜刮完毕。萧晨虽然父母都是神灵，可他的子女当中也有着没有成为神灵的人，甚至就连灵境、九幽和灵犀都未能踏入神灵。最近这些年，3大和道境的心情都是难以言喻的沉重。曾经有一创世神，仅仅只是因为开了一句5阶的玩笑，便是被五祖直接一掌拍成了烟粉。即便是他身后同为和道境的刀圣，都是没有多说什么。他们这些老牌和道境都曾经经历过这一天，知道这3位如今的心情是何等的压抑。这个时候去碰这个霉头，那就是找死。即便是其他和道境，都有可能因此而翻脸。10年后，炎神殿的一处行宫当中，萧炎再度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云云无力地躺在他的怀里，修长玉手轻轻抚摸着萧炎的脸庞。别哭，萧炎，这辈子能遇到你，我很幸福。云云依旧保持着当年那副绝美的模样，只是发丝已经灰白。她双眸子就这样轻轻盯着萧炎，蕴含着无限温柔和不舍。下辈子还要做你的女人。话音落下，她浑身忽然泛起了点点星芒，整个身体都开始化作无数光芒消散。不不！萧炎发出一声哀吼，大道之力凝聚，仿佛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萧炎，不要这样，你就算是这样，也不过只能让我再多活几个时辰罢了。云云轻声笑着，声音依旧温柔，只是带着一丝不舍。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老去的丑态，
就让我们依旧如同当年相见那般分开吧，让我在你心里的模样依旧美丽。话音落下，他的身形彻底的消散，化作无数光芒，缓缓融入天地。月儿，一声痛哭令天地颤抖，令炎神界的无数火山喷发，可都阻挡不了一个人的逝去。老师，萧炎身后，纳兰嫣然同样发出泣血的哀鸣。她那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在这一刻也是瞬间变得灰白了起来。云韵也走了。3年后，亚飞选择了与云韵同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萧炎，我本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商人罢了，是因为遇到了你，才让我成了这炎神界域的金枝女皇。亚飞轻轻依偎在萧炎的肩头，身体正在化作无数光点消散。能够被你这位炎帝大人宠爱，这一生真的很幸运呢。对于炎神界的生灵们而言，最近这200年绝对是整个世界天地变化情况最为可怕的200年。因为这200年的时间里，萧炎前面2代人到后面的2代人都开始相继的快速消逝了。那恐怖的速度令萧炎的道心都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不是幻境，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从亚飞作画之后的那1年开始，萧炎的同龄人开始陆续凋零。萧鼎、萧丽在亚飞作画7年之后开始相继离去，而后是林修崖、柳晴、韩月，再到后来萧玉、萧宁、萧妹等同一代的家族之人也相继离去。纳兰家族在如今的炎神界虽然不算是什么大势力，倒也算是占据了一方超级下位面，算是不错的势力了。而这全是因为族中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女性老祖，这位老祖自然便是纳兰嫣然。她的天赋丝毫不弱于云韵，当年更是凭借着自己拜入到了风铃月影宗。这些年来，纳兰嫣然也成了圣品巅峰，并且带领着纳兰家族逐渐的强大。如今族中即便是没有了她，也有着10几位天至尊坐镇，算是没有辜负了他爷爷和父亲的期许。只是今日，他也迎来了自己的大限。一座模样依旧如同当年儿时的院落当中，白发苍苍的老妪坐在其中，眼神带着没落。忽然，一黑衣青年突兀地出现在了这院落当中，两人四目相对，彼此的神色都是十分的复杂。你来了。半晌之后，老妪轻轻笑着开口，她脸上的皱纹十分的明显，却是难以掩饰年轻时的绝美痕迹。我来了。萧炎轻轻点头道，来送你一程。送我一程吗？没想到我临死的时候，却是能够换来你的温柔。就是不知道，这到底是出于对于老师的感情，还是一抹施舍呢？老妪闻言，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都不是。萧炎轻轻摇头，目光落在纳兰嫣然的身上，轻声道，算是朋友之间的道别吧。闻言，纳兰嫣然也是微微一怔。朋友吗？希望下辈子不要被你老是这么针对了吧。有时候我也想体验一下那从未得到过的温柔呢。20年后，萧萧迎来了自己的寿元大限。爹娘，白发苍苍的女子望着面前似乎比自己更加年轻的父母，眼中带着无尽的不舍。能够成为你们的孩子，我已经比所有人都幸福了。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做你们的孩子。大姐，萧晨发出无力的哭嚎。这个最宠她的姐姐，炎神界的长公主，炎帝的长女，时光真主的大姐，今日也真正的离世了。彩铃即便是修炼到了世界神巅峰，可也依旧是险些哭晕在了萧炎的怀中。等她恢复过来的时候，世间已经少了一位慈爱的母亲，多出来的是一位近乎冷漠无情的炎神界主母。她的笑容从此也唯有在面对萧炎的时候，才会显得多出一抹温柔。此后数十年，萧炎的子女接连逝去，只剩下萧凌和萧晨二人。不光是他的子女，甚至连萧凌、萧晨的子女都有所失去。林静在萧萧逝世之后第3年也离开了。当日，林动与萧晨的痛哭令大道都在颤抖。这200年注定是一个动荡的时候，很多神灵在这些年都是注意到。短短200年的时光里，3位河道境脸上已经不再拥有以往那如沐春风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真正站在宇宙最巅峰的至高威严，以及过去从未有过的冷漠。故人陆续凋零，世间值得他们留恋的已然不多，曾经的温和已经被收敛到了内心的最深处。他们开始像其他神灵一样孤独地活着，越发的接近举世无亲。不过好在他们的亲人当中，终究还是有着几位成神了，能够陪着他们走过更加漫长的岁月。而时间也是在一晃眼之间，便是又过去了10万年。10万年放在宇宙那浩瀚无垠的尺度上，或许并不是太过的久远，可若是放在生灵的身上，那便已经是岁月更迭，沧海桑田。这10万年的时间里，已经有着又一批天至尊的诞生到作画，一代又一代人的诞生到逝去，也仅仅只是从中诞生出了几个世界神而已。炎神界从萧炎将其彻底打造为一方顶尖大世界到如今20万年过去，所诞生的创世神其实也不过3人而已。就这，还是这3人经过萧炎指点的缘故。
20万年的漫长时光，已经足以令一些小世界当中的历史发生多次的更迭。新诞生的一位位强者们，也早就不记得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嘴角时刻带着温和笑容的炎帝了。他们从出生开始所得到的认知，便是炎帝大人是炎神界至高无上的神灵，即便是其他神灵，也远远不敢挑衅炎帝大人的权威，并且随着他们的修炼，实力变得越来越强，踏入到地至尊、天至尊，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走出炎神界，看一看这浩瀚宇宙，才能更加的清楚炎帝大人的威名是何等的恐怖，才知道这位宇宙第一强者的含金量究竟是何等之高。从而他们对于萧炎所生出的便是更加无尽的狂热崇敬。只是如今的萧炎已经很少再现身在炎神界了，这也就导致炎神界及周围诸多下位面诞生的生命，乃至整个炎神界域当中被统治的生命们，大多数只能从典籍当中知晓这位至高无上存在的故事，或是在神庙当中膜拜这位至高无上的存在。这也就让萧炎在这炎神界域当中更是成为了神话一般的传说。而这10万年来，萧炎也几乎一直都是本尊留在了炎神殿当中闭关，除了偶尔会走出来陪一陪4个妻子，或是炎神界遇到一些真正的大事，他都是默默的躲在静室当中修行。当然，若是感悟有所突破，他也会走出这炎神界，到宇宙当中遨游，施展自己的秘术，查看自己修炼的进展。只不过他的行踪实在是太过隐秘，即便是河道境强者，萧炎若是不愿意，也没有人能够找到他。虽然如此，可他每一次出手，实力进步之迅猛，都是令人匪夷所思。10万年前，萧炎亲人逝去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萧炎曾经出手与剑神比试过一番。当时那一战震惊了整个宇宙所有河道境，因为萧炎仅仅一掌就将剑神给击败了，没有燃烧神力，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手段，就是这么凭空一掌，剑神只觉得时空都在变换，隐约连大道都感悟不到。而后便是在那浩瀚威能下，神力都隐隐要溃散，他足足燃烧了半成的神力，施展最强一击，才勉强接住萧炎这一掌。5万年前，萧炎与玄渊帝君再度比试，同样还是一掌，水火两大本源大道相生相灭，恐怖的威能直接轰碎了玄渊帝君的玄水领域，也轰碎了他的神体。玄渊帝君足足消耗了1成的神力才恢复过来，这还是萧炎手下留情的缘故。3万年前，萧炎真正突破，踏入到了河道境之上的另一个领域，可他心中却是明白，自己其实并没有踏入到传说中的永恒境界，而是河道境之上本就有着这一方宇宙诞生之后尚未有人达到的境界。那一次，萧炎的突破震惊了所有人，最终12位河道境曾经联手与萧炎一战，可最终的结果却是萧炎胜了。自那之后，众人知道了河道境之上竟然还有新的修炼境界，这个境界被萧炎称作为道君境界。走到这一步，算是真正的走到了一方宇宙的尽头，因为他在成为道君的那一刻，清晰地感受到了头顶的宇宙之高规则运转。只要他再进一步，便是可以成为永恒，也将成为他梦想当中的那个境界。只是这一步却是无比的艰难。20万年过去，他对于这一步依旧有些没有头绪。不过他却是将成为道君境界的方法传授给了众人。想要走到道君，方法很简单，那便是悟透2种截然相反的大道，然后将其融合在一起。走到这一步，便是那更进一步的道君境。闻言，其他河道境都是有所吃惊，但很快他们便是明白了萧炎的意思，也明白萧炎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了。只因为他已经将水之大道也悟透，并且同样达到了河道境，这让众人震撼萧炎实力的同时，也忍不住震撼他的成就。虽然说萧炎已经将成就道君境界的方法告诉了他们，可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却只能是摇头苦笑。悟透一条大道，便是已经能够成为创世神；掌握一条大道，便是可以直接成为河道境。仅仅这一点，就难倒了多少人？整个宇宙创世神加起来才多少人？河道境在萧炎他们这些大千世界的强者们爆发之后，这足足20万年来都是始终未曾诞生出过一位。仅仅掌握一条道，就已经拦住了多少人？想要再掌握另一条道，还是一条完全对立的大道，那是何等困难的事情。能够成为河道境，他们自认为各自的天赋绝对是这方宇宙最为顶尖的，可这一刻他们依旧是有些怀疑自己了。对此，萧炎也并没有再过多干涉，方法自己没有藏着掖着，至于能不能走到这一步，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他依旧在炎神殿当中闭关修行，可实际上却是有着万千分身行走宇宙。这些年，他不但将水火2条大道修炼到了河道境，就连空间大道和时间大道，他同样修炼到了河道境。事实上，他现在也可以是一位时空之道的道君，并且在时空方面爆发的实力将比水火之道更加的恐怖。只是即便是如此，他依旧未能触碰到永恒。
不过，将空间大道修炼到河道境之后，他便是再度创造出了化身万千的河道境秘术。分身对于空间之道的强者们而言是极为常见的一种手段，很多创世神甚至世界神都能施展。当然，这种分身只能称之为是承载了一部分神力神魂的空间载体罢了，与当年一气化三清那种分身与本尊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还是没法比。但即便是如此，萧炎的任意一道分身都能轻易有着世界神巅峰的实力，若是爆发水火大道或是时空大道，那便是可以与创世神一战。这点实力用于行走宇宙已经完全足够了。这10万年来，萧炎的万千分身，有些化身一小小凡人，隐居在市井之间；有些则是行走在宇宙八荒，观看恒星的运转，观看黑洞的运行，观看无数星辰的生灭。而后，他的无数分身以及与最为古老的光明真神等和道境们相互讨论验证，最终确定了这一方宇宙的确是在不停地扩张的。按照光明真神的说法，如今的宇宙其面积已经比他诞生之时大了足足1倍不止。而众人也是察觉到，这短短10万年的时间里，这一方宇宙便是再度扩张出了一片足以堪比一位河道境麾下界域的浩瀚星空。最终，萧炎得出一个结论，那便是自己所在的这一方宇宙应该是属于一方宇宙诞生的最早期。只不过，这个结论对于他的修行似乎依旧没有作用，他只能依旧不断地游走在宇宙当中，体会着各种大道的诞生。3万年后，这方宇宙终于再度诞生了一位河道境，那是渊庭界主麾下的一位创世神。这位创世神已经在创世神巅峰停留了数百万年，如今突破成为河道境，自然是赢得了众人的贺喜。但萧炎对于此人的评价却只是天赋一般，走到河道境对他已经是侥幸当中的侥幸，想要成为道君几乎没有可能。此后100万年，这一方宇宙又扩大了足足1/3，多出来的 XJ 域足以媲美当年的一半。而这100万年也诞生出了足足6位新的河道境，然后也终于诞生出了第2位道君，他就是萧炎的小儿子萧晨。萧晨本就是走的时间大道成为的河道境，有了萧炎之前的经验传授，他很快就悟透了空间大道，然后用漫长岁月将空间大道修炼到河道境界，最终成了道君。像其他的道君，若是玄渊帝君、光明真神这种的还好，他们可以轻易的找到自己对立或者是相辅相成的大道，修炼不到道君，那是纯粹的天赋不行。可灵动、剑神、刀圣等强者，却是寻找与自己相辅相成或者相生相灭的大道，都是需要耗费漫长岁月。成为道君之后，感受着时空大道那更加恐怖的威能，萧晨兴致冲冲的来找萧炎挑战试手，然后便是再度被萧炎一招击败。那一刻，萧晨整个人都懵了，就连宇宙当中的其他人也都懵了。萧晨都已经走到了河道境之上的道君层次，竟然还是被萧炎一掌击败了。那萧炎如今的实力又到底到了怎样的层次？对于众人的惊异，萧炎也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依旧参悟天地大道。一转眼又是数百万年过去，萧晨之后，灵动和周元也相继悟出了一种相生相灭或是相辅相成的结合大道，成功踏入到了道君的境界。这一方宇宙的面积比起当年已经再度扩张了数倍不止，诞生了一位位新的河道境。可如今，这些新诞生的河道境们却已经不再是宇宙之巅，而是只能无奈地仰望着头顶的4位存在，更准确地说是那位至高无上的存在。可萧炎却始终未曾在意，因为近千万年的时光过去，他终于发现神灵也有着陨落的那一天了。千万年的时光当中，当年很多投靠炎神界的出生神都已经悄然作化了。萧炎也是明白，原来出生神的寿元也有着极限，这个极限大概是100万年左右。100万年未能突破到世界境，即便是那些出生神也要缓缓的作化，而1000万年则是世界境的极限。近千万年的时间过去，萧炎终于发现自己的4个妻子身上也是终于有了一丝暮气。当然，比他们更早衰老的则是萧玄、古元和竹坤。这3位年龄最大的竹坤要比萧炎等人早出生了上万年，萧玄和古元的年龄也比他们大了上千岁，所以他们的身上更早出现了一丝老态。萧炎哥哥，或许再过个100万年，薰儿也要离开你了呢。炎神界的一轮夕阳将大地渲染的赤红，巍峨万里的神殿顶端，一对男女静静地依偎在一起，感受着身边女子的呢喃，萧炎却是轻轻抓住了她的手。那张青梅竹马之时就已经一直在看的美丽脸庞，即便是经过千万年，也依旧从未有过厌倦。放心吧，这次我不会让你们再离开我的身边了。萧炎轻轻握住薰儿的手，说出的话令薰儿都微微一怔。他与萧炎乃是真正近千万年的老夫老妻了，心中自然是清楚萧炎的性格。他能够听得出，萧炎的话音当中并不是单纯的安慰他，而是有着真正的底气。萧炎哥哥，你
距离那一天快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大千界麾下，一座极为普通的小型位面当中，一群中年人跪伏在地，脸上各自带着哭泣的表情。师傅，师傅，你若是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啊？师傅，徒儿不孝。一个个弟子跪在地上，床榻之上，一名白发苍苍的精瘦老者上气不接下气，浑浊的目光落在众多弟子的身上。对于何人真诚，何人虚伪，他一辈子的阅历，一眼便是能够看出。只是此刻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再去纠结这些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人死了，一切都一了百了了。老者无力地闭上双眼。皇帝陛下，驾崩了。另一世界当中，一凡俗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这一生从一江湖游侠走到了凡人王朝的皇帝，已经没有遗憾。只是当皇帝真是太累了。又一个世界当中，浑身干瘦，衣衫褴褛的青年蜷缩在冰天雪地当中，感受着体温一点一滴的流逝，想要抓住远处的一棵枯草吃下，却连拔草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死了，活生生的饿死了。这些人有药师，有将军，有皇帝，有乞丐。忽然的某一个瞬间，他们齐齐睁开了双眼，身上的凡人气息彻底散去，取而代之的是震撼整个位面甚至大世界的浩瀚气息。生死大道，为我也悟透了。无数身影脸上露出笑容，旋即便是直接消散。炎神殿当中，萧炎骤然站起身，近千万年来万千化身的经历经验尽数在脑海当中回荡。为了体验凡俗的生老病死，他甚至封印了所有分身的记忆，让他们以一个真实生命的状态去体验生命，直到死去的那一刻才能恢复记忆。千万年来，无数分身体会着宇宙当中的一切，令萧炎终于彻底的有所顿悟。这一刻，水火、时空、光暗、生死、因果、气运、毁灭、吞噬，种种单一的大道，或是被萧炎结合在一起，可以成就道君境界的结合大道尽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直至宇宙本质，直指所有大道源头的一条崭新大道。它就是混沌大道。掌握3种以上的结合大道，并且领悟10种以上普通大道，便是有机会看到混沌大道。领悟的大道越多，看到混沌大道的机会也就越大。萧炎眼中有着一丝明悟，而后神魂直接触摸到了那至高无上的混沌大道，参悟其中的玄妙。这一参悟便是整整30万年。30万年之后，连萧玄都再度进入到那副老态龙钟模样的某一刻，整个宇宙忽然陷入了短暂的诡异寂静。一瞬间，时空都为之停顿，可所有生灵都是从未有所察觉，唯有和道境及以上的强者才能透过大道感受到一股从未出现过、前所未有的威压出现了。这股威压直接波及了整个浩瀚宇宙，在这威压的面前，就连大道都要臣服。这是一条凌驾于所有大道之上的道，它的名字叫做混沌大道，也称为永恒大道。掌握此道，便是掌握了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也掌握了这一方宇宙的至高规则。至此，超脱一切大道之上，成为这一方宇宙真正至高无上的存在。甚至于悟透了混沌大道之后，可以在宇宙之外的无尽混沌当中再度开辟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型宇宙。这就是混沌大道的威能。一道成，则万道皆成。随之而来的是一道通天彻地的巨大身影，他身上释放的威压令和道境们都直接跪伏了下去。在混沌大道的面前，就算其他大道都唯有臣服，更何况是融合了大道的合道境们。唯有3位道君能够在这威压面前勉强站立。时空再度运转起来，只是所有的生灵在这一刻都是隐隐察觉到了，在自己的头顶似乎有着一至高无上的存在诞生了。掌握混沌大道，便是掌握了一方宇宙所有的道。无尽虚影缓缓缩小，最终化作了一黑袍青年，正是萧炎本尊。此刻他身上的气息就与凡人一般无二，可唯有萧晨、灵动和周元3位道君才能隐约察觉到他身上那宛如混沌又如同永恒一般的气息。父亲，你真的突破了！萧晨一个闪烁，便是跨越无尽星河，来到了萧炎的面前，双目带着激动之色。他激动的不仅仅只是因为萧炎的境界突破，实力有所提升，而是因为随着萧炎的突破，这一方宇宙当中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一个达到所有修炼者所知晓、所理解的终极境界。而且当他走到这一境界的那一刻，他还代表着许多无限的可能。不错，我已经成功突破到了永恒境，并且很快就能复活他们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而萧晨等人同样等了太久太久。只见萧炎一步迈步，下一刻便是再度出现在了炎神界当中。他心念一动，整个炎神界已经迅速缩小，融入到了他的体内。而后又是一步迈出，已然是消失在了这一方宇宙当中。宇宙之外，无穷无尽的混沌气流环绕，构成一方无边无际、
真正没有尽头的无限空间。萧炎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了这里，而后目光扫过这一方混沌虚空，磅礴的神识甚至可以瞬间覆盖着一方宇宙。开始吧！萧炎心念一动，炎神界被他挪移到了混沌虚空当中，而后混沌大道的力量直接冲入炎神界的本源，令炎神界的世界之胎直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轰隆隆！那原本已经达到极限的世界之胎，在得到混沌大道的运转之后，瞬间突破了其原有的极限。整个炎神界在一瞬间仿佛碎裂成了无数块，直接膨胀了起来。而后，一道朦胧黑光从中释放，气息类似于黑洞，又比黑洞更加的高级。那就是混沌的气息，混沌孕育万物，也终结万物。它是一切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终点。眨眼之间，一道万亿里直径的巨大黑色球体出现在了虚空当中，而后它开始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混沌气流，并且开始以一个惊人的速度急剧扩张着。这便是萧炎依据混沌大道的玄妙所演化出的一方小型宇宙。它的本质已经无限接近混沌当中诞生的宇宙，只是其扩张往往会有着极限。10年、100年、1000年，当这一方宇宙扩张的直径达到了光年这个可怕距离之后，萧炎终于一只脚走了进去。只见他手掌一翻，整个宇宙的内部开始有着无数星辰生灭，开始有无数的生命世界诞生。而后时光在迅速的倒流，炎神界破碎的那一瞬间，悄无声息陨落的所有物质生命开始如同倒退的影像一般疯狂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不同的是，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时光倒流，逆转时空，这便是萧炎如今的实力。在这一方宇宙当中，他便是真正的至高规则。只要是这一方宇宙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他可以做到任何事情。轰隆隆，菩提祖树发出欢快愉悦的声音，他的生命桎梏不再出现，相反，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怂恿着他再度进化。他隐隐感觉到自己与这一方宇宙的本源都产生了契合。从今之后，你便是炎神宇宙的宇宙之灵，负责生灵开悟，负责生死轮回。萧炎手指一点，无形的至高规则加持在菩提祖树的身上，令他无形当中甚至可以掌控整个宇宙所有生灵的生死。九玄惊雷，从今以后，你为这一方宇宙的天罚之灵，掌管一切雷霆之力。萧炎手掌再度点出，九玄惊雷发出兴奋的嚎叫，身躯骤然化作上亿里的金色雷龙，眼中带着兴奋。从今以后，炎神界便是这一方宇宙当中唯一的至高世界，是真正的神界。其余下位面，只有修炼到一定境界，才能进入到炎神界当中。萧炎站在原地，并有在动弹，可仅仅只是心神摇动，便是将这一方宇宙的无数规则制定完善。而后，他手掌一翻，无数灵光在他的掌心汇聚，最后飘落到了炎神界当中，一方被他单独开辟出的世界当中。这些都是他那些亲人的真灵。嗡！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的意图，菩提祖树当即喷出一道道轮回光芒，光芒落在那些真灵之上，令这些真灵迅速转化，而后纷纷落入到这一方世界的世界本源当中。世界本源直接孕育，将这一个个真灵直接包裹。100年之后，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气息从中走出，便是萧炎当年陨落的那些亲人。他们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而且还拥有了出生神层次的生命本质。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被萧炎改造成了先天神灵，而且在萧炎的至高规则运转之下，他们的生命都是永恒无尽的，除非这一方宇宙都要迎来破灭，否则他们便是真正的永恒不朽。这才是永恒的真正意义。妍儿，这是怎么回事？萧炎，我的身体怎么这么强大了？这种力量！众人一个个脸上都是露出了震惊之色，唯有萧炎的脸上此刻却是露出了笑容。父亲，月儿，亚菲姐，爹！萧炎望着自己的众多家人，眼眶都不由得湿润了几分。千万年的时间，他终于做到了将家人全部复活，并且在这一方宇宙当中赋予他们真正永恒的生命。同时，他也复活了灵动、萧晨、周元等人的亲人，只要还保留有一丝真灵的，尽数可以复活。这才是永恒境界的真正强大之处。同宇宙同寿，与混沌同辉。